你看了就是不要记，知道了它就好哦。然后诵时候啊，贵在专一啊，很虔心哦，就是这样哦。那我们说，一般啊，我们在诵咒很少说去了解啊咒的内容，对不对？哦，很少哦去提到咒的内容哦。那因为这一部太长，它有2620个字，有427句哦，一句一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哦。里面呢都把我们虚空之间啊，不管是多高的那个神明，或是多低阶层的那个山神水神全部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各位要的话呢，因为今天刚拿先拿2个过来我们这边可以印，那不要的话就不要印。各位要不要啊？要的话我们这边会印像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拿来，这个礼拜就有的看所以我们就这个从这一本来看呢我们所学的那个楞严经那个内容这个呢更详细呀。我们是不是讲到那个迷昧及无明？讲到这边了没有？有没有？一是阿难这边啦，一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的慈悲这个七叶伽罗杂糅晶莹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对不对？是这边这个佛呢从为详细的解释，那么皆是呢无上大慈心中流出那个了义就是究竟了义最高的法门，那个教诲七业就是呢重诵那个呢讲过以后又呢讲一次重诵。那么又称为应诵，应该呢歌颂。那么前头就是孤起诵，就是孤起没有按照前面的那个意思然后孤起，那么又叫做呢风诵，就是都一直称赞的那个意思，风美而诵。那么入流成正觉，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岩，入流就照见自己的本性，所以只要入流就可以成正觉，那个觉可以成正，就是成道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因为凡人都被造化引诱，我们都出流就是精外化，然后跟凡尘攀岩出流眼尘，然后入流照见那我们把握一个原则，只要你回光返照就叫入流入流就照见自己的佛性这样呢就可以成正觉，可以成道。那我们出流跟凡尘攀岩会沾得很多尘垢，尘垢沾多，我们佛性就污垢不清洁，没有办法呈现就成不了道所以我们要入流，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入流呢可以成正觉接这个风美意风颂就是呢歌颂他的那个非常好的意思。那么杂者合杂柔者柔和，及前后呢照应跟前跟后互相照应。那么精味呢文华精彩，因为味具华盈美所以那个杂糅晶莹妙理清澈。那么妙理是我们原赞不生灭之理性，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
那个称为妙理。那么空有双非，不属于空，也不属于有，两个都不对，叫双非。真妄不立，不立真也不立妄。那解脱呢无二，释福了跟解脱是同一个人。我们迷昧了就释福，了解领悟了就解脱，所以呢都同在我们一个人。那么因果该测，就是这个因跟果它是一定的道理，一定不会变的道理，就是包含那个该就全部都包含，会彻底就呈现有因有果，故谓之妙，妙。那其理净，清净，纤尘不染，如莲花，一点点尘垢都不染，像那个莲花珠污泥都不染，非常的这个洁白。那么其用明澈，我们就是了解到妙理清澈，用明澈，我们佛性的那个大用都能够整个发挥出来，那么五阴顿破如金刚，这个五阴色受想行识五阴可以顿破，就是很快就破除五阴，就好像我们金刚金刚呢可以破坏一切物而不会被物破坏。那么地灵之下心目开明，听到佛讲了以后整个心目都整个这个开明，即心眼洞开，彻见根性，彻见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即如来常性。那么依此呢依此根修依此根性来修正即是了义，究竟了义义不复疑。这个就是阿难他已经不会有怀疑了。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五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的法具。无遮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人无遮，不去下机，就是根基不好的那个比较迟钝的都不放弃就是不会把它平舍在外。那么同师上法一样就把最上乘的佛法都这个讲和盘托出讲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法无遮，人无遮，法无遮，不吝秘密，不会吝啬，那个秘密的这个法门不会吝啬，整个和盘都托出。性净妙常，性就是我们众生本觉的真性，此性不属于有为，也不属于无为，它两个都不属于离相，我们这个这个性本觉真性离相，离开有形象，非常清净，解决同手因，我们打结了跟解开了不一样，这个打结了，我们没有了解迷昧了就是打结，然后我们领悟了就是解开。那么圣凡无二路，圣跟凡这个道路它没有分成两条，只有在我们人是迷跟悟不一样而已。那么其用微妙，这个根选择圆通，可以入流成正觉。我们选择那个圆通根，法身都常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本体就称为法身。这个以法为身，我们这整个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那么整个这虚空都是佛性，那么这个就称为法身。所以法身常住，如如不动，永远都不迁。真实的法具皆如来真语实语
所说的妙法章句，都是真正的实在的，都没有广骗众生。那么阿难就讲心犹未达，六结一网，那个六结呀，我们打6个结，要把它解开，连一也没有，六结一网，那个思觉就是要怎么打开的那个秩序呀，还不知道。那么唯垂大慈啊，在悯施惠。希望呢，释迦牟尼佛能够在呢这个灵敏啊，在会中比较呢这个程度低的，给予将来啊施于华音，就是将来我们现在啊末法众生，就是呢能够啊施于华音，洗涤啊成果。这个我们啊落入凡尘太久啊，都是在六道轮回，那个过非常的厉害。很脏的尘垢，沉淀了久了以后，那个垢累积很多，所以要把它洗涤干净把这个尘垢啊洗涤干净。那么未能通达六结一网之意，唯愿呢如来啊垂大慈悲，施以甘露甘露因，洗涤根中啊积生虚习。我们积生啊，就是六道轮回啊，一生一生一直累积，累积的时候啊，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那一种习惯，那个习惯不是佛性有的，所以叫虚习，我们呢已经习惯性的都认为啊，是佛性的东西，结果它不是啦，我们六道轮回所累积下来的，所以去除掉啊。就比较不容易困难，可是先要了解真理，真理一了解以后啊，洗掉就容易了，一定呢要从真理来学习，然后啊实际的来做，洗涤这个呢虚习以及无明，无明也把它洗涤，因为我们无明的才造业，因造业才受苦，都有连贯。那么深层啊，细垢。很微细的那污垢，那么这个时候啊，即使如来以狮子座整涅盘身，念切理，染七宝机，因手一机啊，其解婆罗天所奉的法音。那么如来在狮子座整理呀涅盘这个身，我们的中文叫做里衣呀里面的衣服。那么念者啊就是收生切里呀，我们中文呢叫做大衣穿在外面大衣。那么染七宝机呀这个机就是小茶几有七宝手砍。那么银手一机啊，起结佛天我们呢中文叫做十分天就是呢夜摩天我们的这个欲界的第三，第一个呢是天王天，第二个呢忉利天，那么第三夜摩天呢就是十分天这个夜摩天呢所奉的华经啊，夜摩王然后供奉给那个释迦佛那个呢华经来宝牒宝牒华织成的那经。那么于大众之前晚成一劫是阿难言，此名何等？帕奇嘎问阿难讲这有做啥？阿难大众即白佛言此名为劫这个就是打劫。那么于是如来晚牒华经又成一劫，重问阿难此名何等？这个叫什么？阿难大众又回答此一名劫，如是人次，就是一个接一个晚牒华经总成6劫已经打成6个劫，一一劫成皆其手中呢所成之劫，直问阿难此名何等？那么阿难大众呢亦复如是次第抽佛，就是回答佛的问法，那此名为劫。那么佛告阿难，我持晚经呢汝名为劫，此牒华经先使一条，只有一条。那么第二、第三
允和汝朝就是你们这一些复名为劫，为什么呢？又称它为劫。那么尔南就回答：世尊，此宝蝶华既知成经虽然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丸得一劫名，若百完成呢，终名百劫。何况呢，此经只有6劫，只有6个劫。终不至期没有打到第7，亦不停舞在舞还没有停下来，还在打。那么允和如来只许初时就是第1个劫只允许第1个劫，第2、第3不名为劫第2、第3佛就不允许他们去收。那么此段之文看起来好像呢很淡没有味道。那么详细的那个了解它呢是有关要有那个重要的那个要点在这个里面后来细数圆通所解开那6重的结想1动2静3闻4觉5空6昧，就是这6节。我们之前呢都有讲过了，因为不落入文字各位看起来不容易知道。那现在有文字就容易记了我们第1个呢落下来完成是从第6昧昧是极昧，极昧就是不生不灭的已经到达顶点，叫做极昧我们把极昧呢就已经一念无明，一念无明是不是已经有那个转变了？所以把极昧就变生昧所以第1个劫打成就是昧。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来是真空，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变完空，是不是已经又打结了所以第2个结是空。第三个我们落入凡尘，身体有觉，可是我们佛性也叫觉。各位浅显，身体的觉跟佛性觉一不一样？身体的觉是生灭佛性的觉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要研究它不一样身体的觉它一直在变化。你痛有痛的觉，失福有失福的觉，饱有饱的觉，那个觉都是生灭。可是我们佛性它都没有这一些它落入对全部没有所以那个真觉就变妄觉，就是呢这个我们下来的第3个，那回去就变第4个。然后呢再接着我们本来是一性圆明，然后变有6根，对不对那个就是那个文我们打结的那个第4个结。然后第5个就是我们落入凡尘以后所面对的所有静态净性相这个呢第5个觉就是我们已经呢起业相已经起了，有喜欢讨厌，起了取业相取舍，有取舍呢就造业了，有造业就受苦。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业系苦相，你造了业就被业系缚了，绑住了，就要受苦就是6劫。这样了解吗？就是落下来完成的时候它是颠倒了。然后我回去第1个就要先把那个动的那个结打开，动的结打开以后才能够见到静，动的结没有打开，静见不到，见不到你不会知道怎么做所以先呢把那个动，就是那个业系苦相，业系苦相你知道原因，我为什么会受这个苦各位浅显，我们眼前所受的苦怎么来的？我们自己造的，对不对？我们造的时候知不知道？都不知不觉了。现在我们研究就是要去知道我现在受这个苦是什么因形，你已经了解了了解什么因形成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第6个结业系苦相那个业系苦相就没了。
不会被业绑住了，没了，不造业了。所以啊，业系苦相已经了解以后，第6个结打开，然后呢，接着就第5个，第5个呢就是企业相。那企业相啊，我们就是了解，因为啊，我有喜欢讨厌，因为啊有起舍。那喜欢讨厌怎么来？就是我们的6根，然后对6尘产生6识，对不对？顺心的喜欢，那违逆的叫讨厌，所以就有取舍。那个呢就是第5个结。那我们把它这个已经了解说，完全都是假象，不落入喜欢，也不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我们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是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心里面作用，所以啊不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了啊，所以第5个结就打开了。然后接下来啊，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6根，那6根呢，我们都可以回到不生不灭，对不对？我们都用生灭的多了，不生不灭，我们研究以后才知道，说有6根有不生不灭，有生灭。我们有一次上课专门就讲啊，6根的生跟不生有没有？那我们生灭的就是啊，事来则应，失去则见，不是不要啦，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一样要。可是我们重点就放在不生不灭，已经呢放在不生不灭，那个第3个结啊打开了，就已经恢复，那个6根恢复到一性圆明，就已经呢打开第3个，然后啊再下来啊，那个就要我们呢就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佛性整体呈现，那么跟虚空融会一体。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觉，身体的生灭啊，我们可以看淡了。然后我们呢，已经都常住在佛性啊，常觉不迁变的，如如不动的，所以又打开第4个结。然后接着我们了解说，原来啊，我们佛性是真空，然后生花万有，那个叫妙有。真空妙有，所以万有都是佛性生花，我们可以恢复，所以恢复以后完空不见，恢复真空，第5个结打开了，然后第2个就已经去掉那个根生无明，无明为什么来？我们为什么起心动念？那个都已经了解，以后不起心动念的，全部恢复到极灭，所有生灭都已经没有了，已经尽了，没有生灭，在我们呢，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里啊，很明白呈现，第6个结又打开了。那因为有无明，我们落入凡尘，一个一个结打下来，才有6结的明。然后我们已经恢复到全部都跟佛性本体一样，6个结都打开了，那个一还要不要？这个就叫6结一往。这样有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怎么来的？我们要救入还家，怎么回去？起心动念下来，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才可以回去。这样了解吗？那因为我们用的很习惯起心动念用的很习惯，不知不觉就起心动念，所以就要先回光返照。知道自己的心呢是往外放还是往内收，容不容易啊？做起来还不习惯之前是不容易的，因为外面的造化都引诱我们精神外放。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就要呢能够割舍造化的引诱。
哦，怎么好你都不动心，这样哦，哎，你就可以啊，哦，回光返照了，哎，所以啊，哦，出流跟凡尘攀缘都当众生，你回光返照，入流照见本相，就可以成仙做佛。好，我们掌握了这个大原则，然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可以告诉自己呀、哦，这个景很好看的，一直想看。出流还是入流？啊，我们出流多呢，还是入流多？出流多了哈、啊，所以要先知道，我们先了解，先知道，原来都是出流，然后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啊，引诱我们那个目标，我们详细的去了解，是我佛性生花，然后我们佛性生花的相，我们来着迷，这样是很聪明的，是还是很笨？我们肯承认自己很笨吗？所以啊，先了解真理，真理了解以后，做起来、修起来，就会很自然，不会勉强，而且会很快乐。当你心都能够收回来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啊，烦恼减少了很多，因为心外放，烦恼增加很多。各位有发觉？我们这个跟人家争吵的时候，会不会很高兴？绝对不会了哈。所以越争吵烦恼越多了。争吵从哪里来？从住相来，住相才会争吵了。你不住相了以后啊，要不要吵？整个都空了，要不要吵？不用了。好，那个吵都没用。所以各位要自己告诉自己，吵都有用，争论没有用，都是假的，变化无常。这样以后想要吵啊，都吵不起来了，对不对？免啦，别吵那种假啦，都花精神的。所以呢，我们了解啊，说这个结啊，是我们自己打的，那要自己解开。那么由前而后啊，则疏亲有异啊，这个疏远跟亲近啊，它不一样，那么由后而前啊，则啊，出不同，现在由后呢，向前，这个粗跟细啊，不一样，若不以之啊，显示协同。假如说呢，佛不先呢，显示啊，那个结是相同，那个蝶花经只有一条，然后一绑6个结，都是同一个经啊所造，结相同，那么出经者呢，忽于疏而使无入门，就是没有这个入门的方法，你在那里没有办法。那么中途者呢，或住于细啊，而终无究竟，修不到究竟，所以就是要有分别，哪个先要亲近的，去哪个啊放在比较疏远的，这懂意思吗？这个亲近的先去实行，疏远的呢放在后面，那个呢粗跟细的啊，粗的先解决。然后细的再慢慢来，这样了解吗？像我们念头啊，这个粗念啊很容易知道，细念啊就不容易了。把粗念解决了，细念呈现的时候啊，这个一样是念头，就可以去掉了。那么起示啊，1、6啊，结同，1跟6这个结啊都是一样。正欲啊，这个始终啊解尽，开始跟结果啊，全部呢都解开，都已经没有结了，成哉呢信啊，佛语深也，就是佛在讲呢，都有深深的含义，然不直说，但是佛呢他直接讲，就是用动作，用呢这个现象让我们领悟。而乃故意啊，以积阿难啊自收，
将使音喻与想法，因为比喻啊，就对那个佛法详细的了解，是不是啊？解说的文字还是文言，还是要解说。那么佛告阿难：此宝华经啊，如此经呢，言指一条。我六顽时啊，名有六节，如观察，经体啊是同，音节啊有异，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除我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啊第六节生，五经啊欲将第六节名成第一部，把第六个节啊，把它称为是第一，可不可以？问阿难，故意的问阿难，然后阿难回答说：不也，世尊，六节若存啊，是第六美，一定呢，你达到第六门已经是第六名了，终非第一了，不是第一。纵我生啊，经历很多的的生，就是时间啊过得很久，终我立生呢，尽其明辨，我能带你给人在里边，如何令事啊六节乱明，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秩序啊打乱了。那么佛言如是，佛就给他认可了，说对，你的了解啊是正确。六节不同啊，那个六节啊，它不同时间所打成。那么行故本因啊，一经所造，它的本因啊，就是一个德华经所绑的。那么令其杂乱，终不得成，要它呢，这个乱明啊，不可以。则汝六根亦复如是，你的六根也是这样。毕竟同中啊，生毕竟异呀。为什么说毕竟同？因为我们六根啊，都会回报给异地呀，对不对？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嘴巴吃的，身体感觉触摸的，是不是都要回报给异地？所以这个叫做毕竟同啊，同，都一样啊，知道意思啊，就是啊。六根回报给异地都一样，这个一性不到。那么生毕竟异呀，就是眼睛就只有可以看，眼睛不能听，也不能嗅闻，对不对？所以就毕竟异了，有没有？毕竟同啊，你看的、听的、闻的、吃的、解的，是不是全部都回到我们异地来？都怎样？是不是毕竟同？所以毕竟同、毕竟异啊，都很明显的，佛就讲出来。这个毕竟同中生毕竟异，无赶快。那么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啊，六节不成，你一定会嫌这个六个节啦，一直啊，这个此节非彼节都一直在加嫌，厌乐啊一层。就是这古个拢已经言明了后啊，卖有迄个六根六节，那么复引何得？没有办法得到呢这一个状态。那么阿难言：此节若存，假如说这个六节都存在的话，是非啊风起，就有是非，疑中自生啊，此节非彼，彼节非此，这个不是那个，那个是这个。每个节都不同，对不对？眼睛就是眼睛啊，眼睛不能变成鼻子啊，对不对？那么如来今日啊，漏种解除啊，节若不生，则无彼此。所以啊，这个如来今日呢，把那个种全部都解除了，不要有六个节了，那个节已经呢不生了，就没有彼此了。上不明一啊，云何六云何成？一多呢没有，哪有六？那么意令当机，当机就是阿难，事物解决之法，就是呢佛要阿难呢自己领悟啊，解开结的方法，所以故意啊设问，
令其自悟。六劫假说都解开了，那么一亦不立，那个一就不再建立。此家六劫一往，各位前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比这个我们这个是一本大本的，2本都是大本的有没有比这一本详细？有比较容易了解的跟那个或者想象的都白话用讲的就好了，都完全不一样这样呢就有一个有堂看，纵然忘了再拿来看，就记得了它也可以再听MP3 CD 那么佛言佛就说六劫一往亦复是六劫一往也是这个样子，犹如无始心性狂乱。这个就是我们无始来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呢就是第一个打第一个结无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非常久了久远之前。那么知见万花，本来呢我们是佛知佛见，可是我们一有身体以后就有能知能见所知所见，这个叫知见万花，这样的意思吗？我假如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知见就不万花了所以我们修那个法门很殊胜的很快就回到了佛性本体。那么花旺不喜，我们呢花旺就是根尘相对产生六识那个叫花旺，它不熄灭了一直绵延不绝，一直延续下来。劳见花尘，我们这个劳目睛就是使眼睛疲劳，然后看到空中有花，叫劳目睛这个劳见花尘，然后说显花成像，完成的景象都是我们那个劳目，就是灯木花劳，然后才有成像，成像本来都没有了。所以佛菩萨清明眼就看到清明空，那我们众生呢一眼见空花，这样了解意思吗？一眼就是咱目睭有病要看到空中有花，就是因为我们眼睛有病看到妄象，妄象都实实在在那会讲做目睭有病。各位亲戚，这个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因为幻象它都不存在了，它是虚象、幻象、假象，不是实相。实相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在清明眼佛菩萨的眼中它都是空，可是在我们看都是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做有邪。哪一个呢？我们可以到达无邪？不用了，那个无邪不用到佛，就把那个见后跟思后了掉，就可以进入无邪，无法可学。那时候就会了解说，清明眼所看就是清明空，就是没有万象。所以各要先有一个概念，完成的所有万象都是假的，不真。不要住相我们都很容易住相对不对？要先知道它是假的，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各位就可以实验，我们住的相它已经改变了，可是我们还住在旧的相里面，为那个旧的相在烦恼，有没有？只要你稍微仔细观察，就会呈现相都改变了，我为什么都还住在以前的相？都会这样所以会了解说原来真理的角度来说，万象都不存在，都虚幻不实，变化无常。了解以后我们不住相，不住相不烦恼，
没有烦恼了，烦恼都从住相来啊。然后我们住相的有喜欢讨厌，我们不住相的喜欢讨厌也消失了，没有喜欢讨厌了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是不是解脱了？所以不是是不是要自己解脱？还是要请仙罗拜托了，仙罗把我解脱，我很痛苦。仙罗有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是自己才有办法，对不对？我们都不住相了，烦恼没有了，解脱了，是自己啦。所以研究真理重要，要彻底了解真理。如劳目睛则有狂妄。我们眼睛疲劳就看到了空中有花。以湛精明，那个湛明是佛性本体，无因乱起。就是整个呢，都是真空。哇，今嘛都变无法。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以狂恼。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世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北、西北上下，世间。一切世间所有山河大地以及生死涅槃，都是假的，都是狂恼啦。那个我们很疯狂的心心呢不守住性的颠倒花相，颠倒的花。那个经典里面的花就是花啦，所以颠倒花相。那么底下这个小的解说犹如无始心性狂，心即清净的本心，性即妙真如性。那么狂就是指无明，我们那个狂劳见发狂那个都是无明，一念妄动一念无明生三系，一念妄动乱指三系，就是业相转向的现象。那么扰乱于真净的心中，此第一结成。我们打第一个结就是这样来的。那么知见妄花者即年妄所花之知见，就是我们真心来年妄，真的不要了，要妄的年妄，然后所花的知见，就是我们落入形象有身体以后。有身体以后我们就有能知就有所知，有能见就有所见，这个都叫妄见。那我们凡人都认为真可是在真理上呢，这一些都是妄不真，因为它会变化。那么实以这个境界为言长六出的第一个叫做志向，各位都还记得吗？是有一点模糊的一念无明生三系，业相转向现象，境界为言长六出，就是志向、相继相、直取相、记名字相、取业相、乐系苦相，六个六出有没有印象？我们都一直在讲所以都这个反复一直在讲，要我们熟悉。那么这个实以相就是境界为言长六出的第一个相。见这个境界相不了心现。我们看到这个境界所有的形象，不知道呢是我们的心真心所呈现。所以不了我们的心所呈现。妄指心外实有，我们直走我们心的外面实在有，能守二句成妄，这个能跟守我们上次就有浅显问嘛，什么是四相？就是这两个字能守，能守就是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或许比喻说，从无字不容易了解，可是用笔就很快。说我能看，能看就是我相，
它一定有所看，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差别重生，我们不是只有看一个景象，看很多景象，那个叫众生相。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熟，都是四相。你有够较了解不？就会比较了解，说原来我们要挥三心，扫四相，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要有，就不会被三世摄受，没有三心了。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不分别了，不分别心，四相都是分别心啦，能熟都是分别心。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没有分别、一个绝对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呢，只要肯继续努力我们进入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堂课，对不对？这个3年已经完整的过去了，现在进入第二个3年，这个第一堂课，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有所成就了，跟3年前有没有一样？我们一定会说绝对不一样啦，对不对？虽然当时是很苦听不懂又一做，苦不苦啊？不好说。或者想象这个一节听不懂要做2个小时那个定力各位浅显，定力实在够够不够？真的够这个我们可以试验你这个全部都听不懂，你可以做2个小时很难得嘞。那个功夫训练出来的，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功夫都不知道自己这厉害，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要继续努力。能所2句成妄，全部呢都是妄，因为它分别心念念相续不断，故曰花妄不息，都是假的，它皮昧。所以相续相就是境界为缘长6出的第2个相续相那么此2个实以法执就是实以法执。那么第2、第3 2个劫已经达成了。那么劳见花成者劳虑转身这个实以直取相，境界为缘的第3个直取相。然后第4个记名字相那么这2个呢是我执，所以上面实以法执，这个实以我执。那么望见我即我所，那个我就是身心我所的是我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了解，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可是我们现在都很坚定，我所。我说我有财产我有房子有车子，那个叫我所了有我，因为有我的身心才享用我所，这样了解吗？不然文字归文字我即我所伊就咧我跟我所咧跟我无关系。可是要知道关系很密切我心，我所处的环境，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叫我所，有没有？亲切拢咱做会了现在要把我以及我所全部去掉，各位浅显不容易明明身心都在明明我生活环境过得很好怎么会没有我没有我所？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这个是短暂的现象，短暂的现象。我们纵然可以活到200岁了，那只有200年而已那我们佛性是亿万年，千千万万亿万年长存的。那这么长的1万年来，跟这个200年比较，各位想一想怎么样？是不是很短暂？这个现象很短暂所以不要住相是假的，不要住相。各位还住不住相
不敢回答哦。多多少少都有，慢要轻的好了哦，不要自的哦，跟人家吵争论的时候啊，那个都坚固的哦，那个相助哦。那么发现呢，尘劳啊有世间相哦，此即啊身心世界，所以啊后三个劫哦，后边咱拍6个干，这后边3个哦，6劫啊如处哦，这个如此历历啊可辨，可以分辨哦，次第相等，一个一个下来哦，如劳木经呢，则见狂法哦，我们眼睛疲劳，看到空有花。一称赞的空中哦，精明见中啊，无因乱起哦，那个称赞空中，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那个真空之中哦，我们非常精明哦，精啊就是佛性本体，明啊就是佛随缘之用哦，精明的见中啊，无因没有原因啊，然后乱起哦，能见所见啊，二俱成妄，全部都是妄不真哦。能见呢指心法，所见呢指色法哦。所以啊，各位，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嘛那个啊这个相中啊，把凡尘所有这法都归纳5位，然后百华，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不记得？5位啊，色华、心华、心所华。不相应法跟无为法，对不对？然后啊，色法有11个，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11个，色法11有形有相。然后心法就是我们8识啦，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就属于心法，那心所啊就51个，那51个里面又分成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然后呢这20个随烦恼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所以我们把那个5遍行就是作意，我们作意有意啊去做作意，然后触然后受跟思跟想5个5遍行，这个心所使用的方法5遍行，然后5别境就是欲望，我们的欲，然后圣解。你对什么都不犹豫，圣洁，然后念定慧5别境5个，然后善法有11个，第1个就是信，然后第2个禅，第3个愧，惭愧它分开了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然后不放逸，然后清安行舍跟不害11个，然后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6个是根本烦恼，然后有20个随烦恼比较小大的8个就是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掉了。调举，这个我们比较少用，所以或者都会解说调举，然后昏沉、不信、懈怠然后放逸然后这个思念、散乱、不正知8个，然后中的有2个无惭无愧，小的有10个愤，一个愤呢底下在一个心，然后愤。立心边呢，在一个棍，愤，然后护盖，恼懊恼，然后这个嫉妒的嫉，然后谦就是先提帕里西的感谦，然后狂，
狂啊，然后啊这个骄傲了哦，然后啊这个害，哦，所以这个五味百华哦，这个我们呢就是了解到里面把凡尘的所有啊都包含在这里面，在五味百华里面，然后24个不相应法，就是不跟色法相应，也不跟心法相应，它独立存在。哦，第一个德命根众同分异生性，然后啊无想定灭定无想报然后啊名声俱生闻声生住老无流转然后同义相应世数然后次第方住时和合不和合24个，不定法有4个，这比较少了这个悔后悔，然后呢这个睡眠然后寻找寻，然后死一个人字边在一个适应的那个死这4个，然后无为法有1个就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合则灭无为，不动无为，然后灭尽定无为跟真如无为刚好100个。五味百华，我们之前不是有画一张吗？有没有？有没有人去把它这个背下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没有捷径啊，只要你肯用心，你就会了解到完整的所有一切。那我们把它归纳，一个就是生灭，一个就是不生不灭。那生灭的我们是在生活之中都要应用，不生不灭是一个根本。那我们都了解，然后也知道外相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呢，不会迷失啦。不会迷失啊，我们就可以返回到原来的根本。所以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最重要相信自己生不灭的佛性。相信各位3年一过了都有了，对不对？这个以前或者那个小时候都有那个徒弟跟师父3年叫做满师啦，讲都出师各位今年出师没？还要再补还要再接再厉这个呢毕竟是不容易的因为或许是蛮长的时间摸索所以才会对所有一些修道的过程，它的里面的内容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有深入研究所以才能够很详细的把它说出来那也就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就是不甘愿说带到土里面假如说气不来不是全部都没了吗？那就很可惜不在我咧学遐久所以要赶快讲给大家听是不是不一样？那或许在想说那个从13岁直到这个43岁10年的时间那个是最痛苦的时候了。为什么？一方面呢就是不了解，一方面没有人问，一方面生活以前的生活没有像在这么富裕有时候都过得很困难所以都是在那一种磨练这个真的是困而后知受那个累，然后才知道答案很不容易。可是一知道以后自己就一直笑自己很笨
或许不是讲嘛，30年得到个字啊，那个是30年，有功吗？告功，真的没有人可以问的哦，所以或者鼓励哈，有疑啊一定要问，疑就是结啦，啊你没有问啊，那个结没有打开哦，绝对不成，修不成，被那个结卡住了，你结一打开了哦，就通达，所以道哦是通达，没有阻上。一个3点水在一个带那个字啊，我们没有那个字啊，道没有那个字，啊说一定要通达，通达才少，说一定都要通达，先在心里面通达，我们的作为就通达，然后到达目标就通达，所以一定要问啊，唔让它见小。我们都很好嘞，有人可以问，对不对？对。像以前啊，或者都记得一次哦，特地啊跑到那个西竹梳头山啊，因为上面那个山上啊都是那个修道人，是那个和尚尼姑啊，智就是和尚，安呢就是尼姑，我都去问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都还记得，为什么佛制定戒律啊？其实不超过7家，天人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啊，就是其就是求，那我们7家就是7口，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嘴巴7口，要请他回来啊。是不是回光返照？那我们很多浅显就会讲，塞这么的祈求，甲命令就好啊。被浅显，命令啊，他会不会变化？遐乖就好啊。一定要祈求啦。眼睛啊，你不要看，你回来。这个时候啊，或者在想。你看到你正喜欢的你说眼睛啊，你不要看，你回来。真的是那个斩撩啊，斩断，那好像简单呢，对不对？所以你培养的认识真理那个就简单了。你不认识真理你会被相迷惑，相一迷惑你心一定外放，没有办法收回来。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实际啊去做，去实验，看看我们的心啊到底有多强，那个生灭的心啊有多强，不生不灭的心啊，它沉淀的有多深，然后我们慢慢发现，知道了。知道就会改变啦，那个不生不灭会慢慢呈现，然后生命它的力道会减弱，这样越修就越得心应手，一如意了，这个别人没办法帮忙啊，而且不会说明天早上睡起来全部记住了，不可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没做就是没做，你做了会就是会，不会用去的，所以啊，我们这个了解说，在凡尘啊，一切都是假不真，真的就只有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我们那里切切实实啊，就是感受到它存在，有没有？一定要信，所以你看那个儒家讲啊，仁义礼智信。信机中统事端兼万善，有没有？信啊，就是相信，不是相信外面相信里面，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定你要相信信。你有这个信了以后发挥出来的力道啊，就强，就很强。你信不够的话，干嘛呢？力道都无样。
不见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集中，我们的这个易经里面啊有那个没在其中，那个中啊，就是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仁义礼智，仁都是东，施以清，五脏六腑施以肝，然后啊机呢施以火，施以白，施以义，然后啊南施以佛，红色的佛，然后啊北啊施以黑，施以水，然后信，就在中集中。这个统四端的义礼智，皆万善，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我们都一直讲道源，道的根源是信，所以佛法很深，唯信能入，有没有？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佛性要有很深的信心。那么劳木经比喻从真起妄。那么净言比喻妙心，就是我们那个真心。那么花劳比喻无明。那么狂华比喻这个十界，10个法界就是狂华。生死涅盘染净的境界这个生死涅盘染跟净那个境界，以涅盘生死等空华，涅盘跟生死平等，都是空中的花。湛精明比喻真理真智，那个湛精明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以及呢佛性本体发挥的般若妙智慧真智。一念未动以前我们一念呢还没有动之前，为真智造真理，都是真智造真理，本来呢无一物，都无啦，下面的都无。那一念既动6劫失起，一念动了以后6个劫就打上来了。五阴记住，色想行识就已经记住了。一切世间山河大地即无6两个劫，这个生死有生根呢，方有生死，就是呢当第4个劫。那么以上今实以界内，人子的范围，是我执那么涅盘呢是以界外，法执的范围。那么此当呢第3跟第2两个劫，皆即狂劳。狂劳呢指无明业相，就属于第1个劫。此呢世出世间，出世间以及我们世间，皆是从真起妄，一念呢颠倒所起之法相，就是我们一念颠倒所起来的花。6劫生起乃从1至6，那么指约觉持乃从6至1，就是要反过来。那么阿难呢他又问，那么此劳同觉因何解除？这呢6个劫要怎么解开？那么此劳就指狂劳，颠倒所之法相，就是呢那个劳。那么由1至6同名为劫，自当呢解除。那么同劫2个字与有伦类那个秩序的义理在，但为知呢因何解除的方法。这个阿难问释迦牟尼佛。那么如来以手将手结金偏牵其走，问阿难言：如是解不？阿难就看袂使，那边我多好，拢伫一手的无法度，拢不也是真。那佛呢咸护以手。这个偏牵右边即嘛倒边无法度透，摕过来正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一直看，安尼嘛无法度，讲不也是真。
那佛告阿难：五经以手啊，左右各牵，竟不能也。拢袂当透开。如设方便，你即马想看卖？你设计咧方便，云何解成？要安那个透会开？阿难白佛：世尊，当以决心，伫迄个家的迄个中心结集分散，迄个透开啊！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对啊，甲应可啦。讲你安尼就对，你安尼想就对。若欲解除呢，当以决心。那么左右啊，比喻啊，空跟有两边不能啊解决你着有也不能，着空也不能那么佛引佛呢就是啊，要引我们进入啊悟中道，才能够解开决心啊，就虽啊比喻中道，难非呢兼比啊空有合成的中道，亦非离比啊空有别立中道。乃是呢，物质根性，体自在而无序。我们的体呀，佛性本体自在，没有虚无，无八解。本不实于有，不迷为有而已，更不劳以啊观空破有。所以不实于空。把此根性啊，用呢片现而互融，互相呢能够圆融。本是不是空？不回为空而已。那么既不执有，亦不观空，双超啊空有之中，那个就是决心。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啊，非起世间和的出相。如来发明啊，是知是法，知其本因，随所言之啊。从根解决啊，直至成佛之法。那么此意呢，从因缘而生，唯是此种因缘是微细不循着外界，但呢反照内心，举以缘暂不生灭性为因，次第解决修正为缘，复本心缘，恢复到本来的心缘，究竟清净，非取世间呢四大和所有风土发明之变化相。这出因缘不是那样。如来发明之下显佛语可信佛讲的话呢可以相信世间呢六凡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那个染法出世间呢四圣净法就是佛菩萨、必佛跟阿罗汉四圣，皆不出因缘，全部也都是因缘。那么世间法以业世中呢，既有种子为因，世俗呢都是故世累世所造的善恶业这个行为为缘，出世法呢以自性本具无漏种为因，今生所修为缘，如来一一知其本有之因，各随所欲之缘，出生呢染净十界之法，这个染法，就是呢六道轮回，然后四圣就是呢那个我们这讲的合起来十界之法，此即随心意量寻业发现而已。六凡即六道，四圣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跟如是乃至佛又讲恒沙界位一滴之雨，一枝头数落雨落几点雨，有拢知影啦。谢谢，咱落一解雨，你落几点？那佛知道那个一之雨都知道它数目。那么现前显现在眼前种种那个松树为什么会直的那个锯为什么会曲然后湖为什么会白，乌为什么会玄就是黑啦皆了缘由，都知道他们的原因。如是乃至情与无情，情就是真，无情呢就是植物那一些呢没有情事微细的别相
即横沙界外甚远之处，天上手下一滴一滴之雨，一知呢四目都知道它多少。哦，现前种种的植物，哦，松何以煮？哦，那个荠何以取？哦，荆棘啊，为什么那弯弯块块？哦，几山的该语啊，就是几两个，然后包含所有的植物以及动物。哦，那个虎何以生来是白？哦，那乌何以生来是黑？各位浅浅，乌生来就乌的。哦，一一皆知各命由序哦，它的那个因什么因形成？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漏除成相之美。哦，根结除开的话，哦，那个成相就没有了。诸妄消亡，所有的妄都亡了，不增何待？所以我们那个万年放下，那个就是妄。诸妄已经都放下了，那不增何待？哦，就是一定增增会呈现。佛智严照法界，无法不知哦，所有的法都知道。则所说呢，解结之法，绝不差谬。哦，所许起正之事绝不转误。哦，绝对不会有错误的地方。初心下手心无二用，力呢当专一，故须选择圆通之圆根，依之解决。六根漏除成相鲜美，希望意志消亡。忘尽真诚，唯一结待，没有对待的那个真心就呈现。何难五经问汝之结波罗经六劫现前，同时解营得同处不？同时要把它打开，可以同时吗？何难回答说：不为是真，是劫本已次第完生。进入呢，当需次第而解。打的时候一个一个打，现在要解开呢，也一样要一个一个解开。六劫同体，劫不同时，则解结呢时允何同处？那么如来呢，故问阿难，引悟次第，就是要他了解那个次第，按照呢一个一个来。以免后人迷误后来的人不知道这个次第就是解开那个结，一定要一个一个。然后我们修的时候也要抓住应该努力的地方要努力然后呢先搁着的地方先把它搁着不能颠倒，颠倒的话没有效果。解结时依悉住地而解解结一样一个一个解开。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之结这个佛的这个经文都很短，可是它里面的意思却很多啦因为已经得到那个我执空了所以先得人空人空就是我空了。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我执都很厉害，我执那我执又有分别我执，又有这个寄生我执，有分别有寄生。那分别容易去掉，寄生的与生俱来就不容易。那同时都要去掉不管分别不管寄生呢，都要同时都要去掉。所以此根吃解了以后先得到呢我空，空性圆明这个空性圆明了以后那个法法执才去掉了。那法执一样，有分别法执跟有寄生法执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去掉这两个我执跟法执。我执没有，法执没有，就容易成就。所以成法解脱就已经呢全部这个都已经呢佛法能够解脱，解脱法语具空不生那个空不空全部都不生了。
那么此正显这个显示啊，根觉俱解那个根呢跟觉全部都解开。当下呢即是自性真定，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性真定。此定呢即大佛顶，首楞严网，如幻呢三摩体坛子超无学。那么均阿难呢于欲已经知就是在比喻方面已经知道。那么此地不可逾越佛即印证之曰欲即如是次第解决可以还经六劫六根解决之法亦复如是，也是一样。那么此根之解先得人空经文只有8个，可是里面它含义就蛮多了此按呢逆流解决的次第，以此根中呢先解开3个结，尘就亡，根呢就尽所以根结已经开，一根解除，其余5根3结都全部解除。所谓一结就一切结这2个结离尘破我执分别得以吃果期。第3节尽根破我寄生那个寄生我执较拍破所以解开第3节以后才破所以我了解说吃完根尽那个尘网就是动，那个动静2个结尘那个根呢右根就是我们的那个文那个是第3个结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妄觉跟知觉第4个所以一个一个呢都一直解开解开以后一解开了很容易一个一个一直解开。所以破这个俱生我执就以4果已经呢起，4果就是阿罗汉吃果须陀洹2果呢斯陀含，3果阿那含，4果呢就是阿罗汉所以已经跟阿罗汉相等齐，得证呢我空之理人空呢就是我空，3空之中此空积浅，故曰先得人空，即解劳见发尘那个劳见发尘都已经解开了。根尘3个结而诸分段生死这个3结都解开以后分段生死就没有了，不用落入凡尘这个生没有生就没有死，所以分段生死没有。那空性圆明成法解脱，那么此中呢含有2个觉，那前虽得到呢人空，还没有得到法空空性还没有到圆明法执还没有舍掉。若能呢宣记自爱，我们智慧产生的非常喜欢这个智慧，那个叫自爱破法执分别解一个结，再舍离爱破法执的寄生，寄生法执就是离爱。我们非常爱真理那个各位先生就可以了解很细的这丢那拢要它破掉无破掉未成就啦所以还是一样要破除掉又解开一个结，则空性而圆明空性圆明，便呢成法解脱。那么反观涅盘亦复如幻这个时候来看涅盘也一样呢好像幻。那么此劫这个知见忘花，花忘不喜都没有那个忘花之见了就熄灭那个妄见不住出世涅盘就已经呢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了。那么解脱法语具空不生破法执，不为法服不给这个法绑住了，此即正人空法空这2个空。那么今既都不住了，既空之境亦复不生那个不人空法空那个具空拢无解除最初的第1个就是所有微细的生灭都全部灭
没有了，没有生灭啊，即没有现前，即没现前啊，就已经解6个结了。那么此即啊，解心性狂乱，就是我们一念妄动，而尽啊狂扰颠倒，滑相已经尽了，没有了，没有那个颠倒滑相。这名菩萨呢，从三摩地啊得无生忍，于三界的内外啊，不见有少华的生灭，就是没有一点点华生，没有一点点华灭都没有，没有那个生灭之相。迷者见法实有，迷昧的讲法，拢是在有。那么修正一直到这个地步啊，根也尽解了，都全部解开，三摩啊正定啊已经进入，妙心啊已经领悟，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都已经领悟，道眼啊已开，见道之眼啊都已经打开了，故见之法无生，看到所有万法都没有生，好像前面啊有讲，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以其啊自己住的三摩地中，见啊以见言，并所想象，如虚空法本无所有，本来都没有的，不止生死染华犹如空华，即涅盘净华亦复如是，也是一样，空中的花。那么空华比喻啊无生之意，就是没有生。那么如此之理呀，人可印定于心，就是啊无生华忍。那个人啊，就是人可印定于心，就安住不动，已经安住不动了，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明得生忍，就是无生华忍。那么阿难呢，及诸大众啊，摩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这慧觉啊，就是呢照根性的妙智，那个般若妙智，圆通就是正法忍啊，妙理，那个法忍，已经安置在妙法里面的妙理里面，所以为之修亲证啊，今已决定明了，得无疑惑。也没有疑惑了。一时合掌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等今日啊，身心皎然，快得无碍。皎然即心目开明。前佛说呢，破妄显真，那个时候啊，阿难细数领悟啊，说身心荡然。然后呢，讲第二个无生无碍周的时候啊，那细数领悟啊，就是心意平安。那么经教呢，从根呢解决就讲身心皎然，快得无碍。快呢就是畅快，就是没有障碍，明白通达，所以得到无碍。那么虽啊悟知16亡意啊，1跟6已经不要用了，消失了。然犹未达呢，圆通本根。虽复2个字啊，亦以此意啊，虽复悟之，然犹未能了达圆通本根，无从呢这个起修。虽然知道没有利益，自真我辈飘零，机节孤露，何心何虑啊？忆佛天伦，如师汝儿啊，呼祖母。这个我辈是阿难只有学一类，就是比较程度低的，漂流生死啊，领漏之趣，就是6道里面那个趣啊，趣往，那个6趣啊，就是6道。那么机节孤露，过去啊，历劫之久，已经呢，叫故为故啊，犹如孤儿，无依啊，无靠，而亦呢，露宿，就是在外面啊。拢无一块通看头啊！未堕恶趣呀，以时可幸啊！不落入三恶道啊，已经很万幸了。何敢惜之啊？念虑忆佛天人跟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是堂兄弟，父子兄弟啊，以天合者曰天伦，君臣朋友以欲合者啊曰人伦。天人跟人伦不同。
阿难呢为佛的堂弟，得遇佛之天伦，那么此更呢可庆幸，久在飘零，未沾华乳，命呢若闲丝啊，好像这个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发一根那个丝啊，去洗的，很快断了就摔死了。那么今呢饱餐华乳，则慧命啊可取。就是我们那个佛性呢，就可以延续，如遇啊慈母，好像遇到这个慈母一样。若复因此啊忌讳道成，各位浅显，这个到这个地方啊，若复因此啊忌道成，这个就是一段，然后底下所得密言，还同本路啊，则与未闻无有差别，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不要把它连贯，一连贯那个啊，整个意思都出不来。前两句啊跟后四句啊，意思全部不同。若复因此啊忌讳道成，就是讲这么啊好运啊，今嘛有法度安尼听到这好来修都成道啊，就很庆幸。可是底下呢，讲我若无做以前所得的密语以及啊。我领悟了很多，那么跟呢没有闻啊，没有差别，就是你领悟了没有做，这样了解意思嘛？它两个上面两句跟下面四句啊意思相反，那假如说你把它连起来看意思就全部消失了，拢无去啊，那个因缘际会那个道成啊，那个意思出不来。所以一定要分两个地方看。前面的这两句啊，是说果能依照佛的教来修习啊，那么道果啊就可以完成，不负所欲啊，所遇到这么幸运这个很感到很庆幸。那后面呢，这个所得密言呢，这个讲密言就是佛不常开言之法。密言秘密，若还同往昔啊，不加行证，则与未闻啊，无有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是不是很差别大？一定就是要知道了。所以或者说还是看这个详细说的好，比较不会说那个意思不容易出来。那么唯垂大悲会有密言。成就如来呢，最后开始，作是语语啊，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啊，佛明寿，所以这一边呢，又是这个阿难呢，希望佛呢，不用明讲的，用呢这个暗中告诉他，唯愿如来垂大悲心，会施我等啊，密严净之法。就是那个修持的最高法门，如来不肯明言是秘密，了义修正非着相之修，故严净所以严净就是不着相之修。那么佛前面要阿难心中呢详细来选择，那么阿难呢无会就详细选择。这是阿难慈悲啦，他故意示现，讲我不地位通算，唔知要用到哪一个根来修，是要这个佛来这个明确的告诉我们。那么求佛开示啊，那么佛肯分明指示，则成如来最后的开示。最后者即究竟开示之前功，就是已经拢知影啦，剩一点点剩最后一个关卡，希望我能够呢，把那个最后的关卡也讲出来，退归本位啊，常诸心，莫倒忘佛明寿，那么所以义请，就是在义里面请佛就是不要讲答案，希望用那个秘密的告诉他就好。义不必显说，明显的来说，而佛应其密情，故不自说，自己讲，然后呢，出25正呢，各说法门，
他自己没有收了，然后呢，就希望那已经有修的讲出他们的因地心呐，让阿难呢，了解啊，要怎么样选择。而十世尊呢，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这个成就都很高。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就是问那个最初发心，悟18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这个尔时即是阿难疫情之时知其但求民受，故不显说。那么普告会中呢，从佛口身，从法化身，得成无学之位。这个从佛一直讲，然后去做，然后成佛了，那个叫佛口身。然后从佛法去修，然后变化了，成就了，那个从法化身，得成无学。就已经见后思后都已经去掉了。那么佛不问个人所证，不问他们证，但问最初发心。最初发心发什么心？以因地心为起修之根本。那个因地心很重要。悟18界谁为圆通？而不言7大，因为25里面还兼备7大。所有风土空见识加起来才25。那么以所有这个风大空何以6尘？见何以6根？识何以6识？所以问这个18界25门皆在其中。全部都已经包含了。那问谁为圆通？此是一义。又问从何法为最下手起修之方便然后得入三摩地此又是一义。25门遍该之法，就是25门把所有我们修道会成道成佛的全部包含，头头是道，法法皆通。故知圣依之而修皆正圆通，全部都可以。归元无二，归到本源没有2个啦，都一样。方便多门，这个方便的修持有很多法门都可以到达。那么因地依修之法，亲证实道，非空台无验。不是讲空白话，都是有实际的那个证验。我们还剩下个15分钟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吗？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懂？有很乱。会吗？你把很乱不要管它。那个很乱的言放下。好，请说。好。老师说，我们现在心理心法进入第2阶段，然后要求我一天要至少1小时让你放下来。可是很多浅显反映说，我一定要跑出1个小时才可以。所以比如说他要断，他或许是想叫有讲师说，有讲师在说我们放下一念一生的时候，坐着、站着、躺着，有没有比较重点的地方？就有时候坐着你要换你放下，几乎坐就会倒下去。那有没有比较要点的地方？在有讲师说坐着、站着或者躺着做公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便要点的地方教导？好，请坐。各位先生，这个法门重点是在心在我们的心。不管你是用什么姿势你走路也可以坐着也可以，你躺着也可以，怎么样做都可以没有固定说要怎么样做。那个有固定怎么样做就会很拘束不活泼了。
然后我们万缘放下，它的重点呢，就是在万缘全部能够放下。你说我心很乱呢，这个是缘。你放下，你把很乱的那个心放下。乱在哪里呀？乱在哪？在心，对不对？心很乱嘛，你放下了，还乱不乱？会不会？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了。老师慈悲就是要大家实际见到功效。那你肯做的话，我们要了解到之前就讲，司机而现，淹没而雷神，神动而天水。那个时候只有讲不解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程度都还不够。那现在已经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做久了。我们刚开头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要先了解佛性的后，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先了解。那个一个起头下手开始修，能够了解佛性的状态、轮廓，然后你又继续走，它会累积。我们会把凡尘的这一些假象、假事全部看淡，没有了，看淡不看重。把这个佛性的本理看重。那看重了以后，我们会慢慢的一直深入了以后，我们的般若的妙智慧它会呈现。呈现的时候应对自来则应，失去则静。怎么应对佛性会告诉你。你做呢也就会刚恰到好处，刚好。所以要了解说，做的时候不管什么姿势重点是在你的心。你做得非常端正可是你胡思乱想，那有没有万缘放下？没有那你众人很忙那你都呢？各位前专一就是道。你很忙的时候你就专心在你忙的手上的事，那已经没有恶心了，那就是道。那个也已经不攀缘。那你假如说一方面做事，一方面又在想，那就攀缘了，那就不是万缘放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可以行至周都在做。只是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选择说我现在有空是几分钟，你几分钟就做几分钟那个不局限老师说一定要做1个小时是给各位规范，你不做过功夫，做的功夫是这样的啦，老师慈悲啦，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10分钟，好，请说。我想请问，真理的觉跟佛性的觉差别在哪？那个真理的觉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真理佛性的觉它是相通的，是一样的，只是文字不同，它是讲同样的东西。不是差别很小吗？是你的分别心。那小孩子就是说，当膀胱现前的时候，当下的第一就是真的吗？因为要了解到这个第一义我们有时候是循循善诱，他还没有到达第一义，可是他很努力在做，那我们鼓励他，对，就是这样，对。可是不是啦，那个是一种让你那个动力还在，让你努力去做。你越做越熟悉以后，你自己会发现不是这样。这样才是一个最上乘的一个修的方法。那假如说不对，你的心都冷了，想再修都没力了，那个就不会教了。所以我们要讲，对，就这样，对，你那个第一个就是第一义。各位就是要看什么？切经概念，那个第一义佛系解说，第一义者是自证者圣智。答案那个就正确，
可是我们在平常在讲的时候啊，你不要用那个一直死板板的，一定要这样啊，可以啊，循循善诱。对对对，就是这样，让他努力去做。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熟悉了以后啊，他不会懈怠，不会冷淡，那就好了啊，他会得到答案啊。还有没有？好，请说。有讲师那个，因为有讲师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其实讲得很清楚，可是有部分浅显反应回来，他们听起来是很模糊。所以是可以请教刘讲师在讲述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让你像今天讲课这样子？那到最后有一段时间说，其实这一段是佛告诉他那怎样用比较更白话的方式，因为刘讲师在讲述，刘讲师立场是很白话，是在有些浅显的立场，他觉得会蛮有业的。所以能不能说一段完的时候说，我们最后用那一段，其实这一段阿难请教我怎样，这一段是我告诉阿难怎样，让大家会记得这样子去了解这一段的意思。好，请坐。因为或许这个就是一直都投入在这个经典他都会觉得真的都是很白话。那因为我们要详细说啊。说过头了会画蛇添足，知道吗？那个到后来会得不偿失。你慢慢领悟出来的跟我们按详细讲我别讲慢慢领悟出来的重要。你详细收集了解到后来你会厌恶。为什么？没价值。所以为什么会不采用？就是因为有一些加油添醋丧失它本意不是原来那个意思。所以现在看很多的一些注解我说这个不是佛的意思，所以我说不用。可是我们可以按照现在这样讲我都有各位提问的时间你可以问你不知道不了解，你可以问你问我就说，角度很宽；你不问就不讲，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唔捌佮唔问，要听到什么时阵才会捌？唔通惊歹势啦，无迄个歹势。但理不出来，大家都很说，我冇这个问题咧，我无收到，这样所以你问没关系，提问，我知道了，我会跟你讲，我不知道，我知道马上就说。还有没有？还有5分钟。好，请说。好，较大声。好，请说。说我们拜法师那个庙也是有师有那个然后不然拜我经常讲对法师这个那个我哪有法师这个是讲某法师人家有领域的他们先讲是，我的工作你不要拿这种明白，我有乖就导师工作的明白好，请坐。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现在因为都是上天大海普渡了，那这个万教齐兴都很兴盛。那很多的一些宫庙他们也都想这个行功这个积德。那他们的方法呢也一样，就是借着那个仙佛的那个力量来成全众生。那我们了解说现在很多修正的是一些这个
先进者啊，他没有落入凡尘大帮助到。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先天拜济公老师，为什么后天的庙也有啊？或许不是讲我们已经成道了以后啊，可以千百亿化身，对不对？可以化身千百亿化身，然后啊，佛会应着众生的那个需要，不会说固定的，要看我们追求的方向。你都就爱签呢，那佛就会也会利用你们那个心啊，给你们一个答案，看你们能不能够在这个被签的那个过程里面，或是有签到无签到啊，还去领悟一些真理。所以那个也是佛用的一种法，法有84000法门，都是可以用。所以你不要固定啊，你不要看成变成一个固定，千变万化的，完全是都是假的。只要能够引导众生行善就好，这样了解吗？只要引导众生能够行善，那都是善法。能够因为众生的累积我们要了解能够坐在这边听上乘佛法，那绝对不简单了。你要一般人进来，他坐得住吗？这掉了，为什么？没有根基没有那个缘分。所以佛门虽宽不度无缘之人。虽然很宽广，你无缘那都不度啊？为什么不度？你唔听跟你讲你唔做是不是这样？我们老师也是一样不见得说所有众生都要听佛老师的话，听不听？很多都不听妈尼东方忽然都有听到有讲但是你都不落入内心不想做，他讲他的，我做我的，很多都这样那仙佛要怎么办？很无奈所以只有求我们自己发心，自己去追求，自己研究，这样的才是一个根本。那假如说你一直都依赖外力的话，最后你也会被外力勾倒。这样了解意思吗？时间到了，下课。慧学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慧学机会分享。我们这个讲到127页。可以找到没有？有这个127，这个释迦牟尼佛呢知道阿难希望佛这个嘉养这个民寿，就是暗中告诉他要怎么样修持，那佛呢就应着阿难的请求，然后就这个讲。说这个知大菩萨及知若即大阿罗汉，就是都程度算是都蛮高的如等这个菩萨及阿罗汉生活法中呢，得成无学。古今问最初发心，问那个最初的发心，悟这个18界。所以这个6根、6尘、6识，3618界，然后再加呢这个7大所有空图空见识，总共有25门的修持方法。这个佛呢就要他们
这个最初发心啊，怎么样来修？希望他们各个说出来，就应阿难的请求啊，不是佛自己说。那么随为圆通，从何方便啊？入三摩地，悟18戒了以后啊，那么谁能够修正到圆通？怎么样的法门？从何方便？方便法门啊，进入正定，三摩地啊，就是正定。那么尔时即阿难呢，疫前啊，那个疫前，这个时候知其但求民受，就是这个暗中呢教他，不显说，不明显的说。那么普告呢？佛释迦牟尼佛普告会中，从佛这个讲经说法，然后修成就叫从佛口生。那么从法化身，从这个法，然后修持成就了，就是从法化身，得成无学之位。我们就是了解到能够弃掉见惑跟思惑。弃掉见惑就是叫戒到位；弃掉思惑就叫修到位。然后见思惑都已经弃尽了，就叫无学位。无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无学的程度无法可学，就已经没有法持了，算已经蛮高的程度。那佛不问个人所证，但问最初的发心，以因地心为起修的根本。这个因地心之前我们都一直在强调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个用不生不灭的心叫做因地心。那个因地心非常重要。假如说因地这个不真，那果遭迂曲，就不会成就。所以因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来修。那悟18戒所有圆通，而不言七大。随后风土空见识七大。以随后风土空这5个这个合在6尘之中。6尘色声香味触法6尘。那么见就合以6根。眼耳鼻舌身意6根。那么视合以6识。就是我们的一样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识。就是合以这个6识。所以所有风土空界识全部都在这个6根6尘6识之中。则问18戒25门的修持方法也在其中。那么悟随为圆通此是一义一个意思。又问从何法为最初所起修之方便。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入手，怎么样修，有一个入手的地方所在。然后得入三摩地。三摩地叫做正定。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正定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这个很重要。从佛性里的那个正定不容易破坏。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打坐完成这个打坐修来的正定很快被现象破坏。那么此又是一义所以言之一义。然后得入正定又是一义。那么25门这个遍该之法，就是遍所有的万法，头头是道，法法皆通。故知圣依之而修，皆圣圆通。
按照呢这一些法来修啊，都可以证悟啊圆通哦，归元啊无二哦，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本来啊哦，就是没有两样。那方便有多门，修持的方便哦，方法很多，从哪一门修啊哦都可以。那么因地啊哦，依修之法，亲证实道哦，非空谈啊无厌，就是啊都是真正的哦有修正了以后才讲哦，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哦这一些讲出来的就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它都有哦真正成就。哦，那么开始哦就讲啊那个啊乔成呐哦无比，就是呢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从这个城中呢从宫中逃出去修道，然后啊他的父亲净饭王呢就派这5个去追太子回来。结果太子不回来，他们5个也不敢回来，就呢在这个基岩及鹿苑2个地方在那边修道，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在鹿苑那个就是一个修道的地方所在即以机缘就2个地方那么关键如来最初成所以他们就是本来呢就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在修了，一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接受那个羊乳，那个时候这个五比丘有一点失望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自己去找地方修，就是找鹿苑的跟居延。那么以佛的因身呢，悟明四谛。本来我们就了解说，应该是要从这个因为从这边是用声音摆在最前面，然后这个耳根圆通摆在最后面，一个头一个尾。本来呢是色要摆在对，色声香味触法，现在用那个声摆在这个第一位就是跟呢这个后面的耳圆通有那个关系各位拿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民国85年所写的所以看这个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写每一句都有解说了，不像呢我们那一本这个后来写很多都没有，就只有讲原文能够呢这个每句解说的话，对我们帮助会比较大这个居延就是往昔因为有野火烧了那个树林，那么林中有这个雉鸡以它的这个羽毛来这个治水以救其本用羽毛这个治水那个水都一点点而已啦这样子呢就感动这个山神。那个山神就问这个雉鸡你这个羽毛治水只有一点点，怎么能够扑灭这个这么大的火？他说这个倒是很重要的观念他说这个是我生长的地方然后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去做。那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把这个野火扑灭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做的话，那我疑心有亏了所以一定要做。虽然知道说他的那个羽毛治水来扑灭大火不可能，可是他说我一定要做这样呢才对得起我的那个良心。我住在这个地方，我都不去照顾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成不成另外一回事，我们有没有心去做啊，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啊，这个刺激啊，感动三神，三神就帮助啊，帮耶和普美。那么因是啊，命名，才呢把这个地方叫做居延，命名。那么其地啊，中陵，依此地呢来修的话，道业啊很容易啊成就。吴比丘有在此啊，有在鹿苑，那个鹿苑也是一个中陵地修，很好的地方。所以啊，我们这个修道者啊，都会找那个很有灵气的地方修啊，那个对修道的帮助啊，很大。所以啊，各位浅浅，我们讲说这个啊，到一个有山啊，有水，那你看到那个山的那个树啊，非常茂盛，表示那个地啊不错。那假如说山都没有树啊，光秃秃的一些草野草那表示那个山啊没有灵气。那假如说又会吃柚就是白云啊，从山出白云那个啊那个地又更理想。所以这个就讲我们修的时候找一些那个地啊比较中灵那个地方来帮助我们修道那个帮很大。那么两个地方鹿苑啊跟居延同时呢都讲出来。而乔城那就是歌利王转世了因为歌利王在这个打猎时候带他的那一些宫女宫女都跑去听那个释迦牟尼佛前身在修道的时候然后在那边打坐宫女都去听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讲道。然后歌利王后来看到以后就很生气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前身这个解假肢解，就是把它弄仙姑改分析分尸了各位都知道这个典故嘛知不知道？都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有发愿说成佛的时候一定呢要先度他就是度这个歌利王歌利王来转就是乔存那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来就成那个喜诺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愿力去做所以故佛依愿成佛的时候说法度生就先呢度这个乔存那。吴比丘呢最这个亲近佛虽佛呢有先说呢万法庄严就是华严经，但呢这个吴比丘未能会意就是把佛成道的成佛的那个种种原因全部都和盘托出来成了以后全部讲，那因为太深了都没人听有啦，所以就引大呢现小，把那个大乘佛法就引了不讲了讲这个小乘佛法那个阿含经。那阿含经有4个阿含都是要成就我们众生的一些根基我们修了以后有根基呢修道就容易。那么四谛法呢，就是苦集灭道苦是生死的苦果先讲果，然后再讲因那个集就是因。那么苦就是我们在凡尘的这个受苦那个就在生死里面是受苦，它有逼迫性。然后那个原因为什么会受苦？原因就是集就是收集我们这个粉都造出来的业那个业是从烦恼而来所以集是烦恼的苦因那个苦生死的苦果
那己啊有那个招感性，那灭就是涅盘的很快乐的果那个果报，为可证性啊那道苦集灭道的道就是诸事的乐因，很快乐的原因，为可修性。那么佛借着这个音声啊来做佛事，就是借着语言音声来做佛事。那无比丘呢，于音声啊而得开解，从佛讲的那个内容啊，然后能够心开了解，因为六尘应该色积熟，那么现在呢以声音来积熟，然后最后面呢以耳根垫后，因为我们此方就是娑婆世界这个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这个别对阿难他的那个机眼，所以先讲这个一声。那么佛问比丘，我出生解，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妙音密语，我于音声都含。所以从音声呢然后修成阿罗汉，这个呢就是细数这个悟言得正，细数能够领悟那个圆融的道理，然后证悟佛性。阿耨多我们呢中文叫做最初解，最初了解，所解就是佛微妙的法音，所了解就是佛很微妙的法音。那么音之所以这个称妙，悟这个生成，就是我们声音就是六尘之一，乃是这个衍生之法。那么其相虽妄，这个音声的相就是妄，可是其性恒真，它的性就是全部都是真，为妙觉明体。妙觉明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相音声的相是衍生之法，那音声的性就是妙觉明体。这样了解吗？文字不多了，意思有淡薄较深的啦来了解。相跟性它分开讲，相是妄，性是真。所以我们的了解就是依真的性，妙觉明体。那其体秘密，为什么秘密？因为无形无相。我们那个音声之体妙觉明体，无形无相。可是其用周远，用出来周遍圆满，所以照遍整个法界，整个虚空界全部都能够照遍。以其音声为本修音，悟明真理得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从音声悟入。这个是一个修持的方法。那我们也是一样各位这个25门的修持方法都呢提供给我们，看看我们比较呢这个喜欢哪一个修持方法都可以采用所以并没有说固定要用哪一个，但是最重要就是要一门深入。就是要从一门然后做到有功效。袂使讲这个做咧较棒咧，过来做迄个做咧较棒咧，做了很久，结果没有成就，一事无成。所以从这个音声修道，就是了解音声相是妄，可是性是真。音声的性是我们妙觉明体，所以依妙觉明体来修持，就可以得阿罗汉。
了解吗？对。那么佛问呢圆通，如我所证啊，因生为上，此解答圆通呢，从生成啊，得证，就是从那生成六尘之一啊，那个生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从生成啊，得证。那么接着第二个优波尼沙陀即从呢这个咒语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亦呢观佛最初啊成道，就是啊能够呢这个亲近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能够观到呢最初成道的那个状态。那么观呢不净相，就是观身不净啊，那个不净相，生大厌离。物之色性啊，已从不净，白骨啊为尘，归于虚空，空色啊二无，成无学道，一样啊，就是成无学，这个遇佛很早，所以能够呢这个观佛最初啊成道，遇佛分早才能够了解。那么观不净相乃思念处啊，之一，就是观身不净。那么优波尼沙陀啊，虽然这个根啊，很利，就是啊，根基很好，可是呢，他呢性啊，多呢这个贪欲，就是很喜欢呐，男女之间做爱啦，那个贪欲啊，就是男女做爱，烦恼障很重，所以佛呢教他呢修啊不净观来对治，不净观，他很喜欢这个女生，所以啊，要他修那个不净观，就是观我们整个身体呀，都是很肮脏的，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在印度的那个修持方法，他们有那个尸灵，尸体呀，死了以后没有埋葬，把它拖到一个地方，让那个野兽啊去吃，就是布施啊，把尸体布施呢给这些野兽，所以这一些修道人呢，他们就有那个机缘，有机会去观看，观看我们这个死掉以后的变化，当大概一个礼拜就整个膨胀，所以我们在骂人哎呀碰多，有没有？那个都是在一个礼拜就有这个现象，然后在第二个礼拜它就那个膨胀爆破了，破了以后血水都流出来，然后流出来以后就会生虫，然后虫会吃肉，吃我们身上的肉，然后慢慢就剩下那个白骨，然后白骨经过呢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然后慢慢的又风化，风化以后风一吹整个都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这个观身不净就很实际的，不像我们用想象，它是实际去看。所以我们了解或者都讲我们的身体36物不净，各位还记得吗？36物一个外相一个外气，一个内涵各有12啦。那个外相就是滑毛爪齿腭类唾盐垢汗屎尿，一个一个解说。头发、毛、皮毛，我们身体毛细孔都有那个毛牙齿然后爪呢指甲腭就是我们目屎哥泪就是目屎然后唾就是口水在口里面，盐
就是口水流出来，盐，然后屎尿再流，屎尿，过汗，过就是我们流汗遇到灰尘就变过，然后汗是流汗，12个，然后外气呀，皮肤、血肉、经脉、骨髓、黄膏、脑膜，12个，这个比较白就不用再解说。然后内含肝、胆、肠胃、脾、肾、心、肾脏、手脏，赤痰、白痰，内含就是我们的内脏，12个，加起来是6。36物不见，然后我们就观，我们一直迷恋是迷恋哪一个？各位姐姐，我们迷恋哪一个？迷恋皮肤。我们整个面孔不是皮跟肤吗？迷恋皮肤。所以，当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身上的一切都微细的观察的时候就不会迷恋了对人体就不会说一直想要所以那个优波尼沙头他就是很喜欢男女做爱，佛就叫他不戒来对治他那一种贪欲的心后来他这个就佛教了他就做，然后呢一关了以后就以此身呢生大愿不但呢对这个离身呢已经呢不会念了，甚至对自己的身也产生大愿离就不会这个自爱。我们有的会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会不会那个自爱有的还蛮严重这个优波尼沙头因为观36物不净连自己的也大厌离了啦不喜欢他了那物之色性能够领悟所有那个形象色就是形象以其根它的根很锐利就是很有这个累世之间很有修持根基比较深。那么修完之后非但可以离障那个障碍影响到他的那一种障碍可以离开了。那么且能悟性，能够领悟到佛性原来呢相都是假的，性才是真。那么白骨为尘就是我们了解那个白骨一经过这个日晒雨淋风吹然后后来就变微尘的呼气那骨头这个变成灰了已经呢这个烧了以后一样也成灰了。可是假如说我不烧了，放得久，它一样也成灰所以风一吹以后都不见了烧无成灰化为微尘就是一点点看不见的那层。那么微尘遇风遇到风吹就散了，终归于空就没了，没去整个人都不见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100年后我们在哪里？100年后我们在哪里？在天堂我们最好就是修到跟整个宇宙虚空融成一体，整个宇宙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能够修到这样的话身体还给大地，所有土归还给这个大地所有翁土
这样就不会被业力又把我们归来完成现象。所以我们谈话那个讲得很传神我们在问那个人的过世他不讲说死掉了，他说过生，对不对？过一个生这一个生没有了，然后又换一个新的生，换新的生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六道轮回，很快的又呢一生一生一直过所以我们那个一生有一副骷髅现在那个骷髅堆积非常的高大的山，就好像一座山一样。所以这个优婆尼沙陀他已经呢就聊到说终归一样，有形有相都归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我们从哪里来？100年前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从哪里来？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没研究了我们100年后我们死掉了，我们去哪里？一样也没有研究了所以真正的努力修正的话就像那个广钦老和尚他怎么说？就是没来也没去没有生来也没有死去生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没有，就当下圆满就是在当下整个都呈现我们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一定会很熟，或者都反复在讲所以优婆尼沙陀呢都领悟极色不可得就是形象我们都不能够拥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最亲的身体我们都不能够拥有不是我们能够做主了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可以做主，我们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漂亮的时候我们赶快命令它停止不要动，我就是要这样可不可能一天一夜一年一直过对不对？很快就老了就不见了离开凡尘都这样所以我们要在很短暂人生赶快把它修正让我们整个佛性跟宇宙虚空都能够融汇成一体。那么无色不能显空非但这个色无并空亦就是色形象没有，连空也没有所以有形象才显出空，那形象都没有，空也没有了两个互相形形的东西都消失，故呢就讲空色二无，这两个都没有，那么因此得成无学之道就是已经进入无学问。那么如来应我名尼沙陀，尘色寂静妙色密缘，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从这个色相得到阿罗汉。那么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散就是色这个从色修正，色性空妄想这个寂静妄想形象都尽了，真性才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住相性就没办法显现，全部都不住相的就能够显现我们的佛性。那么妙色就是性色就是我们性的那一种颜色。各位同学，我们的性什么色？
没有形象啦，所以没有色，所以那个呢，我们就是了解无形无相是我们的性，讲色呢，是连带的说，那么前性成色，我们整个佛性都成色，前色呢皆性，全部的形象都是我们的佛性，不必呢，虚色呢归空。不要分析那个形象拿到归空，当下就了解。所以那个修正者呢，只要听到演技就知道当下空。演技则生演战则灭。既然因缘际会当下都是空的，没有那个实相。那么色皆来常，所有的形象都是我们呢真心佛性所成就，所以呢皆是如来常。那么此理秘密就是不容易了解，它呢周遍整个法界，整个虚空的法界全部都有都有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大用圆满整个佛性的大用都圆满。那么有波尼沙德就讲，我从色相为本修因，然后得到呢阿罗汉。这个呢都有细数都不是讲空话，真正的修从色性修，原来是很喜欢呢男女之间的那个关系。那后来因为佛教他观这个不净相然后他就从不净相一直深入到能够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他也一样成那个阿罗汉。那么接着这个底下香言童子即从奏起地佛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地观知有为相。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教这个香言童子来地观呢有为相。那么我时此佛就是佛有教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宴回清斋就是呢这个回去开始努力的要修持了。那么见之比丘招呢这个沉水香，香气极然来入鼻中香气这个飘到呢我们鼻子来。我观此气就是以这个气来为所观的见。灰目灰空这个气它不属于目，也不属于空灰阴灰火，它也不属于烟，也不属于佛。那么气无所着，来无所从这个气没有气的那个所着的地方所在，然后也没有来的地方所在，由是意消全部意都没有了，息了消除了。那么花现这个了解无漏就花明无漏。所以我们看这个童子以为这个年纪很小，不是啦，就是呢这个童真入道，就我们现在讲说清修的啦清修呢修成以后就叫童子这样了解吗？地观者呢以智照这个智道观察这个世间一切有为有相之法，这个呢以智来观察用我们这个智慧来这个观察世间一切的有相有为之法就是呢因缘所生法，因缘所产生的好像呢这个《金刚经》呢有记载，凡所有相这个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非真实常住所有的相都是假的
我死啊，此佛就是说退而自修佛教导了以后呢，他就退下来开始修。夜阑安处啊，为积韬光这个呢都是啊，不管是外表形象，不管是内心都呢归于啊这个最极静的那个境地清净的栽树栽心结起心呐都呢非常的清净然后啊这个外表啊跟内心呐都很这个洁白见之比丘呢烧沉香，这个香气呀无形无声来入鼻中。那我则极静啊修观，就是观这个香气，以香气啊为首观境。那么香气呀安能啊远达？为什么有办法远达呢？不稳之时啊，我们鼻子啊不稳的时候，香气啊气无所着没有着到一个地方。那么正稳之时啊，香气啊来无所从没有从哪个地方来，当体呀这个空寂。那么由是啊这个香既不言不攀岩这个香，那么鼻啊已经啊无所没有这个对象的这个鼻子啊没有对象，就独立了。根尘啊双泯那个香啊是一尘鼻子啊是一根，那么根跟尘啊两个都泯灭了，也不用鼻，也不用这个香那个尘跟根啊全部都不用，叫双泯意识啊易消。我们这个意识啊最不容易消了，可是他能够很努力的去做功夫啊，连那个意识啊也消除了，没有意识。那根尘世啊这个空根尘世已经空，然后花明无漏就是已经呢了解到无漏是不会这个漏入这个现象精神呢都不外放的。那么如来应得香言号这个如来呢就应可他呢得香言号，这个尘气速灭就是很快的意思啦很快就消灭。妙香啊密远这个妙香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部分。我从呢香言得阿罗汉从这个香然后得到阿罗汉。佛问呢圆通如我所香言为上。那么尘气呢即香尘之气。那么释然就是时之短的，时间很短消灭。以香尘为本修因，正入圆通所以我们了解说这是这个香言童子呢的修持部分是以香呢为对象来修持。那么接着底下这个药王跟上。这个以前呢这个民国85年来写的时候真甜啦都伫个理接理无该分段落伫个正入圆通以后就讲另外一个修持方法，竟然连在一起有没有很节俭？可是我们看来意思就不容易明白所以这个药王药上这个法王子法王子呢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那么并在会中500梵天那个500个修呢那个梵天大梵天就是色界的第3天。
那即从奏起呀，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无始觉是良医。这个就可以啊，他知道啊，无始觉以来啊，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呐，不只有一个缘会了，很多的缘会，他呢都是啊为是良医，都当医生，医治啊众生的病。那口中呢，禅持啊，娑婆世界啊，草木金石，名士啊，还有108000，他都试验了，用自己呀，身体嘴巴来试验那个药的效果，所以啊，这个口中呢，禅持娑婆世界，我们的药啊，就属于啊草木金石，就是这个药的那个根源。如是呢，悉知啊，全部都知道，苦咒咸淡，这个辛、甘辛啊等味，那个味道也全部都能够明了。病之和，俱生呢，变异啊。没安那和什么药跟什么药合在一起治什么病，然后呢俱生，合在一起呀，它会啊产生什么样的病，是冷是热，有毒无毒啊，悉能辨知啊，就是啊全部呢都知道。那么据称法王子者已能呢少龙佛种，介绍兴隆。佛，就是啊，让众生都能够成佛，先呢下这个种子佛种，堪成法王的家业，就是啊，要呢承系啊我的家业，若就原因啊，假如说我们研究它的原因，事啊发愿治众生的身心两病，要治疗啊。众生的生病呢跟心病，几世啊欢喜。那么500梵天呢是这个同行眷属，同发呢愿，为是良医，善事啊病源，就是能够呢了解病源，善治病，药到啊病除，方成良医，遍禅呢之药。药啊虽多，它呢总不出呢草木啊金石4类，名士啊108000，并熟诸啊和性，都要呢共治一病，后呢一药啊治一病，冷热啊寒毒啊可用不可用，悉能呢辨知，此善治啊病也。至于心病呢，则逢循佛法，化导人心，改恶啊，能够向善，缓迷啊，归悟，这个呢就治心病。成事如来，了知啊未现，非空非有，非己身心，非离啊身心，所以啊不即不离，分别啊为因，从事啊开悟。从这地方呢，领悟二法王子啊，久于此界，就是娑婆世界，修呢大圣大乘佛法，师之呢，续缘，故得成事，才能够呢，成事如来，数习不忘，就是往事，他所学的呢都没有忘掉。以未成啊为关，以这个未啊，未成，为关键，不能了知啊，未现，舌以要处啊，这个自然未现，我们的舌头跟药啊接触，就很自然，那个味啊就显现，故啊非空，不是空。那么虽然未现啊，实无体现。那一个味啊，它没有本体，也没有那个性，故啊非有身心，只舌根，以啊，这个舌是，
舌根跟舌识，只要不来啊，我们那个舌头啊，以是啊，不自现啊，甘苦等味，挥其身心。舌根不成呢，不知啊，知要味，故挥离呀身心。由是呢，忽美啊，未成之因，既无定体呀，又无从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唯是啊，幻妄啊，名相，它的名跟相都是幻，不真。其相呢非妄，其性啊恒真，相是假的，可是性啊是真的。那么从事啊开悟，所以我们了解他们细数的都是啊，相妄啊性真，相是假的，性是真的。从这样呢，领悟未成呢，本如来常，妙真如现。蒙佛如来应我坤记啊，坤记就是兄弟，药王药上啊，二菩萨名，这个菩萨的名号。那么今以会中啊，为法王子，就是菩萨。因为啊觉明，未登菩萨。那么佛问连通，如我所证啊，为因啊为上，这个是属于位，未到。观行啊，已成，圆觉啊又开，就是开圆觉。得蒙如来啊，印证我坤记，就是兄弟，兄弟也叫做坤记。药王要两个菩萨的名号，菩萨呢是自他两利啊之人，自己也得到利益，然后呢也利他，所以两利。那么解行啊相应，解了解跟行止啊都相应。今以会中呢为法王真子。这个前圣啊，是世子；二圣呢，乃外子。因观呢，未成，从前啊，自身言悟本觉妙明啊，这真性。结然后起行，行而止。未登啊，菩萨。此事啊，真修实证。以未成为本修因。所以从未啊，味道来修也一样可以啊，成阿罗汉。那么接着呢，托婆罗并起啊同伴16开示，这个开示就是开悟之事，也是菩萨的另外一个名号。那么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等先以啊，威音王首，威音王佛，文华持家。在威音王的时候啊，就已经呢出家。于啊这个欲生时啊，随力入世，忽悟水因啊，既不习尘，亦不习体，中间呢安然，得无所有。那世习啊无妄，乃至啊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阿托婆罗，妙处啊鲜明，成佛子住，佛问连通，我所证啊，处因呢为上，这个接触处因，也可以修正。开示呢，就是菩萨的不一样的称号。为啊，自能开悟啊，复能开悟众生啊，是大事。阿托婆罗，我们中文叫做贤手，或是呢那个头的头，贤手贤护，位居啊等觉，所以是很高了，等觉再上去就妙觉了，众贤之首。那么威音王佛时啊，这个和常不轻菩萨。同时，那么相华之初啊，正华之后，正华的1000年，相华1000年，相华那个开始，正华已经过了。那么佛他自啊积重，这个
净欲律仪，这个七众我们就比较少听到了就是我们说这个比丘、比丘尼，然后优婆塞、优婆夷，然后那个沙弥尼，就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还有一个四叉摩那，四叉摩那翻成中文叫做正学，正在学，也就是是属于修道女人修道还没有受那个具足戒，还不算呢比丘尼所以叫做四叉摩那。他呢正在学正学，就是学六法不杀不盗不淫，然后就是不饮酒然后不归食时就是讲不是吃饭的时间归吃饭的时间不吃。各位前人，这个容不容易学？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了，这个肚子饿什么时候想吃就吃，对不对？可是戒律之中不是那个吃饭的时间就不会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它的那个戒律里面都比较严格目的也就是要我们这个能够脱离依赖。我们都会很依赖那你用戒律来戒除它的依赖让你都没有依赖这样容易修成功所以这边就是佛制定七众要洗澡那个都有规定半个月生众用一次。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半个月才洗澡一次会怎么样？臭摸摸跟人家这个相处这个一起的时候人家这个都不敢呼吸了有味道了所以又不一样了那风俗习惯不同。那么随力入于浴室，那么正浴之时正在这个沐浴洗澡，以水触身，这个水来接触到身体，也有能暖色滑之处这个水一触到身体有能暖能热色滑，由是穷究此水一直来研究的水，这个洗尘而现次也，还是洗体而现次也是洗尘还显现那个处，还是洗身体而显现处？各位先生，我们现在都每天洗澡嘛，对不对？这个洗澡可以领悟真理我们有没有用？都没有用所以他就用洗澡的时候来领悟了。说这个水洗到身体，是洗掉灰尘呢，还是洗我们身体的那个污垢？那洗掉灰尘的话，灰尘是无知之物了，对不对？无知。难道是洗身体的话，我们身体是四大假合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是无情之物，是洗尘呢，还是洗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各位在洗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我们就了解说这个以往他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让我们去领悟了就是连在洗的时候也可以领悟也不洗尘因为灰尘没有知觉也不洗体水火风土无情也不洗体也不洗尘
那个触啊，怎么跑出来的？各位先生，水接触到身体，那个触啊，怎么跑出来的？想到了没？是我们佛性那个触啊，接触啊，呈现那个触的那个冷热啊、色华，那个触啊，是我们佛性既不洗尘啊，亦不洗体，不是在洗灰尘，也不是在洗身体，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呈现的那个触，他就领悟了。肉味呢，习尘而现，尘呢本无知，何能成处？肉味习体而现四大假合之体，身体呀，就是所有宏图，实以无前，何能接住？故忽悟水因，领悟那个水的那个因，水为导悟之因，引导我们领悟。既不洗尘又不洗体，这个根尘息明，根呢就是生根，咱的仙姑，然后尘呢就是水尘，那个水都息明，全部泯灭了，能熟方往，没有能也没有熟，中间的安然，那个中间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体很安然，得无所有，领悟了，身心苦的领悟了。那我们都洗了好几十年了都没有领悟有没有？看见谁？然后还有泡澡放很多水在浴缸去躺着泡澡都没有领悟这么久呢我们都忽略了。那么意密触尘之相了不可得那个触要呢去找的话都了不可得。相尽现显所以相形象都没了然后佛性就显现，观行成就那个观行就成就了。树喜无妄，守护善根乃至今时习言互喻往昔因缘现在又遇到成教断后就是佛教导要断掉了那个迷惑，令得无学之道就已经进入无学位，乃是正以深位就是很深的那个位阶了，不是浅浅几轻。那么次有能次根以手次之尘，那么今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妄处寂静，那个处都没有了。妙处鲜明那个妙处无形无相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了解说那是安尼了分明啦没有形象可是了分明，是不是妙处鲜明？那么非有非空它不是有也不是空唯一我们的如来常性是妙真如性就是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随心应量寻业发现那个呢我们在洗的时候那个都是随心应量的寻业发现，鲜明呢即发现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妙处鲜明就是那个妙处从洗澡然后领悟了就成阿罗汉。他不但是成阿罗汉，还成等觉等觉就是十地菩萨的再上去叫等觉，在过去叫妙觉，妙觉就是佛了所以很高这个程度很高。所以往后记得在洗澡的时候是洗尘呢还是洗体一定要告诉自己有接触嘛对不对
有那个触觉，那个时候啊，你说哦，这个触觉就是不生不灭佛的本体，这样会吗？会。很有意思哈、竟然在生中呢，就可以悟真理。那么接着就是那个大弟子啊，摩迦叶，紫金光呢比丘尼，即从坐起啊，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佛以往家，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啊入夜灯，我得亲近啊，稳华修学。那么佛灭度以后啊，供养舍利，就是那个灵骨啦，骨头那个舍利，过舍利嘛，有没有？这个没有的话在那个鹿叶潭呐，那个有一个啊，那个三藏法师的那个舍利，放在那个鹿叶潭，那个潭中的一个寺庙，去看，唐玄奘三宗，他的那个舍利，因为这个舍利啊，我们平常会很容易看到，它有那个色泽不同，大小不同，假如说修得很好，色泽鲜明，那修得比较差一点的话，它比较暗淡，那修得很好，它很大颗啊，比较呢差一点就比较小颗，所以那个舍利呀，就佛的一个化身，碎身，佛把那个身体呀，那个不灭的那个金刚不坏之身，把它碎了，粉碎变成舍利。所以后学就有讲，那个承天禅师，以前就是那个广钦老和尚啊，在那边开山嘛，然后度的众生差不多以后，他跑到南部去了，对不对？然后过世的时候在南部过世。承天禅师你讲什么？承天禅师啊，在那个永明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听那个地名永明啊，永远都安宁，是什么地方？就是坟墓的地方埋葬那个死人的地方永远都安宁，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湖山是什么地方？我们那个棺木前面不是有一个字嘛？就是湖。所以你去那边看密密麻麻都是坟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地名它就是以那个地方来取的。那我们了解说那个广钦老和尚在南部过世那这边承天禅师的弟子就有的都下去可是有的因为工作赚钱环境就没有全部都下去，然后他就交代下去的人，你就提几粒回来给我就是把那个舍利子拿几颗回来给他，下去的人当然说好拿，结果那个出皮就是焚烧出皮以后那个所有那个舍利子南部的全部都拿光光的，根本就没有。然后剩下什么灰了？剩下那一些烧下来的骨灰。那个承天禅师下来的他想说这下糟糕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他说骨灰也好了，就抓了就放在那个笼里就带回去承天禅师。然后回去以后你拿几颗要给我？他说哪有，南部哪都不够了，我们北部哪有份
那你拿什么回来？拿骨回来，那就掀开给他们看。结果一掀开，他自己很惊讶，为什么？整盒都是舍利，都是舍利哦。哦，怎么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那个都是那个金刚不坏身把它粉碎变成舍利。那我们在凡尘实际啊，因为那个舍利啊，就是我们人的精气神所凝聚啊。所以啊，之前不是有那个狗那个死了烧以后也有舍利，有没有？就是那一只狗它没有消耗精气神，没有跟母狗交配啊，所以死了以后啊，一样有舍利，就是精气神凝聚的东西。它会长大。你恭敬礼拜那个舍利啊会恭敬，会变成比较大，会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舍利子啊，或许也看过在天母，那个是一个呢，以前啊在北部啊是很开那个素食馆，非常连锁店啊，看得非常多家。在他的家里跟那个君啊和应亲将军住在隔壁呀，很富有啦。他呢这个别墅里面有游泳池，大不大？然后它里面有一座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坐的观世音菩萨，曾经呢我们用业力把它拍照出来。全世界只有4尊他那里有1尊，然后他有供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是不大，可是好几颗就在他家里。他或许那个时候是在开辟人车，然后去他的家里参观，他一直邀请我说跟他一起办度化众生。我说我那个时候刚好有事情来要办一点私人的事，没有跟他一起。我说度化众生我也有在度啊，可是跟你不同，跟那个修持方法不同。不过那个时候导师有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那我们了解啊只要我们努力修啊，不着重这个形象啊，可是你假如说有那个虔诚的心，你对你这个舍利子啊，一样恭敬礼拜，那这样的话，一样会得到，等于是你在拜佛、恭敬佛一样。所以把那个金刚不坏之身啊，遂为舍利，留步天上人间，为世无田，就是让世人来这个面对那个舍利的时候所思所行都是善都是利益众生，所以就变成了为世的福田。那么令人恭敬礼拜供养者皆能够获福得到那个福分福报。燃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也就是用了那个紫金光那个佛像已经呢比较般若了他用呢把它涂那个佛的形象，以后呢这个生生世世身长圆满紫金光际都呢人都有紫金光。那么此紫金光比丘尼以迦叶呢为夫妇故曰即我见属。他们呢这个同时发心这个有2个意思一个是过去同时发心修治佛像，一个是指今生同时发心从佛出家。那么迦叶修法呢正观法尘，而言观6尘者，以法尘呢是前5尘漏泄的影子。前面眼耳鼻舌身落来那个印就叫法，
所以这个法在这个地方用它范围就比较窄。故并言之。那么变坏者法尘托意识而现。这个法尘它都呢寄托在意识才呈现。念念呢切灭变坏。刹那刹那呢不得停住。既变坏无常，当体空起。全部没有实相。那么修灭尽定此定能灭六事，不起分别，能通法尘。入此定者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一弹指。一弹指足紧呢。已经经过百千劫假设现在鸡足山中云南鸡足山中在等待呢弥勒下生。因为释迦牟尼佛交代要等弥勒下生了以后，把跟随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交给弥勒师教导，他的任务才完成，才可以进入涅槃。所以现在还不能进入涅槃。有那个亚瑟有现身给那个博士看。那个鸡山竟然会开山开亚瑟走出来。那一个博士看到，然后之后他又进去以后，整个山就关起来了。那个报纸灯或许看的那安呢，博士就讲，就好像是假设嘞，他还没有很肯定可是呢，就呢要传遍我们这个凡世间。所以那个假设呢，就是在鸡足山灭尽定。那么我以空观消灭法尘，用空观来消灭法尘，根是意尽。那个根是全部尽。结使随断。那个结就打结了。我们在人有结怕感它都已经断了。它那个识就是驱使。我们这个欲望就是识。驱使我们去做什么那个识已经呢全部都断，就成阿罗汉。那么世尊呢说我头为罪。那么梵语头，我们中文呢叫做抖擞。就是提起精神很有精神。以能呢抖擞法尘，微妙法性就能够现前。故能开悟了明这个掌心消灭之漏。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假设他的修持方法头就是修苦行的苦行。那么接着底下就是阿耨利。阿耨利陀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佛出家，常乐睡眠。如来呵我，就是如来骂他了为畜生类。我闻佛呵听到佛骂，闭气自责一直哭泣七日不眠7天都不睡觉，失其双目疏明了世尊是我就是教导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言关键十方精真动然如观掌果如来应我成阿罗汉。那么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旋卷巡远就是旋转我们的见不要见到外相就是循着我们的言就是本来思维第一。这个阿耨多过去觉以这个这个拜饭供养必之佛91劫
不受呢这个贫穷果报，得如意乐，是佛的那个堂弟，那么起咒啊，礼佛，成白啊本因，出之家的时候，那个听法，佛在讲经说法，常乐啊睡眠，就是佛他讲他的，然后我睡我的，然后佛苛责啊，就讲豆豆何为水啊？螺丝蚌壳类，一岁啊1000年，不闻佛名字，那么闻佛科啊，地气自得，听到佛骂他呢，他就哭泣了，自己很责备自己，业障深重，7日夜啊，不睡，所以啊就失明。我们的眼睛啊以睡啊为食，7日不眠啊，所以就失眠。所以7天若无困的吧就坏啊，既不眠就会啊眼睛就瞎了。那么佛见啊，精进思慕，喜为啊可教之机呀，是以啊名不寻根之修法，是啊，看到光明啊，不用眼根啊。旋转本有的心光，用我们的心光照能见之境，照之又照啊，照到本明自性，无动无坏，涂开呢金刚正眼，明得呢金刚三昧。不努力呢，依教啊勤修，花呢半头的天眼。不因缘呐，这个不要一根呐，而能啊，观见啊十方世界，此即啊灵光毒药，脱离啊内根，精神动然，如观呢，斩果，好像我们的手掌啊拿着水果，精即乐见啊是见精。玄妄呢复真，洞达无碍，故欲啊观世界啊，如掌中之果。如来应我啊，成阿罗汉道。那么如我所证啊，显比啊痴流之见经，远离啊尘类，就是背尘啊，把凡尘放到背后。那么寻比光明之真见，脱年啊内服，此何觉？所以啊背尘啊何觉？这4个字啊，我们最近啊就一直在讲。那么始终佛所受之三昧啊，因努力啊，正忧根坏，不能啊见尘。佛教义啊，玄见啊王尘，不必啊见尘，寻啊偷根。不必用根，正对机啊设教，因病啊以药，就是不用呢，我们眼根啊可以看见完成的景象，用我们的心光，活性本体呀，发挥的那个心的光，就可以看，那么底下呢，这个周礼盘头伽啊。这个以前呢，我们都常讲他的故事，即从奏起呀，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却啊，诵词，就是呢那个诵词啊，就会呀，这个没有很多的那个文献，最痴执佛闻法出家，一持如来啊，一记切头，以100日啊，得前于后。得后于前，佛名啊，我语啊，叫我安居，调出入席。我时呢，观习呀，微细穷尽，生诸意昧，知行刹那，其心呢，豁然得大无碍，乃至呢，肉尽成阿罗汉，自佛座下，应成无学。佛问圆通呢？如我所证啊，反虚寻空，斯为第一。
这个周礼盘头桥，我们之前呢讲的呢跟这边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个一骑斜头啊，就是讲那个比丘啊，那个开始这个受祭祖戒的时候啊，就有那个身以意业不作恶，莫恼世间知有情，然后这个第二句呢，莫恼世间知有情，然后呢，这个第三句这个正念观之意境空，无益之苦当远离。这个就是受祭祖戒这个比丘要背。然后呢，这个周礼盘头伽就是4句背下来很努力背了，前面2句记得，后面2句忘了。然后后面2句很努力背结果前面2句又忘了。因为他很努力要修道，所以遇到500个师兄弟他就赶快请问那个4句。结果那一些500个师兄弟不是不告诉他，而是告诉他就忘了然后看到他后来真的怕了，教他也没用他就会忘了所以看到他来赶快就躲开他了，他就很伤心了想说我这么努力，大家都不教我，他就想这个上吊，然后佛就现跟他讲，他说你也是知道修持的法门很多，可是你都不告诉人，现在等于反过来，人家不告诉你，那个是因果报应你不要埋怨，佛就呢教他那个修的方法，拿一支呢这个扫把给他然后跟他讲说叫扫把，他说有东西我会记得，然后又拿一个粪机说这个呢就是装垃圾的，他说我知道，说你现在就不用去听课讲课你不用听，你就负责这个场内场外清洁就好了就是打扫，一直打扫，他真的就是一直在扫垃圾那假如说我们一天很努力扫垃圾，有那么多垃圾吗？就扫了很快就干净了，对不对？然后他又这个扫把拿着，粪机拿着，就想清垃圾嘞然后这个时候念头来了这个一垃圾赶快把它扫掉了然后念头又来了，我们都这样嘛念头一个接一个又来了，又是垃圾，都把它扫掉。歌也可以写念头来了，起心动念它是垃圾，赶快扫掉。又来了，又是垃圾，又扫掉，很快就会领悟了心清了所以500个师兄弟还要早领悟没有别的，扫垃圾只有扫垃圾。可是这边那个周礼盘头姐他细数不一样他说佛教他呢这个数息也就是我们呼吸那个数息。周礼这个我们中文叫做道生，盘头伽叫做地道这个继续道。其母2度随夫出国，那么西域的风俗女人都要生产，当回母家第一次要生产的时候回家呢就是时间很匆促这个行是半路于大路边就生孩子了所以起名叫做道生在道路生的路生。那么第二次呢要分娩
应当呢早归。又是仓促不及，以小路边生孩子，以名叫做季道，相续续道，相续乃兄以道路而生。弟弟以迦摄佛时为三藏沙门，有500弟子三藏吝啬精义不肯训导，因此呢得一顿之报应。以速善故速喜都行善，与佛同生一世。那么佛字出家鲜血缺头就是寄送四句生于欲业不作恶，莫恼世间之有情，正念观之意境通，无欲之苦当远离。那么此际之欲出家要修持身口意莫恼众生，看破五欲勿学外道，公修无益之苦行。那么弟子这个盘陀他的弟弟就是后来生的这个盘陀伽，周礼盘陀伽，依此如来一记切头即第一句以100日之久，记得前4个字，遗忘后面3个字，记得后面3个字又遗忘前面4个字500罗汉同教一讲，不能成诵。那么其兄先出家入道，见其弟如是一顿出家一户无用，遣令还俗。那么盘陀这个盘陀伽闻已遂此神之后言树下一经，佛化是神而出之耶？亲在迦摄佛时弟子500，令华不悔，就是都不教人，故获施报。但当自责，何为自残？所以那个自杀就叫做自残。乃现佛身而与之曰勿就是不要恐怖。成无上觉不由汝兄佛乃以手牵制净事这个指扫帚矣此是什么？答曰扫帚。那又问曰：扫帚2字能忘记不？答言不也。佛即教日夜这个扫帚。那么祭酒，佛将扫帚2字更名除垢盘陀思念挥扫除其地清净。入夜将之一把无相的扫帚扫来扫去将心尘垢扫除净尽接着佛明我语，教我安居调息摄心一顿虽有令法眼因，切诵一时以乱所致，故佛授以调息之定。调鼻中出息与入息，鼻中气有4种相有声曰风，节制曰地，出入不尽曰传不生不至出入既无俱尽曰息。调息当离风气传3相，而绵延自在功夫这个纯手，心见为细先微调其出入，或更穷其生灭，定身更能穷尽生住意昧4相起初曰生，不断曰住，见微曰意，以断曰昧住意昧知行即4相牵流不住，刹那时之最短时间短。一念有9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我们都知道穷喜至此
可谓啊，极微细，穷尽啊，彼喜知行刹那，刹那无体啊，唯在一念，念性啊本空，后然呢开悟啊，通之法得无碍，先尽啊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成阿罗汉，自佛，这个座下。蒙佛印证啊，成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啊，反寻空，其呢鼻根啊不言外尘，反观呢这个习相，寻胜啊空理，出习啊，不涉众言，入习啊，不至啊五阴18界，背尘而觉，鼻根啊。为本修因，最为这个第一。这个接着啊，所有这个修持方法，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理想，在生活之中呢都可以做。那因为我们还只有剩下20分钟那我想给各位提问，有没有问题啊？好，请说。好，你请说。或许前行在讲晚上到睡觉之前多帮我们放下一念不生。做一做结果晚上还是精神太好，会睡不着。好，请坐。假如说我们这个做功夫精神会很好，这个都是好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做万年放下大部分都会很快的睡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身体都会硬撑有一些应该休息都没有休息然后真正的做万年放下的时候，那个身体的那一种累都整个呈现，所以很容易就睡着。睡着那好事。让我们恢复整个那个疲劳都不见了就可以恢复。那假如说我们越做这个精神越好，就表示因为我们在凡尘人我们人都是半阴和半阳，那我们要培养那个阳要培养的多，那阳多就不会昏沉因为我们假如说昏昏沉沉那就是阴比较多了。所以我们上次不是有讲五味百华吗？有没有？那个随烦恼里面这个大的有8个，第一个就是掉去，第二个就是昏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昏沉就阴比较浓然后昏沉了以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容易起心动念，就是容易落入心意识。那假如说我们是精神很好，那个时候要修容易。为什么？因为精神好，精神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精神容易集中，那精神集中不散乱做功夫成效很快。那所以各位就是要有观念没有睡意不要强迫他睡，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纯阳的时候不用睡，那不饿的时候不用强迫吃，不吃的时候精神好，你吃了以后想睡那个反而精神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被凡俗的习惯左右困不起怕说不行一定要睡，结果后来就吃安眠药那个不对观念。精神好你就好要睡那假如说
这个做万年放下有一点那个疲倦的时候，你可以看经典。那假如说做万年放下还可以，那你就继续，因为这个万年放下你一直做它的那个功效那个呈现越来越显著。开始我们有特别敏锐的第六感，然后接着有渐渐明显的六通，然后再接着它呢会整个把我们那个佛性的大用又呈现。可是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就不要想这一些什么都不能够想，万念要放下，就是要放下。记得就全部要放下。放下的时候妄才能够静，真才可以显。那真显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那已经跟凡俗都不一样了。假如说你都不用睡，要说晚上精神很好，白天来睡，那不行啊。白天也要精神很好，因为或许有经过那个阶段。晚上不用睡，白天也不用睡，全部不用睡，有经过所以或许就知道说阳足，阴减少，那个好现象。那假如说肚子不饿，就不用勉强吃的话清淡，这样对我们修很有帮助。这样了解吗？还有吗？15分钟。好，请说。好，请说。就想说，在做光明上下阴不生的时候，不想睡就不要睡。对。在做那个起劲之前，如果没有睡就不要让它入睡。对。就是继续这样做。对。那或者再好，请说。当我们光明方向阴不生做的很久，时间很长的时候，那个佛性慢慢会启发起来。那当我们做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我们佛性在26时的去做光明方向阴不生的时候，是不太会启发起来？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我们在这个凡尘可以说要启发我们的佛性都不是容易那我们万年放下阴不生呢先认识我们佛性的轮廓，然后我们假如说能够继续做呢万年放下那我们在凡尘的所有妄都可以忘记，然后真显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呈现，然后呈现我们要让它茁壮长大。因为那个花现就好像婴儿出生一样，那你要慢慢的培养它要3年如哺，然后经过抚养了以后它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就可以自己这个走东往西可以自主的，那个才叫成长。那你能够成长了整个佛性成长了，那我们就可以跟真理相应，跟虚空合在一起，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了。所以因为我们是还没有说做得很熟悉，所以或许就没有讲那个后来的那个功效。因为到后来不是有失机而融现吗？有没有？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那个又是整个全部日常生活之中都没有忘，全部都是佛性所以你失机就是在家里面安居，融现就是神通万物。你在家里面都不用出门，外面的事你都知道。不觉得是不是很神奇了？我们可以做到，可是你一定要用功夫，不说那个浅的功夫就会呈现这样那只是要深入了以后，它才会你这个在家里面
安期啊完成的事啊，什么事哦，你都知道哦。这个台风要来了哦，台风这个要过去了哦，台风跑到哪里？你不用去看个气象报告，你会知道哦。它整个天地宇宙之间就是你性分之中所以都了了分明哦。那个没有什么神奇也不是神通就是你的佛性的作用哦，那个大用显现哦，那个更理想的然后你这一种整个都是佛性的呈现淹没你都不用讲烟生烟，没静没，但是你那一种能够佛性呈现跟你相处的人他会很震撼，好像打雷的声音淹没雷声。然后我们已经到这个状态纵然你起心动念，神动而天行，你起心动念天理都跟着。所以全部都在真之中已经没有妄。可是这个一定要一段时间我们努力做才会呈现那我们现在谈这个有一点早了这个才中级班要努力这个要努力才会呈现，它可以的老师也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心一定可以成就。还有吗？还有10分钟。这第二题现在问。好，请说。第一个题，修行人应如何看待命理、命相学？命相学。命理跟命相学。命理。命理。正呀。命理所以或者都讲，我们因为6道轮回太久了，所以你这个给人家看说你经过什么什么一定都很准为什么？一定有一生经过。所以我们看待这一些命理要了解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是以什么心来应对我们假如说是以妄想心来看待命理说我这个命里面有没有横财，现在已经7.7亿了，能不能够得到那个就已经偏了啦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命理命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命天命是位性，是我们的佛性不是我们现在有身体的命，身体的命2年而已嘛，一刹那就过去了，而且都是假的你太注重那个反而本末倒置了。该注重的是佛性那个现象都要看清你一直在研究这个命的话在研究那个12星那个12星座那个都是有妄想心都是有期待那个使自己心不安，就表示掉举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掉叫掉举，掉举以后就昏沉嘛，昏沉以后不相信自己佛性就这个这个妄意散乱，然后不正知不正确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修道人不要去追求那一些我们命中到底有什么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那是我们累世累积下来它追世呈现我们也不要去期待，纵然有我们也可以布施给人不一定说一定要拥有了都是虚幻不实，一口气不来，什么是我们的？再拥有再多也都拱手让人都是假的啦，所以不要去追求。
所以啊，追求心理心法重要了，追求命理呀不重要，不要本末倒置。心理心法不追求去追求命理，追求到一口气不来啊，哪一个会后悔？追求命理呀，一定后悔啦；追求心理心法不会，绝对心很笃定。还有吗？第二个问题，现今社会上许多人都上班时间很长，有时甚至过劳死，应如何转变此现象？就是完成的那种劳动超过时间嘛，是这一种现象嘛？这个应该这个我们要这个了解到啊，虽然说我们是在完成，可是我们有那个自己主宰的那个力道，我们可以主宰假如说我们这个上班这一个公司，他强迫一定要工作16个小时，可以选择不做，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我不赚你的钱总可以吧？所以我们了解说重要就是一定我们身心自己主宰，主宰自己的身心。他不要被那个金钱这个束缚了，一直要钱我们的这个时间都被他绑住了。应该是说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做东做西，上忙，这样就比较正常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第三个问题，惭与愧有何分别？惭跟什么？惭愧应该惭。惭跟愧惭愧惭愧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是了解这个惭就是我们这个对自己的内心。然后愧就是对外事、外面的事情所以最重要还是自己的内心那个惭，自己就是感到自己不对了，那个是以惭的范围。然后愧就是我们做出来以后，使别人得到不方便，那个是以愧。那我们呢，就是要惭，然后要愧。知道惭愧，不要说无惭无愧因为我们很多都会不知道自己不对然后对人很刻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叫无惭无愧，有吗？还有吴松，好，请说。好，请说。五眼六通是哪五眼六通？五眼六通五眼呢，就是我们肉眼，然后天眼，然后慧眼，然后法眼，然后佛眼。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有5个，可是呢，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那个肉眼我们都有，然后天眼天眼呢，就有的呢是生来就带来，那个累世修他生就带来。然后我们追世要有天眼，也不困难。就是呢，我们修定，就是有定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天眼。因为有天眼了以后我们这个身体也可以当眼睛。就是不用转头过去看后面，也知道后面，也看见后面，那个天眼。然后慧眼这个慧眼是影响你有智慧的眼睛来看待事情，做的事情就不会过错然后法眼那个更不容易就是
看到这个众生他什么程度，要用什么法给他修，那个就属于华严的范围。他说华严啊，就是后得智，他那个慧眼啊，是属于根本智，根本的智慧属于慧眼，然后后得智就是你学来的，后来得到的那个智慧，你因为啊，我们不是有善知识吗？善知众生的根器，善事为天之路，有没有？那我们有这个慧眼的时候啊，那个回天之路，你知道，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同，所以你有慧眼，你就会说你修这个法，然后对呢不同的人跟他讲不同的那个修法，就是有华眼不能说他都这个完全都不了解茫然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修法，他完全没有办法契入，那个就是没有华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华眼最不容易得到。那有了以后有华眼了以后大概佛缘就具备了所以无眼这个呢都在我们人的身上，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努力去做。然后那个六通我们大概都比较喜欢这个六通各位前人知道六通吗？讲讲看。它也一样了是属于这个天眼、天耳然后神足、宿命、他心、这个漏尽最不容易啦，因为外道都没有漏尽通，漏尽通都是佛了，佛才呢这个漏尽通漏尽通可以成佛。那我们大概最容易做到就是他心通。他心通只要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都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灵敏，那个时候很灵敏。然后你做久一点的时候有人到你的前面来，他脑筋在想什么你会知道，那个叫他心通。所以他心通最容易达到因为他起心动念就是脑波，脑波你很清净的那个状态之下，你可以接收他的脑波，你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讲出来的还没讲，你就能够先事先知道，这是他心通。那神子通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台南那向后学住在基隆就一下子可以不用坐高铁可以直接回到基隆。那个神主神主通。宿命通呢就是可以知道累世你前世什么还前世什么还前世什么都可以了解那个是属于宿命通。那个天眼天耳那个都是比较属于我们要怎么样来接收那个上天的信息，然后要怎么样来接收那个所有一些我们现在那个时机是怎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五眼六通，这样了解吗？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慧学照遍师德，老天天大德，感谢各位前贤给慧学机会学讲。有前贤反映说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处就是洗澡那个地方不太了解。各位前贤了解吗？或许再一个讲说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每天大概都会有洗澡。那洗澡的时候我们用水
然后呢，接触呢到自己的身体。那么接触到身体的时候啊，我们有感觉，那个感觉啊就叫触，接触，了解吗？用这个接触啊，来修道，就是升观这个触接触是怎么样产生的？不是有说习尘跟习体。那习尘就是我们身上的肮脏那个尘垢完成的污垢所以那些尘垢尘垢肮脏是不是无知的东西？我们洗掉这些肮脏肮脏有知觉吗？没有所以这个叫洗尘。洗尘它没有知觉。然后我们洗身体那个身体我们追究身体的那个形成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水火风土是无情之物，没有情事水火风土有没有情事？他会不会知道痛？不会所以那个叫习体那个没有我们的四大没有那个知觉性，所以洗尘习体你看两个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最能够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要洗掉那个完成的肮脏污垢。一方面呢，我们身体接触到就是要把身体洗干净所以洗尘跟洗体，各位同学洗尘我们呢这个身体会不会有知觉性？怎么没有声音？有声音吗？有然后我们洗身体现在呢，我们不要笼统的去想，我们把它分得详细，说洗我们的四大假合。那四大假合是无情之物没有情事所以显现那个处，显现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去显现的，有佛性呢才能感觉到那个水接触到身体既不洗尘也不洗体，中间就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还不了解再说一次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洗澡的时候领悟真理它呢既然是脱尘又脱根我们离开那个尘，因为那个跟凡尘那个污垢跟凡尘那个让我们感到住的没有关系，所以离开尘离尘，然后跟我们的身体生根又没有关系，又离开根，所以根尘全部离开，中间是什么？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洗澡都每天在洗，可是我们没有从这方面去领悟说原来那个接触到的身体接触到身体那个感觉那感觉是佛性本体所以它已经脱根了不着生根，脱尘了不着那尘垢这样呢剩下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了解没？有清楚不？有对，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每天这个洗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说那个呈现那个触那个感觉身躯烧水冷什么人感觉？佛性感觉不是身体，身体是无情之物，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没有情事啦，
有情绪哦，那是咱的佛性，所以显现的功作用。还有了解没？有啊哈。然后我们就回来啊，这个讲这个。乔幻波体那个132页，对不对？哦，132页的那个乔幻波体，即从做起呀，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有口业，它就是有口业，就是嘴巴啦，因为这个嘴巴这个不能随便乱讲话，我们会影响那个业口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行善为恶啊，都是身口意这三个形成的。那么这个乔幻波提呢，他就讲说，我有口业啊，以过去劫啊，侵弄沙门，就是过去劫的时候啊，已经以前。就是前世啦，不是这一生。轻弄，就是这个嘲弄、看轻。沙门呢，沙门就是修道的翻成中文叫勤习，勤修戒定慧啊，习昧贪嗔痴，叫做沙门。勤习很勤快。然后习昧，轻弄沙门，那世世生生啊，有牛是病，如来是我啊，一味清净，因地法门，我得昧心，入三摩地，进入正殿，贵知挥体，然后挥物，应念呢得超。世间之乐，就超过凡尘的所有一切烦恼，内脱身心外移世界，所以在内的身心已经脱离了，然后外就移把这个世界都已经切除了，离开了，这个外移遗失掉了世界，远离三有，这个三有是三界啦。有因有果叫做有，三有。如鸟呢，出笼，离垢消台，离开呢这个尘垢凡尘呢，都已经呢可以消了，这个不在心中产生，华也就切净成阿罗汉。那么如来亲印登呢无学道，就已经到。这个无学无法可学呀，无学道，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断尽以后叫做见道位，然后呢断尽思后叫做修道位，然后呢见思断尽了就叫无学位，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了，很高的程度。那么佛问圆通呢？如我所证凡未贤知，斯为第一。这个就是我们舌根，六根里面的舌根喙疾，舌根。那么因为见到那个老比丘没有牙齿，然后在吃东西，所以这个都在讲的轻弄沙门是什么样的叫轻弄沙门？就是看到老比丘呢，已经没有牙齿，可是一定要吃不吃不能维持生命。那么笑起这个乔幻波提就嘲笑这个老比丘，刚刚牛在吃草，好像牛在吃草。各位前有看过牛吃草吗？怎么吃法？所以这个乔幻波提就笑那个老比丘就好像那个牛在吃草，这个换口过了，所以各位先生，不行别再做了，不可以嘲笑人家，那个嘲笑人家就换口过，
本来我们带来的福都很多了，被我们的嘴巴乱讲话都把它用掉了，所以呢都要时常静默，默是最值钱的，所以这个调完不底自己就讲就是犯那个口垢，那么自知知意智慧，自己也知道不对这样不可以。那么虽然经过这个忏悔这个世世生生就是每一生每一生有感牛舌之报，他还感受到那个牛舌的那个果报牛食牛吃了之后这个恒常虚绝，就是嘴巴已经没有东西，可是他还一直在咀嚼，都底咧补了。嘴巴已经没有东西了，还在虚嚼。我们看到大概都是牛有东西吃的时候嘴巴才动，对不对？不知道说牛的嘴巴已经没有东西了，它还在嚼，要过来补。那么口嘴巴呢，磨来磨去就是那个嘴巴三波体是口即如是他的嘴巴就变成这样，所以不能笑，你笑了以后你就会变那样。那么如来因机施教，意令救入还家，就是要他呢这个从那个舌头嘴巴里面舌头是以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就是一味，只有一个味道那么从舌根呢进入修道，一味者呢非甜苦有味之味，非淡然无味之味，乃是呢反观呢根性不观甜淡等那个尘不要呢有这个甜有淡，有那个淡淡的无味那个凡尘的这一些呢现象，为观呢双离空有就是离空跟离有中道的妙味是为一味，所以或许特别把它挂说深思体会啦。我们那个嘴巴什么味也没有，连那个淡然无味的味也没有，那个叫做这个中道的妙味它完全呢都是在这个佛性本体之中。那么清净的心地脱离根尘离尘呢脱根，就是这个修持法门呢都是离开我们的根六根，离开尘六尘都没有根尘，所以修的时候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了。那么反禅就是禅自性一味的清净，就是一直体会我们自己佛性它呢都是非常清净佛性的味道就是没有甜，没有那个苦，没有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自性一味清净非清净，只有一位。那么即本源心地本源我们的本来心地，那么一直修习，按照这样修道学习，就可成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就可以达到正定，故呢称法门一味清净的那个心地法门。我得昧心那我得昧心者，我因不循着甜淡味尘而起分别就是不跟着我们吃东西进去的味道不起那个分别，得昧攀缘的私心，把那个攀缘的私心都把它呢这个掉尘既然都不缘了不攀缘了，那根我们的六根就没有对象就没有那个相对的我所我。那么四心以昧
这个四心就已经没了，生心都没了。那么此即弃生灭入三摩地，把那个生灭都放弃了，不要它了，进入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那三摩地它是正在呢这个实践，正在实修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正定它有3个名，一个呢叫奢摩他，一个叫三摩地，一个叫禅那。那3个换成中文都叫正定那奢摩他呢着重在领悟真理，然后三摩地着重在实修，禅那呢就是已经有功效。所以这个正定呢，3个内容都不同，不一样，所以这边呢，弃生灭入三摩地，就正在呢实际修的状态。那么此是呢修中的三摩，就是在修中的三摩。那如何修怎么修呢？善用根性本有的智光，就是我们用我们根之中。本来就有的那个智之光，智光关照呢禅味之性，就是来关照呢我们吃东西知道那个什么东西什么味道，那个知性。那么非生舌根体，它不是呢那个舌根自体生出来知道那个味道的，不是，是我们佛性知道的。以外物不来舌不成知舌头它没有知觉性。那么又非出甜苦等物，又不是我们吃进嘴巴的食物。这个舌头，假如说呢没有东西进来，让它这个禅味，物不自知，那个东西它不会自己知道它的味道。由物根性，这样呢就领悟那个根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脱根离开我们那个舌根的离尘，又离开呢外面我们所吃的东西，所以脱离尘，所以就应验得超世间之乐，就可以超越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烦恼都超越了因为我们这个嘴巴吃东西就引起很多的喜欢讨厌有没有因为嘴巴吃东西引起喜欢讨厌？好吃的很喜欢对不对？不好吃的虽然还不至于讨厌可是已经形成了，对不对？这卖公也卖假对不对？喜欢吃的都假。所以那个喜欢的就取，不喜欢的就舍，取舍。然后我们有取舍就落入凡尘的生命，就落入我们造业那一种状态。所以要了解到呢，这个我们都撇开，修道后呢，重不贪口腹之欲的，这个嘴巴吃什么呢？可以养生的就好。就不挑剔了。不过我们现在不挑剔也难了。大家嘛要吃好吃对不？不好意思回答了那么慈即守于真常所以呢，既生守真常，就是我们只在强调的，把凡尘的生灭都去掉，然后守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就真常。那么常光就会现前那个常光就是智慧的我们呢佛性的智慧就会显现在我们眼前。根尘四心应时消落六根六尘六识那个心都没有了这一些呢干扰我们修道的最重要因素都去除了没有了。内脱身心由上面的观味之知已经来关照那个味道的那个知它不是体，故物舌性非观呢舌根呢自体不是，故能呢情界脱禅就是我们有情事我们那个情界
在前面就脱开那个缠绕，就是被绑住了。然后外世界，由上位之知非物，非体非物，物舌性非干未成等物，我们那个舌头知道那个味道不跟那个外面完成的东西，我们吃的东西，故能去界超越，气界就是完成有形有相的东西都叫气，那我们面对的完成都是气界。之前我们不是有一直在讲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气，有没有？形而上就是形象的上面，无形无相，那个就叫道了。那形而下，形象的下面就是有形有相，那个叫做气。这样气界了解吗？讲清楚不？让我们能够气界超越，就是不迷恋在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一些东西里面。那么前用应念得着世间之乐，故得远离三有，这个三有就是三界，因为三界都是有因有果，所以叫有，如鸟出笼。鸟就比喻我们迷的时候我们的真都在妄中，真我们的活性本体已经坠落在妄的里面，笼就比喻三界，这个五阴色受想行识五阴。那么既然结跟行相应，了解跟实践已经相应了，离妄正真，离开妄的能够正我们真的，故如鸟吃笼，离垢消沉，离开尘垢，把那个完成了，都是往了。华严清净，见道之眼叫做华严，都已经清净成阿罗汉。以而根为本修因，还复一位清净之心，旋转那个巡程，不按照凡尘的那一种习惯性，已经把它旋转了，那个念妄之知我们把那个念妄之知把它旋转过来，当成我们活性本体。以思舌根最为这个第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用舌头来修道。那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我们有没有从舌头去领悟真理？这不假这拍假，重点都摆在那个味道里面没有摆在那个知知道味道的知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味道的知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日用而不知，对不对？所以很亲切的，佛性就跟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只是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而已啦，是不是不知道？没有研究不知道怎么会知道那个吃东西的知是从哪里来？它的未主原来，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说自然的原来里面有这么多学问所以我们要了解。那底下这个必因且陀抽这一个名称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必因且陀抽它就是以这个生根来悟道，就像以前不是说脚底按摩嘛，有没有？这个跟脚底按摩的意思是一样那么即从做起对佛主而白佛言：我出发心从佛入道是如来就是很多次
都听到呢，这个如来讲经说法，说知世间啊，不可乐事啊，就是凡尘啊，一切啊，都没有快乐的事情，都是苦。那么起时成中，这个呢，毗陵伽婆娑啊，在起时成中的时候啊，心思法门，他的心啊一直在思索佛所讲的那个真理。那么不解路中啊，不知不觉一直走路的时候啊，毒刺啊伤子，就是去踩到啊，那个毒刺。那么己身呢，疼痛，那我念啊有知，知此啊，身痛，虽结痛啊，结清净心，无痛呢痛结。我又思维如是一身，另有双结。为什么我一个身体呀，有两个结？色念啊不久，摄受这个念头没有多久，身心啊忽空。3七中啊，3七21天之中啊，知肉啊虚尽成阿罗汉，得亲应记，就是亲应记，花明无学，就已经呢到无学位。佛悟圆通啊，如我所证，成觉一身之为第一。就是啊，身体呀的那个觉，毗陵伽婆娑啊，过去500世啊为婆罗门，性啊都骄慢，每过恒河啊，呼和神，小别断流。那么神虽为断啊，来称，然后呢，来导呼听，就是啊。向呢佛释迦牟尼讲，那么佛呢就要呢这个毗陵伽婆娑啊向这个河神啊道歉，然后呢这个毗陵伽婆娑河长，然后呢就向那个河神说小悲莫嗔，然后呢旁边的人都大笑，那就讲话了，说实无心，他实在没有那个骄傲的心，因为河神过去呀，就是很早以前呐，就是为这个毗陵伽婆娑呢，这个家里当婢女，他就变成仪习惯了，他看到的是呀，就是他的婢女，老干啊。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那个6道轮回的习性啊，很强，对不对？以后他当大老板，他也会叫他婢女过来，是不是这样？那个叫习性的他没有恶意啊，可是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我就实在没有那个骄傲的心。就是因为这个河神啊，以前当过他的那婢女，就是仪喜。那么花心持家，这个呢毗陵伽婆娑啊，花心出家，常闻如来呢宣说苦地呀，就是凡尘一切啊都是苦，起时成中呢，心思法门。那么即观苦地啊，行住坐卧，不离啊观法，不观这个行住坐，什么时候呢都在观，观这个苦啊，凡尘的一切苦。那么只顾做观啊，不觉路中呢有毒刺，心不行走啊，自伤呢其主。那么毒入身中啊，前啊疼痛。那么正在观苦地呀，忽然遇到苦事，乃是呢花物啊，之机，就是要他领悟你这个苦啊真的来了。那么正当毒花疼痛的时候啊，我念真中啊有个能知觉者，知此啊身痛，那么遂啊，即立足，立定了脚跟，观察。此知痛者是谁？
哦，这个知听是什么人？还哈哈，那个后学家的。只有一个不痛的呢，有一个不痛。我用呢，水那个毗陵解剖传，那么此思维不是呢，那个世心的思维，就是智慧，就是八正道正思维。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正思维，就是了解到一切事都不正，叫做正思维。我们一切的事都不正，知道这样叫正思维了。所以那个正思维，因为可以入道，所以叫正，不像我们思维就是世心，那世心生灭，让我们轮回六道。那么是是真妄合，智全部都是真，即是八正道正思维，一人一生，应只有一个觉，为何有双觉呢？所以各位不是说被流讲是骗人，去脚底按摩好痛，就是没有找到不痛，说我在骗你们，骗不骗啊？没有勇气再试试看，再去试试看可以找到不痛的，就像毗陵解剖舟，他那个毒刺伤子很痛，可是他就感觉怎么有一个不痛的呢？那个不痛的知道这个痛有没有？两个有没有两个？不痛的知道痛的，你在痛，是所谓的痛，身体在痛活心不痛，身体是假的，所以那个痛是假的，所以他就发觉这个来用这个来修道就是最这个殊胜的。所以摄念他收摄念头，收摄呢那个知痛是生念，结成疑团，随顺呢无痛是真觉。那么未久之间无顽固，未久没有很久，身心忽空，忽然身心都空了，因为只有真觉那也没有身心这个要体悟了，要自己本体悟。我们身体呢遭受苦痛的时候赶快不痛的。你找到以后身心那个痛的身心都不见了，就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所以这个身心无空，身呢疼痛的身根，心是结痛的身事。就是那个事，忽空则由真觉之力所融，就是真觉之力把身心都融化，疑团呢打破，真诚忘觉，就是忘尽真显，真理经准的忘都觉，如汤呢消冰，热汤这个消冰。假如说我从冰箱冷冻拿东西出来，它不是结冰了嘛然后我们放进那个热开水，或是进那个锅汤里面煮是不是很快那个冰都融化？这个如汤消冰，就是这样孤耶忽空没有了经3、7日之前21天，21天以后知肉悉尽，全部烦恼都没有了，没有烦恼了因为身心烦恼都是从身心来，对不对？身心易到，然后起烦恼，没有身心有没有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悟真理就可以脱离所有的烦恼。没有烦恼烦恼本来就是菩提能够生出烦恼，它就能够生菩提
哦，所以烦恼菩提啊，都同根源。那么成一啊，本觉清净的真心，就是已经纯一了，都是本觉清净真心，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永离啊虚妄，永远都离开虚妄，成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就已经成就了阿罗汉。如我所修所证，成一本觉，一妄身心，以失身根啊为本修因啊，最为第一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毗陵且婆娑啊，就是啊，很努力在找不痛的，他真找到了，我们都有没有在找啊？有啊，有没有碰到啊？还没找到啊，有一天当你遭遇到很痛的时候，赶快找不痛的，找到的话，你家啦，搁找，你搁找我，找我找，比较拢我无看。我们做问莲花下一念不生啊，也是啦，一样的，虽然没有说很痛，可是真的把那个妄不能够记。妄没有了，妄没有真就显现，所以啊，你一直做的话，功夫越深入，你会到达失机而容现，就是你在家里面住啊，不用出门，然后外面有什么事啊，你都会知道，羡不羡慕啊？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了。那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是意根呐，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意根。意根呢就是须菩提，须菩提呢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也。这个都是应当要做的一些礼仪。我逛起来啊，心得无碍。各位先生，你看我旷劫来心得无碍，都知道自己旷劫以来心都没有挂碍障碍。各位先生知道我们从旷劫来差很多不要说旷劫了，我们前面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差很远，对不对？所以要修这个修呢绝对有效。你看他都能够了解说旷劫来心得无碍。那么自意受身他自己意就是记忆他自己记忆受身就是在现象完成现象受身有形象如恒河沙啦有够久的，对不对？一生一沙，恒河的沙很多，对不对？它就像恒河的沙那么多生，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知道他须菩提知道，他知道呢，他这个经历那个历劫受生我们都知道前生都不知道了那么出在母胎这个这一生呢在母胎的时候即知空寂，厉不厉害？在母胎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就知道空寂我们修久都还不知道空寂，对不对？我们都着相哪能够空，哪能够寂寂灭那个空万象都空他在母胎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努力要不要努力？所以或许第一堂课不是说吗？你了解了听2个小时就好了，人6组都没听都打对吧？我们2个小时可以，不懂的话就要欣喜了，对不对？欣喜久了3年了，有没有进步绝对有了一定有
然后我们还要再加紧脚步，赶快再努力的修持，虽然还没有说在母胎里面集之空寂，可是我们毕竟修的根都在。如是乃至十方成空，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都是空的。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十方是空的？我们都被十方的形象引诱有没有？他都把它认为实在的，结果须菩提在母胎就知道空的，十方都空的，都成空。那么意令众生呢，证得空性，所以他发愿，要众生都能够证得，就是得到空性，我们那个真空的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蒙如来这个花，就是如来能够呢把这个整个那个真理就是呈现。性解真空，然后空性圆明得阿罗汉，如来给他引导到达呢性解真空，空性圆明。那么遁入如来宝明空海，就已经进入如来那个宝明空海，同佛之见，跟佛的知见一样，一成无学，就已经呢到达无学位，解脱呢性空，我为无上。所以解脱性空须菩提是最这个上乘。所以讲解空理它是最拿手。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呢入灰，灰熟灰烬，所以诸相入灰，就是知相都是假的，知相皆空全部都是假的，所以入灰。灰熟灰烬能灰跟手灰全部都尽没有了，没有能灰也没有手灰。旋滑归无，旋转那个滑，因为它从一根呢修持所以把那个滑成的那个六尘的最后一个滑，色声香味触法的滑，然后归无，全部都没有。思维第一就是从这个一根修持。须菩提出生之时，其家的宝藏忽空，挖无去那么其父呢大惊未卜吉凶，生出来我财产拢无去，那么得到一个quả，既善呢且吉善吉。所以他的名也叫做善吉，须菩提也叫做善吉。那么未久，没有多久呢，宝藏又复现，又名善现，没有的话又呈现出来善现。那么起咒顶白佛，我况且来心得无碍。那么心就是一根，我们意心意一根，无碍就是空，已经都没有障碍。自意受生呢如恒而沙，那么吉言多生，受生有够多了啦，一粒沙一生，比喻如恒河沙，使得四命通，这个无有隔胎之名，隔胎就是我们上一世怀胎，这一世怀胎，下一世怀胎，隔了一世隔胎，它都会迷了，对不对？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生这一世的事情，可是须菩提就知道，所以隔胎不迷，不会有迷昧，所以那个叫宿命通。那么此系数原本它久远之前的本来已经有修道了。那么是在母胎呢即知空寂此生
随相受生，在母胎之中呢知四大本空就是这个我们凡尘的元素水火风土四大本来就空，无印非有，色受想行识五蕴不是有的不是实在有的，当体空寂当下水火风土的当下，五蕴的当下都是空寂都没有实在的实相都是假的。如是乃至出胎之后，由人空呢而法空人空以后又领悟法空，十方世界松罗万法就是现象非常的多松罗万法，那么皆悉皆空寂，全部都是假的不真同身心的菩萨人法双空的境界那个身心菩萨已经到了我那个人就是我，法就是法执我执法执已经都双空了。从佛出家以后，广为众生先说人法二空那个就是先是这个真理，欲令众生证得空性证得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即人空法空真如自性那么空身虽悟人法二空，这个空身就是须菩提也叫做空身。虽然领悟人空，人就是我法就是法我执跟法执两个都空，那尚未了达空性即是如来常见不了解说空性就是如来常乃从如来显发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这个如来就是讲给了须菩提听我们的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悟得全空全觉全觉全空，空性就圆明并空亦空，连那个空也没有，故能顿入如来第一义空，即如来那个证悟的那一种那个第一义。那么保明妙性真空性海知见同佛，知见已经跟佛都一样。如来印证这个虽证空性不住于空，不为空缚不给这个空辅助了绑束缚，是为解脱。那么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就是万法皆空，知相都不对啦知相就是人相法相这就知相，以及凡尘的相都知相都入灰悉入于空了，全部都没有这个实相，都是空不存在的。那么灰即空灰所灰尽灰就能空之空，所灰就是所空，是所有万象以及我们人法二相就尽尽也就是空，即能所即空玄法归无此法法尘之法，乃人相法相非法相之法，以一根无分别性，玄取希望生灭之法，复归本源觉性第一义空这个无字就是第一义空唯是一根最为第一所以这个一根来修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大部分那个一根都是在应用凡尘的这一些现象不知道回归到佛性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是讲通和的嘛要静默不出声因为还是我讲的啦讲什么默，我们导师做得很好默
不过要感应啊。假如我们这个起鸡皮疙瘩，或是打嗝啊，那个就是感应。各位有没有经验？打嗝，有没有？然后起那个鸡皮疙瘩，没有？那个感应就是跟真理感应，跟仙佛感应，都有这个现象。喜欢的还是讨厌？当你起鸡皮疙瘩，当你在打嗝，喜欢还是讨厌？对呀，不要落入喜欢，也不要落入讨厌，平常心。那么接着还有就是这个舍利佛，舍利佛呢，智慧第一，即从骤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旷劫来各位先生，这个看到他们讲真的很惭愧了旷劫来，我们从前生来都不知道了，他还从旷劫来，非常久远旷劫来，心见清净，那个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而沙，跟那个须菩提一样。受生就是好像恒河的沙，一粒沙一生，世出世间种种变化，就是呢，那个世出就是出世间，那世间就是凡尘，种种的变化，一见则通，哇，这个我们这个百见千见万见都不通，一见则通，厉不厉害？我们也要学一见就通，一见就通，省掉很多麻烦，对不对？所以要学一见则通，或无障碍，通了就没有障碍。那么我以中路在路途之中，逢迦舍坡兄弟相阻，先说因缘，悟心无际。我们的心没有边际。那么从佛出家，见觉明远，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就是菩萨，从佛口生，佛讲经说法，他从的佛讲出来的法去修持成就了，就这样就是从佛口生。然后从法化身，从法去修持，已经成就，就讲从佛化身，从法化身。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知见，所以那个光就是智慧，思维，这个第一，所以这个心见就是眼识，所以前面讲这个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讲到根，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现在讲到那个识，六识的第一个眼识，已经这个13个12个了，因为一个最后那个耳根留在最后25门，然后还有24门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24、25，那24、25或许都有在写讲义的，另外编讲义，今天已经带来了，我们讲的时候再花。讲到24门、25门的时候再来花现在12而已啦还有十几个修行法。那么不然色尘，我们的眼识眼睛的认识，就是我们眼根对色尘产生的那个知觉性，就叫眼识。认识，我们凡尘都在用，对不对？对不对？
用得很习惯。我们看到六尘都会把它当真的，所以毛病就出在这里，把它当真的。我们六根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研究真理才知道假的，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很真呢所以我们都会讲，我亲眼看到，对不对？真还是假？都认得很真结果不知道它是假，是假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看到不一定是真的，是假。所以这个眼视不染色尘也清净。我们眼根不染那个色尘，都叫做闻书常触目。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的眼根所看的都是文殊菩萨的智慧。那文殊菩萨的智慧就不会住相，就了解那个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学那个文殊常触目，不要让那个眼根跟六尘一接触以后变成那个眼视，就是六视之一。那么如是如是受身如是呢，指这个眼视清净受身呢，如恒河沙劫之久就是非常的久。是之世间还圣染净六还四圣。这个六还四圣知道吗？六还就是我们六道众生四圣呢，就是佛菩萨必是佛跟阿罗汉六还四圣，种种变化，只要眼视一见，随念分别，则能通达明白所谓的很厉害，不必呢意识嫉妒，不用用意识去想象。那么此显呢眼视名利舍利佛痴视沙兰梵志，就是侍奉佛台那个沙兰梵志。那么沙兰末法就是死了以后无师可师，就是没有老师可以奉事。那么一日有一天呢在那个路之中逢到呢三个迦叶婆兄弟兄弟三个相随在先说因缘的那个深意就是讲因缘所生华，我说呢即是空。这个我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了说给这个迦叶三兄弟听他们出来先说如来讲的真理。那么译名为假名译名中道义，也是假名也是中道。那么此四句就是大圣的因缘。那么舍利佛一闻就领悟圆融的道理。原理是我们如来藏心所以讲悟心，周遍整个法界这么宽广，故曰无际没有边际。那么另外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舍利佛呢这个入红马胜比丘这个马胜比丘呢就是那个五比丘之一微语详具，其七问汝师是谁趋前去问你的老师是谁那个马就回答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那么又问汝师受汝何法？他用什么法教你可得闻乎？可以说来我听听看吗？然后马上就回答：我初呢入道只记得因缘之法就讲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就不一样的那个传说
那么舍利佛闻已，归告目连，就是目犍连。那么他们两个人啊，就率领徒众，全部带来啊，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修道，那么二说之意啊，皆同，两个说法都一样。那么既闻甚华，乃知啊，诗意非常，遂从佛出家，见觉圆明，见觉啊，就是眼视啊，我们的眼视，前虽得无碍，尚未啊明，就是还没有圆明。那么今成呢，佛诲，佛的教诲，世经啊明远，得大自在，这个义父啊邪外之众，就是要降服那个不是正途，不是正修的，自己啊自愧，就是啊智慧啊最高，为那佛的长子，乃以啊自得智慧啊那个德性啊居长，从佛口生啊，从法法身，这个不是说呢是身，乃说法身呐，供咱的法心，佛性本体的那个叫法身，从佛闻法，而得悟证啊法身，如从佛口生，在教法之中呢，常成法乳，长养之力啊，是从法化身。那么佛悟呢圆通，如我修所证啊，心见啊，发光，即有眼视啊，而成无障碍智，眼视啊就成为无障碍的智慧，所以我们的眼视啊就变成我们障碍，造业的由来啊，所以这个舍利佛他有智慧。他能够呢，就是啊，从眼视啊，就成为没有障碍的智慧。那么光啊，就是智慧，智光啊，即次啊，彻我的知见，就是彻底了解佛的知见。使眼视啊，最为第一。那么有别的经典啊记载，舍利佛过去啊已成金龙如来。过去啊已经成就如来了，乃不舍大悲啊，导驾慈航，帮助呢释迦牟尼佛大传人度化众生，所以啊已经这个之前就有成就了。那么接着呢，就是这个普贤，普贤啊这个菩萨，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已曾以啊恒沙如来，就是啊曾经跟恒沙的如来表示啊，他跟随那个如来的多，为法王子，他呢是菩萨，法王就是佛，如来，然后法王子就是菩萨。那么十方如来啊，教弟子，十方的如来教弟子的时候啊，这个有菩萨跟着，修普贤行，就是啊根基啊比较利的教他们修啊这个普贤行，从我啊立名就普贤，世尊我用啊心闻分别众生啊所有的这个知见，所以啊我们这个了解说这个有修了以后啊，他们的那个程度啊，都非常的高，若于他方啊，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啊，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尔时啊，成六牙相，分身百千。这个他只有说百千啊，没有到呢那个啊这个亿皆至啊其处，众比障身啊，未得见我。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佛现在我们眼前啊，我们有障碍看不到，没有障碍就可以看到。像那个国父啊你看他可以看到菩萨，国父的随从旁边很多人啊，他就看不到。
那个就是你有障碍那佛显现了，你就看不到。各位看到了没？看到自己了没有啊？自己就是佛看到自己就好了。所以呢，这个众比障身未得见我以其人暗中谋点。这个有时候自己这个头顶注意看看有没有仙佛来摸。永护安稳，令其成就。那么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因闻花明，分别自在，是为第一。那么此呢，自己细数原因行密法界，就是密满整个法界，叫做普。位临极盛就是临近那个极盛，叫做贤普贤。那么我曾以恒沙如来为法王子，此贤呢是佛之多，是佛那个佛很多。恒沙如来悉皆成事功过没有一个功过，都能成事故得正位之身以为法王的真所以行愿品里面有记载，一切如来有长子名号曰普贤真，就是普贤。那么十方之佛如来教起弟子大圣菩萨根器的即圆顿一类之机修普贤显圆顿就是呢很快的都能够领悟真理即大圣的法界行。那么十大愿王这个是也。那么此行从我立名者有两个意思，一令行人有所效法，行人就是修行的人第二呢，令人普贤有所加披因此行他的法门，他呢就会加披暗中照顾你。那么我用心闻，心闻就是我们的耳识刚才那个是眼眼识舍利佛是眼识，然后普贤呢就是耳识耳识就是心闻。所以呢我们了解心闻唯用的耳识随念分别不假无记忆及独头意识嫉妒分别。这个五记忆就是眼耳鼻舌身五个它落在我们那个意地，那个叫做五记忆那独头意识呢，就是我们梦中独头，没有外缘，自己产生出来的那个叫独头意识。大家了解吗？还不了解再讲一次，五记忆就是五个记备眼耳鼻舌是五个。那五个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那个落在意地，落为意的我们知道，那个叫做五记忆，五个记备让我们了解，这样知道吗？然后独头意识就是没有外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可是它独自产生作用。像我们做梦我们做梦的时候眼也闭着，眼睛耳朵也没有听，对不对？全部我们感官都休息了它有整个有动那叫做独头意识，这样了解吗？五记忆，五个记的我们了解，然后独头它都没有外缘，自己知道那个叫做独头意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五记忆跟独头意识都是嫉妒分别，都是会这个失守便能分别众生所有的知见不要用五记忆及独头意识，不要就可以知道众生所有的知见
所以用那个耳闻啊，就这么殊胜。众生呢知见啊不一，众生的知见都不一样，有邪，有正，有大，有小，有浅，有实，种种差别。但用心闻就是耳识啊，即能了知，拢知影。若于他方伫咧真远的所在，恒河沙界外，即言啊，其处啊之言，有一众生呢，入普贤行门，我以耳识啊，成呢六牙相，分身百间，皆至其处。此菩萨呢，立生面前，利众生那个啊，就是啊，这个很急切，就是老婆心。那么即时而应，相是白相，表清白，梵行之相。六牙表六度，成此为因，而到如来果地，你能够呢，清白梵行，能够六度万行，这样就可以到达如来果地。一生呢，不分而普现，勤积贤，应理无为，就是啊，可以千百亿化身，如啊一夜当空，一个月亮在空中，引临众水，只要你有水啊，终究有一个月亮，有10滩水啊，有10个月亮，有100滩水100个月亮。了解吗？所以那个感应就是好像这个月亮感应在水中一样。重比啊，厚重厚重啊，障身。我于其人啊，暗中摩顶消其惑业，那个迷惑的业啊，把它消除。我们众生啊，迷惑不知道真理，那么持其啊障难那个障碍。障重的困难，把它呢，这个除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这个白天啊精神都很好，这个经典拿来看马上眼睛都瞎起，就马上度孤，马上睡觉，这个就是障碍啊，会不会啊？把经典推开了，精神来了，有没有？很多都有这个现象，那个叫什么障碍？他为什么不给你看？为什么不给你看？你看了知道真理，你糟糕了就不还我债了，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表明了，还，一定还，只要我欠债一定还，你不要障碍我。我研究了你也可以明白啊。所以我成道了，你也可以成佛啊。这样障碍就消失了。看经典啊，平常都没精神，一看经典精神都来了，很理想所以啊，这个普贤呢，民众啊拥护，令啊不退转，我们就怕自己啊，修道的心啊，不见得退了，如无障者啊，现身安慰，令其啊增进，皆得成就普贤广大行愿。那么佛问圆通啊，我用耳识啊，随念分别，能发智慧光明，普照啊情得大自在。这个就是普贤行耳识。然后接着就是那个身陀罗南陀，身陀罗南陀，身陀罗就是呢，他妻子的名字。那么即从奏起啊，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出家，从佛入道，虽既啊确立，于三摩地啊，心常善动。就是在正殿啊，拢无法度定乱，定不下心啊，心都很乱。这个导师跟我们在时常在问的心很乱怎么办呢？看看身陀罗南陀怎么来修。
那么胃后无漏哦，没有得到无漏。那么世尊叫我哦，即即西楼哦，即西楼就是舍利佛的母舅哦，观鼻端白，就是哦，我们两个眼睛，各位浅显，我们两个眼睛哦，然后看下来，是不是看到鼻头？有没有？你看下来以后哈，看到鼻头了没有？鼻端，他看到鼻端以后啊，注意到哦那个出入气，呼吸，呼吸，因为你在观这个鼻头，对呢，那个呼吸啊。就很清晰了，对不对？它能够收摄我们散乱的心我们那个心散乱就可以收摄。那么我吃呢，地观经呢37日，2吃1天，经过1天，见鼻中气，出入如烟，看到呢，我们鼻子那个呼吸那个出入就好像烟。那么身心内眠就身心内眠，言动世界整个呢世界都很清晰的见，变成虚见有如有理整个都不一样的。然后烟相渐消鼻息成白，结果我们鼻子的呼吸就成白那个白色了。心开漏尽心都开了，然后烦恼都没有了这个出入息化为光明，所以出入息呼吸都变成光明都有智慧，然后照了十方界整个十方界都照透了，得阿罗汉。那么世尊既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佛以消息许久花明，明远昧漏，斯为第一所以这个身陀罗就是妻子的名字，南陀呢就是本名因佛会下南陀很多人按连妻的名称以别之就是讲身陀罗南陀。那么是佛的胞弟就是他的这个亲弟弟就是那个净饭王儿子之前我是有说过嘛，南陀就是身陀罗南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弟他的亲弟弟，具32相短活它比虎比较短那个子。那么身呢也一样具色。那么虽具备觉力言语界虽然无缺，一定尚未这个实入就是还没有定心还不够。心常善动，善得心摄不起，收摄收摄不回来，动则心定不下那个定不下，有事情卡住因无定不能发挥，没有定就没有智慧，无慧呢不能断惑，没有智慧就不能断掉迷惑故未惑无漏，所以没有得到那个很殊胜的那个无漏境界到达无漏这个可以呢佛。那么世尊呢叫我即即西楼就是舍利佛的母舅即西楼。那么同为善心之机就是拢感官因为那个毛病相同，都是心散乱，故佛教观鼻端白两目呢自是鼻端呢唯有白相令其自心一处收摄善动所以我们一看下来，是不是看到只有鼻头，对不？鼻端看到鼻头
然后你这样一直看哦，看3721天了，各位先生，看哦，看嘛，看着一缸也变了啦，很快嘛哈，21天很快哈，那个经3、7日啊，见鼻中气啊出入如烟，竟然可以看到呼吸啊，好像烟呐、好像我们烧火的时候有烟，呼吸有烟吗？没有所以你念到可以看到那个呼有烟呐、有没有功夫？就是有功夫了当知此气啊，由佛风而起那呼吸那个就是气黑的是风。今我们体又有火，这两个合起来火风那么故烦恼走，故其状如烟鼓动烦恼走所以我们有呼吸就有烦恼，烦不烦恼会喘气烦恼啦没喘气就无烦恼所以这个昧子不觉迷昧就是不觉为地观能见思微露著那个微就变得很显著烟相见消，那个烟烟相就见消，然后烦恼垂寂烦恼无呀，出入鼻息净成白相出入息变成白相，心内明身心就是我们的鼻识，以鼻同身鼻就是身体出来的身内明即定成之相那个定已经可以了，可以有定了，完成了定了定功既成便能发挥，有定就能够发挥智慧。那么明智慧光明那个智慧已经光明，烦恼既消慧光迭发，迭就联系了慧光一直联系这个发挥出来，圆满洞彻依报世界我们的周遭环境就叫依报世界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正报我们这个接受天地之间我们有因有果，正报接受正的果报，就是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然后依报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样了解吗？那么变成虚境，整个依报世界就变成虚境虚则无碍，境则无染就是无碍，没有障碍，然后就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障碍没有污染。所以我们把依报世界要看成那个虚就是全部没有清明眼见到清明空所以不容易我们都看到万象都是真的不知道万象是假，都是虚你能够变成虚境的话那就成就了皆慧光遍容守志我们的智慧已经有了，发挥了，然后容所有的万象都变成我们佛性，这样了解吗？我们讲的都是真理，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卡通影片都是真的，真理所发挥出来，不得内明外虚内明外虚，犹如琉璃内外明澈那个琉璃玻璃我们现在看那个那个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那个琉璃比较价值玻璃它抽象。那么知漏寂静出入息化为智慧我们出入息化为烦恼。那我们有修以后，出入息就变成智慧变成光明
不取嗅闻鼻视，而取观息之功。消息乃消如烟之气，而成百姓之喜。交习既久应力愈深。消灭之肉，把所有肉都消灭了。唯师鼻观最为第一。这个就是那个生陀罗南头。生陀罗南头呢，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进入修道之前，他非常喜欢那个女色，就是很喜欢做爱。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教他观那个四面。到这个比较高的程度了，所以教他观鼻息，了解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要多接触经典，知道了就会又比较多。那么接着呢，富罗那，富罗那呢，密多罗女子，一个呢，富罗那是他父亲的名字，密多罗女子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把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拿来合在一起，变成他的名字。这个他比较拢会记得，都会记得父亲、母亲。那么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旷劫来，我看到又从旷劫来，你看个智慧以前的修持就是能够隔世不忘，隔了一代，前一世什么样都知道，它不是只有一世它是旷劫，非常久，一直六道轮回，每一次都知道，很厉害，辩才无碍，就是很会这个讲经说法，很会跟人这个辩论。那么先说苦空深达实相，就是我们凡尘一切都是苦，所有都是空，可以先说那个苦跟空，就是我们凡尘认为最好的福报，他说也是苦啦，苦不苦以我们的那个社会现象来看，福报就是好嘛是以整个宇宙来看，乐你要跟着乐，能你要跟着能，是不是苦没有自由都受到整个外境的影响，所以都是苦。然后万象都是空，都没有实相所以底下呢深达实相，各位讲讲实相是什么？实相我们所看到的都虚相、假象、幻象。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它不会变，所以实。实相没有形象，有形象就会变，就不能称实。因为它都不会变，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称为实相。我们要深达实相。所有有形有相都是幻象，都虚相，都是假象，都不真，不要住相，都没有幻。这样了解？所以一定要研究了。难怪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要听1小时，难道做1小时各位有没有做有一声囝。有啦，有想要做都无时间，困都袂赴佛老师指的要真的进入三摩地实际修这样呢才不会消失。或者都讲你一直研究真理，只要你隔个半年，你不复习的话，全部都脑袋瓜空空。你有研究过真理哪有？我怎么都没有印象，会变这样
为什么？因为这是如来密因，你既然不珍惜呀，上天都收回去，不给你了。你现在实际做，你一天听1个小时，做1个小时，上天收都收不回去呀，就闭你眼，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知要写，就真的有功夫，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心思啊，是不是跟没有研究之前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很自信说可以成佛啊，对不对？时间早晚一定成，因为从内心这个产生的自信，相信自己佛性，相信自己佛性，那个佛性就是佛啊，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所以这个况劫来啊，辩才无碍，坚守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啊，恒沙如来秘密法门啊，所以啊，连那个恒沙如来的秘密法门，这个呢，富罗那呢都能够知道，能够呢了解。那么我以众中啊，微妙开示。都能够开示啊，这个上乘佛法得无所谓，就是呢，不会这畏惧因为有一些像我们啦，现在很多这个修持者啊，就怕一直在先说那个苦，不敢讲到透彻，为什么？你讲到透彻，没有人供养。所以他怕了没有人供养，就不敢讲透彻，那叫做有畏惧这个无畏就是不怕，你都不供养没关系，了解吗？无畏容不容易？我们布施不是有3个吗？一个财施，一个法施，就是无所谓，不怕因为要成点众生受苦，不怕然后这个引导众生走修道的道路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可是你无畏不怕，无畏施有没有？我们大概都是有听过了，还有做吗？在想世尊呢知我释迦牟尼佛呢知道这个富罗那有大辩才，以阴生人教我发扬，就是从阴生人这个发扬，我于佛前自佛转人在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前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度化众生，因狮子佛成阿罗汉这个狮子佛就是百兽之王，狮子一叫了以后百兽都降服，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狮子佛就是在说法那个时候无畏，没有畏惧，佛的那种威仪。那么世尊忆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之肉，斯为第一。这个满慈富罗那密多罗尼子也叫做满慈子，满慈他的另外一名字。那么自己细数那个眼因很远的因，此由宿命通能够记忆眼节之事。那么辩才有4个，一个就是华无碍辩能够说这个出世间法以及世间法那个法无碍辩一一的名相无不了的，全部呢都是知道所有的名跟所有相。那么第2个呢就是义无碍辩能够说知法差别之义通达无碍。第3个呢就是慈无碍辩，能以一言而含无边的妙义
一句话可以包含无边的妙义，能说广义啊，那在释语中非常广的那个义理呀，几句话就把它说明了。那么第四个，乐说无碍辩，随顺众生的好乐，善巧方便呢，而为说法，深达呢实相之理，就可以到达实相那个真理。苦本无苦，苦即法身所以这个又讲到最殊胜的苦啊，本来就没有苦，都是我们自己认定苦乐是我们众生自己认定，没有定向苦乐你很喜欢做那个苦那个最苦的你也当成很快乐你都不喜欢做最乐的你也当很苦所以苦乐无定，都是我们自己认定自己认定的就是心心认定，所以可能它苦本来就没有苦苦呢就是我们法身，那么法身呢就是实相不生不灭实相，真空呢不碍妙有我们真空不妨碍妙有知法呢随意能说就是所有的法呢随意随着那个事以上的那个地点听众他都能够说得无所谓。那么分如来呢是无所谓这个如来的是无所谓就是第一，一切智无畏，所以一句话一切智无畏，就是问你你都能够知道，不会说不会回答比如说今天早上下雨它下了几滴雨，你要知道它下几滴雨你都要知道这个叫做一切智无所谓。我们可以大概会讲单双，不是单数就是双数一定对的那样不行那个叫做含理合理含糊说法不可以要明明白白的说。然后漏尽无畏，这个漏尽我们就是了解到漏就是烦恼，漏尽烦恼没有了无所谓所以你问烦恼怎么解决他都会跟你讲。收障道无所谓，就是障碍道我们想修道为什么障碍道什么因都可以说出来。那么第四个收尽苦道无所谓所以这个收尽苦道有的都不敢讲因为一收到以后哇没有乐的，全部都是苦能以众中做狮子火就是无畏无所谓，心无所谓，以华而得自在，那个华自在就已经是佛的程度了那么以因生人即口轮说法助佛扬化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发扬那个佛法教化身。我以舍使说法无畏即以法音降伏之谋就用那个法音降伏之谋。然后我们还剩下10几分了就是准备给各位提问因为这个或许这个来的时候这个我们文书就交给或许一个问题这个用印的啦，影印的他就讲平视双修平视双修内容都这样的。后曰天一生水，地二生佛，地两地有二生活，炼精炼气炼神，前赖持佛，故以二目平视空前，即双修也。二目回光手窍，即双修也。
其之呢，双修之理，在阴阳之扣合，而不在呢其我之排列。彼禅门之顽空孤咒，何禅不盘二指，扣两手，两耳内听，两目内视也。其百无一成者，无非不得阴阳扣合，交相为用之理也。历代祖师言垂帘而不言平视，今则普度严惩统道。各位听了又怎么样？啊？所以各位前人，假如说我们落入这个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那水火还缺什么？火土啊，对不对？那只有两个啊，水火而已啊。所以练精啊，练气，练神，你练得太好啊，你生活都可以寿命啊200岁，那也只有200岁啊，练个什么？那么前代持佛不用了，平常吃得饱，睡得早就好了啦。故恶目啊，平时空前都会变僵尸哦。即双修耶，这个也不用修恶目啊，微光手巧这个的收之一记的还比较好一点微光返照即双修也，这个哪是双修？这个已经是进入真理岂知双修之理，在阴阳之扣合。各位先生，我们佛性体啊，是阴是阳？要了解到不能落入现象我们佛性本体既可以为阳，也可以为阴的，既可以为男，也可以为女，既可以为山川，也可以为大地，是不是？就高的多了这个呢，而不在其我之排列其啊就是3、5、7、9，其我呢就是26、80，我了解吗？落入树木啊，那是什么修？禅门顽空孤咒都是盘腿啊就两足两只脚然后压起来，然后扣2手，然后两耳内听两目内视其百无一成说禅门这样的顽空修法，百无一成无非得阴阳扣合，交相为用之理。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你拿这个来问这个不用后写回答，拿给你都会回答。有问题要问吗？还10几问呢。这边有学生在问。好。善念、正念、无念是怎么样区别？善念已经起心动念，是属于善念。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既然有善，有没有恶？那个都是落入我们情绪的。你认为这个都是好的，那就属于善。那假如说危害众生呢？你认为好，可是对别人不好那个是善还是恶？就变恶了啊！那个我们要了解到，起心动念有善有恶了，都是从心里出来。那无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没有要了解到没有起心动念，那个无念。那无念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忘不要了万念都放下了那个忘不要，无念，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就叫做正念。正念
无念就是正念啊，正念就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这样啊，善念念正念，安尼知不？来，还有吗？还有10分钟。第一个提前在问，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再加现连一念，共10是什么是昔日之过？昔日之过去，即后日之来；昔日之未来，即今日之现在；昔日之现在，即今日之过去；后日之过去，即今日之现在；后日之现在，即今日之未来；后日之未来，即昔日之过去。不用看。那个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性问之中啊，只要你不落入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然后没有3心以后，这些全部都没有。你有3心以后全部具备这一些所以我们要去管那个什么过去的那个现在就是我们进入的未来，不要去管那个了，你管不了的也不用那个心，什么不要了，那个全部都不要，万年放下，不是很清净吗？你干嘛？你各位前可以了解，一听不傻傻，绝对不傻傻。不要，因为什么？3世都没有那个过去式没有，未来式没有，现在式没有，都没有了，没有那个念头那个3世真正的就摄受你住了把你吸不掉了，知道吗？3世我没有过去我没有未来我没有现在不落入3世，那不落入3世6道轮回就找不出我们了。我们当前眼前现在的那个一念就具备万年，具备10世10世的古今不离当念，当下的念头就具备了刚才所讲那一切全部都具备所以我们要了解到3世又各有3世，加起来就9世，用一个念头一世就10个10世古今跟往后都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所以你当下的念头我们佛性也满具足，不缺无余，无欠嘛无剩，拄好拄好就好所以我们佛性圆满都具足就这样所以就不要落入那个今日的过去，明日的未来就不要落入了。还有吗？有没有在问的？好，请说。有讲师。好，请说。不大声。有了。有讲师请教你一个问题。好，请说。3年前，或许是觉得说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然后念头，刚刚我讲的念头会很多那或许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想要问一个有关阿修罗的问题。那阿修罗他重点就是说都要用那个考验修道人，就是我们白养修道士如果说他不把你考倒的话，他没有办法上升他考倒你，他才能够上升所以他非常的聪明那或许就是说，第一个老师也讲过，比如说比方可能考到身体生病然后没有钱然后高处不胜寒那讲到说讲这个私心的私人的私讲到后来就是私嘛，就是贪生私化的私嘛那这是第一个问题，要了解说有关阿修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请教有讲师，就是说阿修罗他可以成佛这是后面了解的问题。好，请坐。这个你的这个观念不正确
为什么？阿修罗是来考道的，他考道要有上天的那个指令，所以之前那个在民国大概65年，那个王寿，我们有一个王寿，政府抓去关就是他想当皇帝嘛那个时候王寿那个时期有派呀那个阿修罗就是卢胜彦，派他来考一贯道。可是在王寿那个时期，民国65年，他考到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之后不能再考了，再考他有对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关于阿修罗考到的这个事，那个是很独特的，有好像那个姜太公呢跟那个申公豹那个时期一样，就是考到，但是有时间线。那我们要了解到在我们的那个六道轮回里面，那个阿修罗，因为我们都把它列入三道，可是阿修罗它不只有在那个善道里面，恶道里面也有，所以它翻成中文叫做无端，就是没有端正，没有端正。可是他的那个修持功夫也都很够，他那心很喜欢战斗，就是很喜欢争位置啦。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说你动辄就跟人家打赌，不来修书的功，那个都叫阿修罗啦，是不是很平常？我们平常都可以遇到我们可以听到人家这样讲都是那个这个都想修书唔慢呀，就是那一种那个心不平衡，就无端没有端正，它就叫阿修罗不是说都要来考到因为他有成就了以后，他一直想当那个四体还阴就是乔斯甲。那乔斯甲呢，就是忉利天的天主，就是33天我们呢这个六欲天最低是四天王天，然后第二个就是忉利天。那忉利天它有33天，因为它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那个叫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天，天主就叫四体还阴，也叫做乔斯甲那个我们都讲天主就是他在掌管。那那个阿修罗就是想要去做这个位置所以就会跟那个四体还阴那个乔斯甲战斗就是要争争这个位置，那个第4天的那个那个主宰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那个阿修罗他有修，可是他的修就是不到清净，不到究竟的地位已经有成就有功夫。可是呢，他就是想做大，不喜欢当随顺的那个众生的那一种处理方式，他就是想当天主，所以我们就这个讲那个落入在三善道里面还不算恶道，可是真正的佛在讲的时候他都讲5道。阿修罗不列入了，因为它每一个阶层都有，都有。你像天道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然后地狱道有阿修罗，恶鬼道有阿修罗，它在哪一道？每一道都有所以就不讲这个阿修罗，不把它列入了。
那我们要了解到，你看啊畜生道之中啊，有那个很顺的那个畜生有没有？有那个很霸的畜生有没有？那个很霸的畜生就是阿修罗道。我们看到啊，这怎么这么恶？没有？很自然的，你就会了解啊，他那个身份啊，就是阿修罗，阿修罗道。所以要了解说，阿修罗道他就是这样子，叫做无端，没有端正。所以你只要端了，你修持了，一样可以成佛啊。所以阿修罗道可不可以成佛？一样可以成佛啊，因为没有善根的都可以成佛。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善根啊，那是一起，就是时间短暂一起。因为我们死掉跟出生，那个死掉的时候啊，后悔了啊，我卖做派的话，就免安尼受苦。然后出来以后啊，从地道出。我出去一定要做好，有没有改变？所以那个忏体忏体就是没有信根嘛，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就是不相信嘛，那个时候他就产生相信，就有善根的产生所以忏体一忏体可以成道，那一忏可以成道，阿修罗怎么不能成？一定可以成啊，只要他改变。改变那个心，它就可以成啊。所以凡尘都是假象的，不要固定。这样了解吧？下课。等下诗歌讲诗，各位坛，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讲。我们讲到哪边呢？135，135那个优波里，找到了没？135页。中间优波里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亲随火于尘出家，亲观如来6年的勤苦，亲见如来降伏之谋，自知外道，解脱世间贪欲之漏，成佛教我教戒，如是乃至3000威仪，85维系，净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极昧，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的纲纪，亲应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言通，我以直身，身得自在，次第直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是为第一。这个优波里他言辞这个境界，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头发都是优波里在听那个佛礼华。那么在这个礼华的当下，优波里可以进入第4禅那个禅定，这个手在这个礼华呢，心可以进入第4禅。这个很难得啊，所以优波里呢，他能够就是延持着清净的戒律。那么据传说，佛呢为太子的时候优波里呢为东宫的执事之臣，就是在那边当官。那父呢那个佛呢，他被他的父亲出家，就是不给他父亲知道，偷偷的跑出皇宫，
那么它有这个狮子啊是旧，就是那个优波离有狮没有把太子看好。那么当然呢不安于位，就是那个官位就不能安坐了，且无职可供，没有这个职位，故随侯家。但为国王所派遣那个5臣5个呢大臣去追那个太子回来，不是国王所派遣的，所以不在呢五比丘之内，不在那个里面。那么清官如来6年的勤苦，那么太子剃辞须华，就是把头发都已经这个剃去了。那么将宝冠宝衣等这个交车诺拿回去王宫，告禀这父王母后不必忧念。金放王呢派遣5臣车诺往迎太子回国。那么太子就讲，不成佛道不回本国，意思以太随行，就是请不回太子，他们也不敢回去了。那在《普药经》有记载，知这个切舌山苦行里，天现的麻米，日食1颗，一天呢吃1颗米。那么5臣同这个优波离以太子伴修。那么5臣呢先后离弃，就是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接受那个牧羊女就是献那个羊乳给那个释迦牟尼佛喝。那么这个五比丘一看这个5臣一看以后就说太子背心的，所以不跟太子一起修了，所以他们就先离去了。那么唯有这优波离始终不离开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就讲清官如来6年的勤苦。那么佛在这雪山这个苦行本可成道，那么只恐贻误众生，以苦为道，故不在雪山成道，遂至菩提树下安坐。那个时就讲不成佛道不起此咒。经48天，波旬魔王梦见32遍，那个劫就是醒过来以后很恐怖观察阎浮提菩提这个咒示下将成正典，然后就4魔女就是命令4个魔女令坏释迦牟尼佛的残脸，现32的眉相，菩萨身心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寂然不动，然后令那个魔女自见9孔这个耳长瘤，然后2脏不见，8万虫尸让他自己看见，污秽不见，然后呕吐而去。那么魔就发怒轻率魔兵，有意加害。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在大经之中都不怕这一些这个魔王魔兵所以这一些亦无可奈何。那么此一优波离他目睹他看见的事情，故曰亲见这个降伏之谋，亲见释迦牟尼佛降伏之谋，然后亲见释迦牟尼佛自之外道，佛未出世的时候印度只有外道婆罗门教，那么佛成道以后人都信仰，那么外道都嫉妒，屡次都欲害佛，如生以毒贩害佛。那佛是心念，我心无毒，自不受毒，
心里面没有毒，不会接受那个毒，然后食以安然，就是吃了，知道饭里面有加毒啊，可是我就吃下去，哎呀都没事。那么用那个醉象，让的象喝酒，象醉了要害佛，然后佛就伸那个5个手指头，5个手指头呢就现了5个狮子，那象怕那个狮子，所以醉象就伏地不动。那么右度优罗频罗迦摄等，皆呢亲见自知外道，所以那个优婆离都亲自见到。那么解脱世间贪欲之乐者，这个优婆离讲，是优婆离自己记述悟证有原因，因清观苦行亲见降魔自忘，相信出世之有意，愿这个世间是无常。那么深知贪欲为知乐的根本，所以这边这个贪欲就是男女之中做爱的贪欲。那么既已深知自然就不着，故也解脱。所以没有那方面的烦恼。那么佛授以250条周戒，这是基本基本戒250。那么如是乃至渐次增进大圣菩萨戒法3000威仪这个8万细行。那么3000威仪以行住坐卧，这个是威仪各具备250那个戒比丘戒乘1000行住坐卧各250，4个就乘1000。那么对3戒境界，就是舍利已戒摄善法戒劳逸有情戒，那么各1000就乘3000所以3000威仪。那8万威系呢，以这个3000威仪配合我们身口吃身杀盗淫，口恶口妄其舌良，其余2舌那个7支，那么则成21000啦。这个3、7、21 21000，然后互配呢贪嗔痴，因为这个厉害非常毒所以各有21000贪21000，嗔21000，痴21000，那么合成呢就有84000的细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4000呢就不讲，就8万8万细行，8万威系。那净业跟遮业为这个守戒之法，性敌极恶不待制止，患则成业，如杀盗淫妄这个呢就是性业。那若守戒之法性体非恶，以能引令作恶，故遮止，如饮酒10分假车是为遮业。由是呢大小两圣之戒悉皆能持这个清净无患小圣呢自身就是身体不患，故身事即然。大圣呢自心这个比较呢这个修的高比较高一点，故呢意识意昧，没有意识。那么此即由戒然后生定，由定呢然后发慧生发智慧，成呢这个阿罗汉是如来律中的首领，于大众之中呢能以戒律整纲四句同名叫纲，维持叫做记。那么佛令呢稽查持犯，叫他来做呢众中的那个纲纪处断轻重，统领呢众这个僧众，维持律宗所以讲我是众中的纲纪
那么此事呢，大圣啊，自心之戒，是我密行啊，无念总持。那么猛佛亲印啊，我心戒啊清净。小圣啊，自身之学，持戒修身，是我显机呀，在有形有相这方面啊，能够显示出来。那么猛佛于大众之中呢，推为无上，如《大智度论》里面记载，长老优婆夷于500罗汉之中呢，持律啊第一。那么佛问呢圆通，我用身智执持身戒，身世不齐，于促成之中并无违顺，所以这个促成接触凡尘。那我们了解说，收取文字好像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这个穿衣那个就已经也是促成。违就是穿的不合适，叫违顺呢，就是穿的很刚好，那个叫顺，所以促成中并无违顺，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身得自在，由内及外，次第以身世，然后执持大圣的心戒，心得通达。悟明既无所持之戒，亦无能持之心，能守双明。然后肉身肉心不待执持，自然呢都无患。这个已经落入我们的那个习惯性了，就是习性里面都是真理。故曰呢，一切通利，得圆通。所以这个优婆夷呢，在这个戒律方面就是守得最好。底下呢，就是那个大目犍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一从做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持一路起时，逢遇优罗频罗，迦耶那提三迦舍波。先说如来因缘的深意，我顿花心，得大通达。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游十方得无挂碍，神通花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为至真十方如来，探我神力，严明清净，自在无为。佛问圆通，我以闲赞，心光发宣，如尘浊柳，九尘清影，斯为第一。这个优罗频罗呢，我们中文叫做木瓜林。那么义呢，依此这个木瓜林而修，迦也是三名，即象头山。那么依此三修，那么那提是江的名，依此江修，就那提。三呢，迦舍波兄弟有3个人，先说如来因缘的深意，挥起世间呢，和出因相，得大通达，花明的意识心即如来藏，我们的意识心就是如来藏。所谓的穷源彻底，了知前世前现，事都现。袈裟着身，得无挂碍，遍游十方，作之佛事，一切不动，纤尘不染，一点点的凡尘都不染，任意示现，就是随顺因缘示现在凡尘，度众生。无碍解脱都没有这个挂碍障碍。那么佛问圆通我用意识旋转虚妄的分别，互为圆满常住之心性。所以我们也了解说，从意识来修也可以回归到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在意识方面的修持
都用到自己本身上面了，自私自利，所以就修不成。那么能够呢，把延赞常住的心性呢，能够呢激发，归到这个心性本体，心地就光明。那么由此显发仙柳，现为神通，如成浊水，万事分别好像浊水。那么旋就是旋转，就是澄清，这个功夫啊。那营解营静呢，皎洁。知我们如来常性而成呢湛然这个澄清，整个都恢复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接着这边就把那个六根六尘六识都有这个讲了。那么底下呢就讲七大，开始就讲火大，污痴色魔，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相，合百佛也。佛常先意久远节浅，性都贪欲，是很喜欢的男女之间做爱。那么有佛出世呢，名为空王，说多引人成猛火计，叫我遍观百骸四肢之能暖气，神光呢都内凝，化呢都引心呢成智慧佛。从事之佛皆呼召我，名为佛陀。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那么心发大愿知佛成道，我为力士，亲抚魔远。佛问圆通，我以地观身心软处，无碍流通，知漏寂消，生宝业，登无上觉。无上觉就是佛，思为第一。那么久远节前，生机还未，性多贪欲以是生允习，就是累生累世一直都很喜欢那男女之间那个做爱，积习就成性，已经成为习惯性。那么以时有佛出世，那么佛名叫做空王，正第一义空，那个第一义空就是我们修到最高程度的那个状态。那么善人呢，观机施教。看看这个机缘它是什么样的那一种程度然后用什么法门来教他。那么说呢，多引人生为一佛，死为业佛。生的时候被异佛这个逼迫，然后死就成为业佛。因多佛亦多，因多的话佛亦多，故成恒佛记。所以我们了解说允欲我们人本来身都很清凉，然后允欲心一产生身体都发热。各位有没有经验？我们这个年岁都应该有经验的，有没有我没一个跟他讲。你这个没有想到做爱身很清凉你一想到以后浑身发热。这没有经验的很少了，都有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就猛火计都会发热。归为烧之善根，它会烧善根，并能烧灭智种，把我们那个智慧般若的种把它烧灭。所以这个空王乃叫我遍观这个百骸之肢看看我的身体百骸是周身的骨节，四肢就是两手两足知能暖气者于意心未动之时，全身本质清凉待欲念既萌之后意念发生了以后集体便捷软热就开始发热。
那自信啊，火炬之言啊，不虚绝对是对的。心生啊怖畏心啊就产生啊那个恐怖畏惧，专心的修观就专心来修观。那么禅观之中啊遍观周身的软处厌畏啊心生，很讨厌很畏惧啊那个心啊就产生。那么允欲这心啊就歇就已经没有允欲心了，遂成啊正定那个定啊也来了。一段呢神光内凝不动，能化呢多隐之心呢转异佛而成智慧之佛因得佛光三昧那个智慧啊也需要这一种那个热度。从事啊之神知佛成以我善观佛性啊，皆呼我为佛头。那么由得火光三昧力，断之呢结缚把所有的结跟呢绑住的缚啊正入圆通都断尽了。所以我们在凡尘啊，一定要把这个结跟缚都把它掉不要有结也不要有缚，这样呢就可以啊正入圆通。那么心花呢护法愿知佛正道啊，我为力士，永护佛法，亲服魔怨啊绝不孤老佛问圆通，我以地观佛大得成三昧此观呢百海视之是观身之意佛，或神光内里啊是观心之意佛，观行啊成就化心呢为道心，转意佛成智佛不为惑业所害那个迷惑那个我们造的那一种罪业所障碍，复以神光自随流贯十方融通呢如来讲性，而成呢性佛真空，性空真佛，知漏啊既已消除生大宝的智慧佛此劫佛光此即呢佛光昧转凡呢成圣啊登无上觉所以这个就是无痴色魔他自己细数。那么接着就是持地菩萨地大，即从奏其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念呢往昔普光如来知现一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入金国，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就是这个田地险隘不很顺畅我们这个行走，防损车马，我见呢平田或这个桥梁，或覆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所以我们看以往这个修持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那个磨练长时间的行善累积那个善让那个善都能够生根经无量佛出现一世佛出现在凡尘他的那个经过都是很久都要算几千年才有一位佛出现无量佛呢出现一世就可见他的那个经过是非常久远。那么会有众生以呢这个还馈此就是那个世间就是我们热闹的地方所在，要人呢勤入我先为主自己所意看伊要去倒位放物即行，明坑里就行帮助人家呢这个提东西，不取其值就是这个值就是代价不起代价，就是没有拿钱毗舍夫佛显现在世的时候，世都呢饥荒，我为呢富人，就是感哀啦各位有矮过人吗？这个感哀富人呢就是感哀
无问远近啊，围棋一拳，不管你是要去远的，还是要近的，甲你挨去摕一钱就好。后有这个车牛背于泥绿啊，这个兽那个背就是兽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啊背那个泥绿割掉，去落锅梅割掉，啊无法度行。那我有神力啊，所以那个修久了以后啊，那一些那个神通啊都会有所以有神力，为其啊推论拔起苦恼迄安尼连落锅梅车袂得行伊就法度甲伊推到那个可以行走的地方那个苦恼就可以消失了。那么十国大王阎佛摄灾这个国王呢就是摄灾这个请佛。那么我以耳时平以待佛佛要经过的地方呢，他都把地把它呢弄平这个都很不容易啦。那必舍如来摩顶为我就是摸他的头跟他讲，当平息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所以这个凡尘的地让它高高低低可是我们的心地一定要平各位心地平了没？有没有怨有怨就不平没有怨才平了所以一切这个平心地要平。那么我己心开就是了解到这个道理不是要做这个迄悬的骨骨的来还要甜的迄个所在，不是这样高了让它高，低了让它低。可是心就是要平地都自然平了。那么见身为尘以造世界所有为尘。我们身体我们身体四大假合跟天地的四大假合水有风土，我们身体的水有土跟外面万有水有风土都一样的都一样可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不会去感受这个外面的整个万象跟身体是同样的元素啦。为什么？因为身体是活的，外面的万象都死的，对不对？不觉得它是相同结果这个慈地菩萨心开了以后就了解说我们生的那个所有一切跟造世界的所有一切等无差别，平等都没有差别都一样，都是小宏图。那么为尘自性不相谋就是为尘自性不会互相这个伤害刺谋，乃至刀兵一手触连那个刀兵都不会伤害因为刀兵也是这个实以这个所有的宏图。那么我以法性悟无生人在法性之中领悟无昧的那真心佛性本体，然后安住不动就是领悟无生法忍，就成阿罗汉。那么回心进入菩萨位中，因为那个阿罗汉他的是比较这个自利没有利益到这个众生。可是这个菩萨他就要利益众生，所以回小向大。那么闻知如来宣妙莲法这个来先那个妙莲法那个这个殊胜的佛法。那么佛知见地我先证明那个佛知见那个地方所在佛的知见我先证明而我上手。那么佛问圆通，我以地观身界二尘身的尘跟世界的尘这两个尘
等无差别，都一样。本如来藏，都是呢我们的真心佛性，那虚妄的花尘，花道成相啊，都是假的，尘消啊是也，那个尘相啊，都已经呢，不住在心中了，也不住相了，那个尘就消了，然后智慧啊圆满，成无上道，就是能够成佛，斯为第一。因积平积平地形这个啊平地呀那个形，因累积那个平地，或呢持平啊心教依教啊修正故名啊这个叫持地以往昔呀勤苦修行在事项上啊早已都是在有形有相的上面啊一直用心。那么平地之行啊，自在普利不减亲疏，就是啊，不管是比较亲的，或是比较疏远的，以真理呀未能记录，在真理方面啊，都没有这个记录，这个少一行，不减亲疏啊，其心久亦平矣，就是呢平地之行啊。那个做久了那个心啊也平了。那毗舍如来呢，教以平心使以上升的法门事相平心易散，未能自散于真理呢没有办法契入，故教内心外内心外地本为一体不管是内心，不管是外相都是一体。只凭心啊，不分情气，情呢就是有情的众生，气呢就是有形有相的器具，则境啊随心转，整个外境呢会随着我们的心啊，旋转，哪有不平？哪有不平的地方？较前面啊，起步啊，这个天烟。就是呢，这上天跟呢海的深渊差别很大。那么此佛亦令以理呀来如是，用呢那个我佛性本体啊，把所有凡尘的事相都融入啊我们佛性里面，所以以理呀来如是，故曰呢当平啊心地，就是要我呢平我们的心地。以心为知法之本，心啊就是知法的本。那么地呢，由心造，有心才有地呀，没有心就没有地，所以地啊是我们心造出来的。内心啊既平，外相这个施以外相就一样都平了，沧桑变呀这个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沧桑变异，就是讲那个时间够啊，环境的改变，常自如如，就不会内心啊都不会变，外相在变啊，内心都不会变，故曰呢得世界地啊，一切皆平，净明经，这个维摩诘经啊叫做净明经。我们呢这一部啊，这个楞严经讲完以后啊，就讲证明净明经维摩诘，我们都拿到书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这一本这个研究啊，这个到终点以后啊，我们就讲这一部。那么易得净土啊，我们要呢得到净土，当净啊其心。随其啊心净啊，则佛土净。所以啊，《净明经》里面啊，这个就讲得很明白。那么换言之啊，易平大地啊，当平心地。随其心平啊，则世界的地啊也都平了。我则心开，就是如来藏心呐，这个开花显现，使之呢，我们的藏心呐，随缘成事。如来藏那个藏心呐，随缘就成事。心起呀，则千差万别。我们心呐，有那个欺入，
哦，那很多的岔路了哦，心则千差万别，心真啊，则法界啊坦然。哦，我们心真以后啊，整个虚空之间，就都没事。哦，内外呢，这个内外色啊，地大平等，非但不执着内四大为我，亦复洞明外四大呢为心。外面这个四大所有风土都是我们真心。见自身上地大呢微尘，以世界所有的微尘为是我们如来藏心，无有差别，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微尘自性色心不二，性色真空。所以我们了解性跟色真空。内身外界所有的微尘悉皆是我们的自性，不相抵触不相摩擦，如空呢合空，似水投水，不相妨碍。那么尤其悟深呢，不自浅位，领悟很深就不知在浅的位阶，故为小相大，入菩萨圣。就是大圣，知佛的知见即知根中不生灭一圣即灭场地，为知佛之因地心。那么依进修呢，可获果地觉。那么佛问圆通，我因地观身，界二乘平等无差，观身呢跟观界。这两个凡尘的景象或现象它都平等，没有差别。如来藏心就开显，以无分别智，已经不用分别了。那个智慧有智慧，不用去分别外相了。地审观察，相妄性真，本如来藏。相都是假的、妄的，性都是真的，都是如来藏。那今即物全相一性，所有的相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真心。因为有心才能够现相，所有的相都是性。万法呢都是我们真心，则尘相消除，智光呢圆满，成呢上道。各位学姐，这样了解意思吗？会不会讲得太快了？比较详细的有没有？比我们拿以前那一本以前那一本就没有这一些内容。那么接着就是夜光童子，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一个劫非常的久。它经过呢非常多的劫，恒河沙一粒沙一个劫，那个非常久的时间。那么有佛出世出现在凡尘，名为水天，水天佛。药之菩萨呢修习水观，就是观水，入三摩进入正定。那么观于身中水性无睹，就是观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水。那么粗从剔透，不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呢旋复，这个旋转往复，水性一统。见呢随身中与世界外呢无从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都是一样。我们身里面的水跟世界这个所有呈现的水都一样。佛于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生还没有办法把身整个都这个消失掉。当为比丘寺中安禅，就是在寺中坐禅。那么我有弟子窥窗观世，他要找师父所以从窗里面
师父在不在里面？那么唯见清水，就只有看见都是水遍在四中，那么了无所见，不见到师父啊。那么同志无知，其意瓦砾这个我们小孩子有时候也会用那一种方式来自己这个取悦自己，投于水内汲水作身就是我们那里各位以前可能也都会有那一个经验劈水劈啦，有没有？啾沙劈有无？有没有？这个我们在乡下呢，大概都有这经验爱喜欢去做那个事。他的弟子顾盼而去，那么我吃定以后顿觉心痛如舍利佛遭危害鬼。那么我思维，我今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源，因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是不是我已经那个功夫一直退步了才会有这个现象？那有时他的这个弟子这个童子劫来我前很快就到我前面来说呢如上师，说找师父看那个室内都是水那么我即告言更见水即可开门入此水中除气瓦砾你即马门开开你要水的内底甲你弹入迄地迄瓦片甲伊提出来。那么童子奉教或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难拢伫遐开门就拿出来了。那么我或呢入定生死如此那个痛就消失了。逢无量佛，又经过很久时间，无量的佛如是呢是以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遇到山海自在如来的时候，那个身体就可以消失了以十方界知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今以如来得同真名亦菩萨会。佛问圆通，佛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无生法人，圆满菩提呢是为第一所以这个呢是水大。那么童子乃童真入道所以叫呢这个童子，不是他很年轻就是比较小孩子，不是那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清修了，没有结分的就叫童子，知道意思吗？修习水观，修道学习呢观那个水，以水为观行吃从剔透，在我们鼻子也剔在嘴巴呢叫口。那么此水在外意见，在我们咽喉底下咽下去叫做津在佛外意叫做业进水此水呢境内这个可觉者，在骨髓呢叫做精，在经络了叫做血。那么此水幽隐含之者饮食消化皆大小便这个大小便利。那么其中津液水之清相，一皆水之轴相在一生之中循环往复，清浊呢虽异就是清浊不一样，水性水的性是一同一样性质相同，故无侵夺它不会有侵夺。那么内观既熟很熟悉了引令呢扩充呢观世界水能观之智以手之境吃得相应是为初成这个初成的入观之时不见其人，见其水整个身都是水，变成水了
即以水啊为身，水就是他的身体。哦，尚未得无相，还没有能够呢得到呢无相，不能呢无身。哦，即是以正上为身类。就是我们有身体啊，都是要被身体拖累。那么另言那个舍利佛欲危害鬼。那么舍利佛这个其结窟山入定的时候啊，有2个鬼从虚空经过，一个名字叫危害，一个名字叫护害。那么护害呢，告诉危害，欲打呢沙门，伊底下咧打坐，我来甲拍，危害呢劝，讲唔通，你唔通有这个念头，千万不可以。那个护害不听啦，危害就先离去了，他呢就走开。那护害以这个前头舍利佛的头，那舍利佛出定的时候啊，顿觉头痛，他就呢这个找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事情，这个身体素来都无患，都没有病痛，现在为什么头痛的这么厉害？那佛就跟他讲，说有这个迦罗鬼啊，手呢都打你的头，那个鬼的力很大，他去打须弥山的话，须弥山会变成2分了，就分成2半，力道够大的，大不大？很大这个佛很厉害也无去看会知呀，厉不厉害？不用看所以我是一切智者，或者不是讲嘛那个是无碍辩里面的我是一位我是一个智者，那个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无所不知了，问你什么你都知道，所以舍利佛问佛，佛就跟他讲，那个鬼打你，他的力道很大，假如说呢，汝若无定身硬毁碎，你若无伫个定力来底你的身体就毁碎了。可是呢，现在这个鬼他已经受果报了，身已经陷入阿鼻地，已经进去不能这个欺负修道了。那么君临危害鬼来同时守御凑集其名，公了唔对那么罗汉呢，并无病当名这个子果2福，这个子福跟果福四众金众，往较早以前的那个树生较早以前前生所种的，还是现在种的那么应招果来，而尚未受生者谓之子福。今已受生即生应受谓之果福所以子福跟果福不一样。若正四管已将子福就是见思恶后已经断尽了，不受后有，就是不会再有现象再还人现象不要再来受生，不会来了。但如现身尚未灰灭现在的身都还在，则果福有成，所有的病苦即生应受，就是我们身体都要去接受逢佛无量就是经过时间久经济必久很久，至山海如来时方得往生身体就没有了，性也真空无二，圆满菩提就成就了所以这个是水大。那么琉璃光呢，这个法王子即从奏起顶礼佛旨而拜佛言：我忆往昔经恒大劫所以这个修者都经过非常久的时间有佛出世名无量生，开示呢菩萨觉妙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言风力所转这个就讲风大了，风力所转
我以尔时啊，观界安立，观事啊动时，观身的动止。世界动的时候，身体的动以及身体的停止，观心动念，诸动也无二，那个动都一样，等无差别，都是平等，没有差别。那么我时解了，那个时啊，就是了解，此情动性啊，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来的时候没有来的地方，去啊也没有去的。那个所在地方，十方围城啊，颠倒众生啊，同一希望。这个十方围城跟我们啊颠倒众生，同样啊都是虚妄。如是乃至啊3000大千一世界内，这个3个千呐，大千、中千、小千呐，一个世界内所有的众生呐，好像呢，一气之中。一个气迹呀，自百文瑞，就是气迹的里面呐，把它填放呢，很多的那个文瑞，秋秋啊乱鸣，于荒尘之中呢，古花狂闹，我们变成那个文瑞，咱拢一只梦啊。才时啊，然后伫迄个世界内底啊，安尼悄悄乱鸣啦，安尼足侪代志的讲到未完，有没有？都是这样他形容的蛮贴切的啦，所以在我们这个方寸之中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啊，古花狂闹，都是安尼代志拢安尼办袂得完。那么逢佛未及啊，得无生人，这个逢佛还没有很久的时间呐，就得到无生人，尔时呢就心开，乃见东方啊，不动佛国为法王子，就见到东方，东方呢就是勤动之首，动呢都是从东方正。那么是啊，十方佛，十方的佛呢都成事，身心啊发光，动彻啊无碍，佛问莲宗，我以观察风力啊无一，悟啊菩提心，入三摩地，风力呢都无所依啊。这个风从哪里来啊？要研究透彻。而十方佛传一妙心，实为第一。那么琉璃光呢，依观呢得名，琉璃光，起惑呢身心发光动彻啊，无碍啊，故得是号。就是这一个名号啊，就是已经身心发光，动彻外。那么无量生佛开示啊，本觉妙明，本觉啊，即天然本具灵觉啊之性，即然呢不动，有感则通，在众分上为本来佛性，在我们的身上来讲就是佛性，妙是体啊，名是用，称体啊，然后体用。前用啊，集体都是体，都是本体，体用啊不相舍离，极妙的而名啊，即名而妙，又妙呢是不变异，那个不变呢就妙，名啊是随也，那么不变呢常随也，随也常不变，而空性啊，不变呢常随众也，而成生，能观之智啊，即所观之见。皆是无明妄言风力所转而有，真如界内啊，不立一尘，岂有世界众生？没有，没有世界也没众生，而此皆有对此一念啊，无明妄动，动则有风啊，风即一念啊，心中的动向，情气世间，情世间呢就是众生。气世间啊，就是我们的环境，
环境呢有很多器具这个东西，一切之风莫不知始于此所有的风都是这样来的。那么我于尔时即彼佛授观的时候教授那个观要怎么样来观，只是呢风大，由于本觉妙明随缘起念，一念妄动自己蒙蔽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妙明妄寻无明风所转，我们寻着无明被无明风所转，故有世界众生。但能观得风性本空。假如说我们观风本来就没有相，动相归有所有的动都不是有，所以我们在6个劫里面，这个动是第一个第一个劫要先解开所有动呢都是假的动相都没有，便可旋往复增，把妄旋转过来，恢复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归还本觉妙明已经归还了本觉妙明是真心，故我依教修观，按教这个什么网不动我果那个违法王子。无量生这个无量生佛，我们都这个听也没听过之前有听过吗？都没有，所以这个可见都非常的久远非常久远之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有一切都是这个假的都不真所以按照呢那个教他呢无量生这个教他那个修持的方法就按照这样去做，观察戒之安立十方的戒相，世界怎么样皆由风力支持。我们现在讲说大气层那个是风力。那么事之流动事呢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事的流动三世推迁，皆有风力密语这个风力秘密在移转就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那么身动静行智作恶，莫非风力所使。我们身为什么有办法动，就是风力它给我们用。那么心的动念为什么有办法念头产生？一样呢，就是风力使我们有念头产生。那么生住意昧莫非风力所推，都是全部都是风力，背后都是风力在推。如此观察外而世界，内而心，知动虽多其体无二，唯一风性，等无差别。全部呢都是风性呢在后面推。那么此情动之风性，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那么当体当下全部都是空的无有体没有实在的体性。微尘世界及颠倒的众生同一希望，都虚幻不实在皆妄言风力所转，都是妄不真。于荒乘之中古花狂闹，我们呢这个佛性那个地方呢就是荒寸一点点的地方所在，古花狂闹。那么逢佛未久示得悟证风大呢如是，知大呢皆然知大这个都一样。本无生灭，没有生灭之相呢可得，即得无生法忍获证的圆通。那么尔时心开，乃本觉真心呢开显，东方呢实以这个正为情动之首，
乃见啊洞中有不动的佛，所以我们的这个洞中啊有不动的佛性，有不动的佛。那此乃以风妄言这个洞中啊亲见啊本觉不动之真体，我那个本觉啊它不动，如不动，身心发光，寂寥妄身妄心呐，皆始于妄言风力所转。那么七念的法身真心，乃是自性本具，内外动彻，如镜琉璃应现之法，悟明本觉菩提真心，知妄呢都消亡，都没有了，妄穷真就显，进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和十方佛所传微妙心印都这个相符合，因观呢风大圣起，已经呢证悟到是一个这个程度。那么接着呢这个所有后土叫空，这个四大的这个空，虚空藏呢菩萨即从呢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也。我如来定光佛手，这个定光佛而无边身已经身都无边了，无量无边的身那个非常广泛，跟虚空一样。尔时呢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所有的那个佛刹，就是我们的尘土凡尘的土地，化成虚空，又以自性现大严净，内放呢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知传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身呢同虚空，不相呢妨碍，身能散入围成国土，广作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一，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所有的佛世界都是一样，一同发明得无生忍，得到呢无生法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律圆明，实为第一。所以这边以虚空呢为身，如来就是指释迦这个如来，定光佛呢就指燃灯佛，燃灯佛就是定光。那么虚空藏和释迦呢同是燃灯得无边身，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虚空藏菩萨呢同时侍奉这个燃灯佛。那么菩萨呢既以空性为身，应以空慧为手。那么四大宝珠即照空四大是自知智慧的那个知，内四大是我以空，若外四大法不空，则身相不成，大用不骗。故复以空智照明十方，围成佛刹，所有的那个佛土回多，好像围成那么多，十方的围成佛刹非常宽广，所有外四大皆化成虚空。此空呢非断灭空，不是断灭，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乃空之妄相。妄尽真就成，智光呢所融化成真空妙理，正法身，自己本觉真心现示大严净智，内放十种宝光及十智智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那么依正互相摄入圆融在，依报跟正报。依报就是外面环境，正报呢就是我们身心互相摄入圆融，然后自在，
由观空呢所致，地观四大呢非心外实有，本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那么无体可得，乃随妄想以生灭，念起则非有是有，念喜念没有，则当体空寂。基于空性呢，发明长现，就是如来藏，我们那个如来藏现。悟明呢，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所以我们了解虚空之间是真空，有佛性在。空虽然都看不到形象，可是佛性呢就在真空之中。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知不见呢有少华生灭之相，就没有看到有少华生有少华灭都没有，故得呢无生法忍。那佛问圆通呢，我因呢修空观得定，进入三摩地，正定，则色空呢无碍，依正不容，依报跟正报互相这个融洽。十方圆明得大自在以是空观最为第一是这个空。那么接着呢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即从奏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忆往昔今为尘劫，就是时间很久，有佛出世，名日夜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视名，心非常重视在管世间的名声，好这个有直取直性，就是攀岩那一些比较权贵有势的人呢，他都去攀岩。那么尔时世尊教我修习为心之定，入三摩地。那么历觉以来以此三昧四恒沙佛，就是用这个三昧来奉事非常多的佛，恒沙佛。那么求事的明心皆灭无有，全部那个求事在凡尘能够出名，能够有钱有势那个心都熄灭，现休息了，没有了，全部都消失了。是燃灯佛出现于世国乃得成无上妙语，四心三昧，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是性流出无量如来。那么今得受记补佛处，就是呢，接着就开始要掌天盘。佛问圆通呢，我以地观，十方为是，是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一片即止，得无生人，是为第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弥勒菩萨心中呢，这个世间名闻利养，名与利相因，因身为利益，就是被这个利机遇欺蚀，好奔走于贵子交友大贤，就是要跟那个有钱病的人，有这个钱人去交往，有名利可图。那么尔时世尊观机受教，因我众是民心慈善，那个心慈善，教我修唯心是定，观察三界为心，三界全部都是心，万法为事，万法都是事，通达一切的外境，无非心事之所变现，所有的外境都是我们的心事所变现，如梦如幻，无一真实，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那么因修此定心不慈善，
而不外求，得入三摩地，就是正定。此为心事定成，自日夜灯明佛起历以来，以此三昧呢，奉事恒沙之佛，为是定身，观人间富贵花间路。我们人间富贵，好像呢那个花，那个花呢晚上呢沾到这个露水，然后白天阳光出来，露水就消失了，所以人间的富贵很短暂。那么世上的功名水上窝，我们在凡尘上的这一些功名，都是水上，那个窝就是泡泡，水浪引起来的泡泡叫做窝。那我们世上的功名就好像水上的窝，但修内观无复外求，一直修内观，不用外求，故求是明心歇灭无有，要在凡尘那个有名或是有利全部消失了，都没有。那么自然登佛的时候，我乃得成无上妙缘四心三昧。妙缘的四心正定，前虽得三昧未生妙缘不能称无上，还没有到达妙缘，不可以称无上。那么居行虽经多觉，入理在一刹那，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一直在熏习真理，虽然呢这个都不太了解，可各位要了解到，等到你领悟是一刹那，一刹那就领悟了。你不学习的话，这个一刹的领悟永远都没机会了，都不会呈现。所以听不懂没关系，你坐着听到最后你就会领悟的就是这样，一窍通就窍通了，通了没？如瓜熟蒂落，我们看到那个植物种瓜，生出来不是小小的吗？它慢慢会长大，已经大了，对不？听它熟的时候到熟的时候，伊个蒂头都会落去，有没有？就紧摕来吃，不会烂去。一刹那间顿悟性事明知。觉明真事，就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呈现，前世前性全部呢都是佛性，前性前世如来藏妙真如性，此即有相中之前，入言教之时，那个相中有形有相，那个全就是方便。然后入圆教之时，进入实相，称体就起用，有体有用，故现国土，有净有秽，国土之中呢，有清净有污秽，即还圣还的同居土。那么一皆我事心，全部都是我的事心，变化所现，体本空寂。那么基业呢变化，那么相非呢实有，那个相不是实在有，要实相，实相呢是佛性不生不灭本体，那个才叫实相。然后有形有相呢都是虚相，幻象假象。那么真空呢不爱妙有，真空呢不妨碍妙有，故现呢这个国土。那么妙有不妨真空，故为变现。那么了达为是心事所现之故，事性呢又复流出无量的如来。我虽未成佛，已能呢现土现佛，承办之佛所应做的事情，广度无量的众生。今佛之我以证无上妙缘四心三昧。故得蒙佛受记后普作佛，以当来下生荣华三会说法度生。那么佛问圆通，佛以四大观十方
一切的依正染净，唯是四心之所变。了知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四心无二，一体也明。四心记除一切法，普照一切法，法无非都是四心，故也明。是以能入圆满成就真实之性记录圆成实性，自可远离依他起性及遍计之性，圆成实性是真体，能为知法守依。那么今既远离两种情执如佛所言，若以妄想则无实质，自然智，一切都显现，变得无生法忍，即入圆成实性。我以地观为是第一而成这个无上觉。那么接着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是念佛圆通了，念佛的法门。我们请我们这个办事员把那个讲义画一下。我们有那个带来的那个讲义，这个讲到24的念佛圆通，还有那个耳根圆通。因为这边讲的比较简略，或许又把在大藏经所看的又把它加进去，所以就比较详细，所以已经有印，先花的念佛圆通，一张比较大的是耳根圆通了，这各位可以传一下，摕几张本落都拢有念佛圆通，或许的念佛圆通跟外面所传的念佛不一样，这个是按照楞严经里面大势至法王子的念佛，他的念佛都摄六根而念，收摄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收摄回来，然后念佛，就是念自性佛，不念外佛啦。那我们外面的念佛圆通都是念外佛，所以不一样。这个是比较高的法门。先花那个念佛圆通，那耳根圆通我们之前已经讲过2次了，可能各位有一点概略的印象。那我们这一次还要再讲，因为是已经到达25门修持的法门。各位都拿到了没？拿到了阿妈都要提一张来我。好，谢谢。这个水火风土空见识7大之见就是根大，根大就是大势至菩萨修持的法门，念佛圆通这个来源就是体自楞严经，大家都拿到了没？拿到了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12如来相续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那么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就是要念佛正入正三昧就是正定要念佛正定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专为妄，如是2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2人相异两意念生。假如说一个人意一个人妄，这样的人2个人遇到的若逢了，可是都
相逢不相识啦，见到都好像没有见到，那就是因为一个念一个不念，那两人相异是两人全部都在念，恶意那个念就生，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以形影，不相乖异，所以十方如来怜悯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陶氏虽异何为？子若异母，如母忆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不借着方便自己的心就能够打开。如染香人身有这个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进入无生法忍。那么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无言通我无选择，多摄六根，净念相续得三摩地。所以这边多摄六根净念相续，这样来念佛就可以得到自定，实为第。所以这个念佛圆通虽然它的经文不很长，可是意思非常的好。那么大势至菩萨随圣世人同称为我，不同凡人妄执之我，意者意念，名记，这个名记不忘，往昔就是过去，恒河印度有名的大河，还原事目很多，长期河沙为做比喻，劫就时间，恒河沙劫就是说经时之久，经过时间非常久。佛乃大觉悟之人，具本觉妙理，发始觉妙智，有本觉妙理，有始觉的妙智，证究竟的妙果，称名为佛。那么十二如来相具一觉，据大密陀经里面记载，无量光佛、无边光佛、外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佛、不断的光佛、南师光佛、无生光佛、超入位光佛。念佛三昧及修因克果离苦得乐之甚方便。念佛是修行，清净三业之行，三昧是得定，一心不乱。果能念佛必得三昧，亦得三昧，只要念佛。大势至菩萨之念佛是多摄六根，经念相续，意思念之信佛。不必参念佛是谁，不必去参悟念佛是谁。释迦牟尼佛亦对弟子舍利佛讲如何念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导那个舍利佛要怎么样来念佛。如今当念念佛是空念，就要了解到念佛就是空，没有。空念的所言处是不应念，你所言的地方所在不能够进入念之中。如所念空念亦空，你要念空，念也要空，那个念的本身也要空，是无性空能断色想，那个无性空就可以断掉色想，能断取想，那色想取想就断了，所以这个无性空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就是达到那个无性空。那么世人尔时不得无想，何况一念，就是不会得到想，何况这个念，世人尔时都无所有，极灭无性，全部都没有。
不及诸啊，不及诸想，那个想啊都不收集，灭啊一切法，所有法都灭了，是则名为修习念佛。修道学习啊，念佛。念佛名为破散不散一切的结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散不散啊，一切的机关呢都要破，就是不在心中，无结无关，寂然无想，名为念佛。无结无关，寂然无想，这样就叫做念佛。所以各位一定都没有听过了，对不对？这样来念佛才是最正确的，最高的一个念佛法门。何以故？不应以结观啊意念来意念之佛，不应该呢有结有观来意念之佛，不能念外面的佛。无结无观，名为清净啊念佛。所以要无结无观，这样呢就是清净的念佛。以此念中啊，乃至无有微细的心，心念业，没有微细的心，然后心念业，况身口业都没有。又念佛者啊，离诸想，诸想啊不在心，无分别，无明字啊，无障碍，无欲无得，不起结观。非故随所念啊，起一切知想，皆是邪见。舍利弗，虽无所有，无解无观，无生无灭，通达四者啊，名为念佛。各位姐高不高？很高这个就是最究竟法门啦。大势至呢法王子所教我们的。那么如是念中啊，无贪无着，无逆无胜，无明无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讲，无想无语啊，乃名念佛。是中乃无微细的小念，何况呢出身口意业？微细的小念都没有，那么身口意业啊，更不用讲了，一定都没有。无身口意业处，没有它的地方所在。无起无舍无增无送无念无分别，空寂无性，灭诸结观，是名念佛。所以这个念佛不是我们凡尘所流通的啦，非常殊胜的法门。念性尚无啊，何况念处？念性都没有，那么念的地方所在更没有。是故入了说明念处，这样呢就叫我们要去念佛的地方所在。舍利弗，知法若有决定性体，决定这个体性，如犀毛法100%者，是知佛诸于是。假如说知法决定有这个体性，好像呢我们分析毛发这一。这个毛发就已经够细了，毛发的1%啊，那更呢都细的看。假如说是有的话，有这一些知法，是得知佛不出于世，他就呢不出现呢在这个层。那么义中不说呢知法性空，也不讲知法性空。舍利弗，知法实空。无性一相，所谓的无相，凡尘所有都只有一相什么相？无相。如来呢悉见，如来以说呢也是说有念处，就是这样无相我们要念就是念这个念处名为无处无非处所以要了解说。不能住在文字啦，你要头前讲念处地方所在然后呢后来佛又再说明念处名为无处无非处，没有地方所在，没有不是地方所在啦，就是不落入两边，无念无念业无想无分别，
无义啊，无义业；无私啊，无私业；无法，无法相。皆无和善。是故圣贤名为啊无分别者。我们能够证悟啊无分别，就是成道了。名啊念处，这样呢，就是我们要念的地方所在。那么如来已是所有念处，随顺呢，无所有故，名为念处。就是随顺无所有，这个叫做念处。随顺念佛，名为念处。舍利佛，云何名为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所以见无所有，就在念佛啦。所以各位平常日常生活一定要念，见无所有就叫念佛，无所有全部都是空。不管万象万事啊，都无所有，这样就在念佛了。这样懂吗？哇！第一次听到了舍利佛知佛无量，就是没有质量，不可思议啊，不可称量。以是义故啊，见无所有，名为念佛。我们见到无所有，就叫念佛。实名啊，那个实叫做无分别。知佛无分别。以是故言，念无分别，即是念佛。我们的念啊没有分别，就叫念佛。可是我们的念啊有没有分别？都有了所以念没有分别的时候啊，都是在念佛。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啊，就不能有分别心。复次见知法实相，名为见佛。见到知法的实相，就是见佛。那么何等名为啊知法的实相？什么叫做知法实相呢？所谓知法，毕竟空，无所有。以是呢，毕竟空，无所有法念佛，就叫已经呢，是实相念佛。复次呢，如是法中，乃至小念啊，尚可得。小念都没有，是名念佛。舍利佛，是念佛法断这个语言道，这个语言讲的全部啊，都断了。你讲的都唔对啊，这样就叫念佛。过呢，出之念，超过了所有的念，不可得念啊，是名念佛。所以佛一切之念啊，皆寂灭相，所有的念呢寂灭了，都没有生灭了。所以圣世法，此则名为修习念佛。修道学习的念佛，不可以啊摄佛。何以故？念色起相啊，贪畏为事。无形无色无言无性，是名念佛。是故当知，无有分别，无取无舍，是等念佛。若能成就啊，如是念则，欲转四天下地啊，随意能转。我们要转四天下的地啊，我们随意啊就可以转。四天下，就是我们啊，这个南赡部洲啊，东胜，这个郑州，西牛、贺州、北济泸州，我们要都可以。我们把钓鱼台啊都转到台湾的附近来，可是要念啊，念到这个程度才可以。亦能降伏啊，百千亿猛。旷蔽啊无明，从息孔缘起啊，无决定相。是法如是啊，无详无细论，无生无昧，不可说，可分别，无暗无明，魔漏呢魔明啊，所不能测。但以事实言说，有所话而作是也。如念佛时啊，莫起小想，莫生细论，莫有分别。何以故？是法一空，无有体性，不可念一相。所谓的无相，是念真实念佛。所谓无生无昧无相无为。何以故？如来不名为色，不名为想，不名为念，不名分别，不逆不顺，
不取不舍，非定呢，非慧，非名，非无名，如来不可说，不可思议无相。如今呢，莫乐取相，莫乐细论。佛于诸法，无执，无着，不见有法可执，可着。世人于佛，犹尚不得，何况于内？舍利弗，是故教者名善知识。第一中无有决定。这段呢，是佛释迦牟尼佛对弟子舍利弗所说的念佛法门，和凡尘流通的念佛是有点差别。佛所说呢，已回归到呢真如的本体，值得我们追求。即所谓的理性念佛，念佛即是念心，心佛一如，能所不二。其而常照呢，是无念而念。照而常寂是念即无念。了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见明明灭，能所前往没有能所，寂然不动，湛然常住。那么大势至菩萨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也名多摄六根，所以非指口念非意识心念，是以不生灭言赞根性真心而念，是佛对呢舍利弗说的内容。因地心非常的重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念不生不灭佛，因果一致绝对成就。再以净念相续为也，那只是构成，乃指呢心中那一念是清的念。若有所思，不管是何内容皆是妄念，必须离却语言、文字、形象，所有一切呢世间处世间的事，这样才叫念佛呢圆通，是不是不一样？全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呢24的这个修持法门。那么接着下来那个就是25门。25门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呢再说因为那个还要花一样一张呢这个讲义的。之前我们都有拿过，可是有的可能呢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还剩下呢10几分钟给各位提问。上次在问那个洗尘还是洗皮的那个领悟了没有？领悟了就很简单啦，没有领悟就觉得它好像离我很远。现在这边有同学在问，好，请说。他说当下与现在有何不同？当下跟什么？跟现在有何不同？当下跟现在这个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当下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那现在它就有过去，就有未来，才有现在，是不是很大不同？相不同，不同因为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而现在有过去，有未来，所以三世很鲜明。那当下它是不是古今不离当下。很大的不同，很简单可是意思完全不一样。这样了解吗？问的人了不了解？当下它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而现在有。你说现在有没有过去？你说现在有没有未来？所以它都有啦。
三世都摄受，那当下三世摄受不了，还有吗？还有。何谓回光返照？那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的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各位知道吗？我们注意力是不是都外放？注意啊，现象，注意啊，那个事情是不是都外放？回光返照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返回来，就是收回来，然后照见我们自己的心性，回光返照。所以那个我们到寺庙不是有看到回头是岸吗？有没有？那个不是在劝流氓叫他们放弃当流氓啦，而是跟每一个众生讲，回头已经到达清净彼岸，就是那个回头就是回光返照，就是把我们的心事全部都收回来。一收回来以后那个叫入流，入流叫照性那我们平常精神外放叫做出流，那么出流就远尘跟凡尘攀缘，所以心都外放，神就散了，神散了没有集中，修道就不成，就没有办法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以后我们就了解我们的心，我们的性。那心性了解以后，它会清净，会拼除所有完成的污垢。这样懂意思吗？那要死的人以前都说他要回光返照呢。要死才回光返照吗？对啊。那来得及吗？是啊，就是说要死之前都会说他是在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死的人假如说他一口气要断了那个时候他会有短暂的那个回这个回观他的一生所作所为啦，就是会反省。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已经太慢了。你要平常做了，平常做回光返照，精神才容易集中才容易清净。那你等到死的时候，你才那个反观自己的一生所为那个不叫回光返照，那个是看自己的功过。那个时候也已经形成了，你看不看它都形成了啦，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回来看你的一生所为就有所改变了，不会。那我们要有所改变，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精神就不要太外放，因为我们都会了，毕竟都在完成生活。那我们就要记得事来则应，事去则进，不要攀岩，不要跟凡尘这个攀岩，不要投入凡尘的事、凡尘的相，因为你投入凡尘的事相，那沾了尘垢，我们佛性就不会清净，就不容易返回到本性所以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照见我们的心性，起码我们都知道要起心动念，起码我们都知道贪嗔痴。那现在我们不回光返照，这一些不容易发现，也不知道自己的习性如何。那你回光返照的话，慢慢发现自己的习性原来这么强，这么不合真理。既然发现，我们会慢慢改善。那改善就叫修道就已经在修道。那假如说我们不这样做，那只有听了，只有听就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
那这样就很可惜呀。所以上述法门是要叫我们去实践，你实际做，实际得到功夫，自己回到本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得到利益。这样了解吗？还有10分钟。还有一个问题。还有，好，请说。如何修简单心？修简单的心。如何修简单的心呢？这个导师这个大在问，这个问的虽然讲出来很容易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就是太复杂了。要修简单的心各位浅显，我们就时常去观那个小婴儿那个小孩子他还没有认识凡尘之前，你看他怎么样的那个表现，我们就是要那样的那个小孩子他不会有利害关系，也不会自私，也不会这个跟我们凡人一样的一对，那个都是很自然天真的呈现。然后你去看他，你就会得到怎么样来学习简单的心，那个就是最简单的心了，修到最容易成就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一沾的凡尘你看稍微大一点点差不多读幼稚园是读小学他那个戒备的心可能是被大人训练了你不要跟陌生人怎么样他看到陌生人就看到敌人，有戒备的心那就已经丧失了那个我们的本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很天真自然的没有计较所有一切，那才是我们要学的那个就是最简单的心，修到最容易成就。这样懂了吗？还有吗？好，请问。有两个请教一下，我们说我们以前是先修的，那现在是先修后修，那先修后的是要修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得？好，请坐。因为这个先修后得就是要先把自己的那个脾气毛病全部都去掉，然后已经恢复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然后真的叫不能有执，不能有妄想，不能有凡尘一切负面的，全部都不能有。那个我们要了解到3000功800的功德圆满，就全部都恢复到本来的。那我们要了解到恢复到本来在我们已经投入完成这么久，感染这么深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不是不可以到，而是我们没有决心，我们没有决定的心要达到。大部分都是生活之中兼备，以赚钱为目标了。这个修成佛这个是可有可无。所以心就不是很专注了，所以要成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是以全部的心投入这个修道没有退路，没有左右激路那成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看自己的心还是心你的心假如说要成你可以撇开所有凡尘的障碍你可以不贪恋凡尘只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个遮风避雨就好了。我们拿到这样吗？一定还有欲望追求，那只要有欲望追求那个都是妄，我们不求了，都求妄所以了解说生活之中全部都是妄，什么时候才能够登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有做对不对？
一定要了解这个粗浅的入手啊，已经做了，要联系啊，进入啊，深层的地方所在，要到达什么程度？就是司机而龙现。你在家里面静静，不要出门，外面的事你都知道，要修到这样了。哥有没有努力啊？是有了，点点嘛啦。所以印的都很小声，不很大声的有。这样了解吗？那个就是你先修的，把所有我们佛性的没有的东西都去掉了。已经先修了，然后那个已经成佛的来给你印可，就是印证，你可以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都讲，他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可是就是差一点什么，这个法太好了，太殊胜了，就把这个法抱住了，就是因为这一点那个仙佛都不给予受记啊，还没有到，差一点点，这样了解吗？好像我们这个百尺竿头啊，不是顶点了嘛还要更进一步，对不对？我们都不敢晃，因为百尺竿头依赖那个竿头抓得还可以身体安稳。更进一步变空呢，我想起要跳对不？不敢晃了，不行所以你一晃了，那个叫做刹那见前身，刹那之中你的那个整个法身都出现了，色身就还给天地四大所有红土还给天地了。全部呢都是法身，可是我们就是不敢绑成就到最高的时候那一点点都不敢放，没有依赖，我们已经依赖得很习惯了。所以我们出门看小孩子依附在大人身边他一定手紧抓着那个裙子去揪的妈妈的裙对不？揪到条条。妈妈迄拳头若无拔较暗的，会叫揪落来。还有4分钟，还有吗？还有，好，你问。那个有讲刚刚讲的念佛圆通法乍听之下很快就讲过去了，那是不是可以请刘讲师分析一下外面的念佛圆通法跟刘讲师刚刚讲的那个念佛圆通法，它的最主要差别性在哪里？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好，请说。这个外面的那个念佛法门都叫我们有一个那个成佛的法号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是不是都有一个已经成佛的那个名号？那我们在念的时候，会不会心就跑到外面想那个观世音菩萨形象，阿弥陀佛形象，会不会？然后我们刚讲的是不是全部把6根都收回来？全部都收回来，一点念都不能有，那个叫真正的念佛圆通所以差别点就在于我们心外面的佛号心全部都已经妄都空了，真都显。你念这个真的自性佛，它都呈现了，这个叫念佛圆通。不同就是在于你外放了还是内收了。了解吗？有了解不？差伫这呢，一点点嘛。我们念那个名号外相，一定心会早已你念什么法，念什么那个法号，他呢就会想金菩萨，想阿弥陀佛，就一定会有。那会有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有法，然后有外放，那跟我们这个讲的它完全都不一样的。这样能分别吗？可不可以？下课。
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贤姐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把这个上个礼拜啊讲的大势至啊那个念佛圆通啊，我们再重讲一次，好不好？因为大家新手讲太快，念太快念过去啊，意思都不太懂。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呢，再讲一次。各位手上都有吗？没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准备。不是一张。没有的人举手。对，没有带来的或是没有手上没有的大家都拿一张。因为大势至啊。这个修持法门，佛圆通，跟我们凡尘在用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呢这个特别啊，要把它讲一次比较细，让我们更呢印象更深刻。大势至菩萨呢，跟我们一样称我亦往昔恒河沙劫，就是经得那。这个时间呐，非常的久，有佛出世名无量光，那么12位如来相续一劫，所以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劫刹呢，就叫贤劫，那我们贤劫的上面叫庄严劫，那我们贤劫的后面叫做星宿劫。我们有讲过，对不对？因为呢，庄严劫有1000位如来，贤劫现在也一样有1000位如来，那往后的星宿劫也有1000如来。这个12位如来相续一劫就一定是在庄严劫之前，所以各位了解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很久了？经过非常的久，12如来相续一劫，不是像现在一个劫都是千位如来，1000位如来。那么其最后佛我们现在的贤劫最后的佛就是韦陀，韦陀现在是护法，那我们贤劫的最后一位佛就是韦陀。因为有记载在那个大藏经里面，所以或许有看到所以才知道。那名呢叫超日月光，那么彼佛教我念佛三昧，所以日月光佛呢教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圆通了。三昧就是正定。我们从这个念佛可以进入正定。那底下呢就讲譬如有人一专为一专为妄，两个人一个呢都会一直回忆，一个人呢他一直都全部妄。如是两个人若逢两个人相遇了，可是不逢，为什么？因为一个忆一个忘，就逼着有相逢的，就不相识，这样了解意思吗？佛见归见，已经见到了，可是就好像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不认识，这样了解意思吗？
我们说若逢不逢，或见非见没有解说的话，也不太了解说是在讲什么。若逢就已经相逢了，不逢就是讲唔捌，无相捌啊。你跟他虽然是很亲，可是因为两个都没有来往，一段时间以后你在路上遇到他，是不是相遇的时候不相捌，对不对？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念佛呢，他先进一点跟我们说，你一直能够念佛的话，你就是进入了，就不会说，你跟你本身佛都相处在一起，你怎么都不认识啊？因为不念就不认识，你一直念念自性佛你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都很亲切的。没有离开我们很远，很亲切。所以只要呢，我们肯念自己的自性佛，一定就能够呢这个呈现。所以若逢不逢，或见非见，那个都是一个专为意一个专为妄。那假如说两个人都相异那个两个意就念身就是我们的自性佛跟我们现在身体的那个直觉性那个世人这样能够已经相异身，就能够恢复回来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就是一直生这个死生生，就是累世一直这样绵延。同以形影不相乖异，一定都会在一起不会离开。那么十方如来悯念众生所有的这个证悟成佛的如来他呢都怜念众生如母忆子，好像呢母亲怀念儿子这个母亲怀念儿子那个都是一生的啦。若子逃世虽亦何为？那就说这个孩子他已经逃走了都不回来了。你虽然念没有用也见不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肯念佛肯念我们的自性佛。肯念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会呈现不念的话呢，那没办法。那子若异母如母异时母子立身不相违远这个这个子就是我们现在落入凡尘这个世神能够念我们的元神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母子立身都不相违远，就不会这个离开。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都跟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相似不认识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启发它所以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用我们的世神，不用元神。元神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事实是我们落入凡尘现在在用的我们六根在用的都是世神那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当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说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心跟佛心是一样的啦我们能够忆佛念佛回忆然后念，那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离佛不很远很近，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用借的什么法门不假，不借的假就借了不借的什么方便法门都不用，自然我们心就开了。所以只要我们念我们的性佛我们心就开
因为我们都不曾念啊，所以心没有开啊，不认识。那么如染香人啊，身有香气，这个染香啊，就是啊，各位有没有看过人家在做香？茶一杯茶茶几啊，然后底下安尼，香沫安直直个高直直个有无？你在那边工作的话，你身上会不会有香气啊？那香的香气一定都会有就是香气。那么此则名曰香光呢庄严。所以大势至菩萨呢就讲，佛本因地啊，以念佛心入记录无生法忍。在因地就是刚开始修的那个地步啊，那个地位以念佛心啊，念佛的心然后进入无生法忍。所以我们要了解念佛心啊，念我们自性佛那个念佛心，然后进入无生法忍。那么今于此界啊，现在呢在这个娑婆世界，摄念佛人啊，归于净土，就是收摄我们念佛的人进入净土。就是我们进入到我们清净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地方那么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多摄六根所以没有选择全部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收摄回来收摄回来以后净念相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净念就是无念，没有念头就净了。有念头那个妄念的没有念头叫净，清净净念净念都是相续得三摩地就是正定可以得到正定。我们净念相续可以得到正定，就是这样做此为第一一直这个这样的这个行持。所以在细数那个修持过程的文字都不长很短，可是里面的含义就是比较深我们一定呢要探讨了解，然后要实际做。大势至菩萨随顺世人呢，同称为我不同我们凡人妄执是我我们都以为身体是我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这个身体呢不是我，真的我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么意则意念铭记不忘记着都把它记得下来不忘。往昔呢就是过去，恒沙恒河呢是印度有大河，环四目环沿四目之多，常取那个恒河作为比喻。那么劫就是时间，恒河沙劫就是说经过的时间很久。那么佛乃大觉悟之人具本觉妙理，花呢始觉妙智那个本觉妙理跟始觉妙智是同体的啦一个是始于理，一个是始于智理跟智一如都是一体的有时候呢我们就讲般若体般若是妙智慧我们讲般若体就是性体所以把理跟智已经融成一个所以用理的时候可以，用智的时候可以都一样看我们用的地方。所以具备了本觉妙理，然后花呢这个始觉妙智，然后究竟的妙果称名为佛这样的就叫佛。那么十二如来相续一觉这个巨大密陀经的里面记载
这个都讲佛的那个名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师光佛、无生光佛、超日夜光佛。这个12个如来呢，12位如来相续一觉。那么念佛三昧就是修因克果。我们修了因就一定呢可以得到呢那个果位，离苦得乐，可以离开呢这个苦海，得到呢永远的快乐的甚方便。那么念佛是修行清净三业之行。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身业口业意业，身口意。我们造业都是身口意身体身体会造业，我们的行为口嘴巴讲话也会造业然后意就是想念头，我们念头里面也一样造业，所以身口意业我们得要清净只要身口意业清净，那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我们佛性本体了。因为身口意都没有清净，所以造了很多业，我们才落入到轮回。所以我们要清净身口意业。那三昧是得定，就是正定，正定呢叫做三昧一心不乱。那么我们念佛假如说我们真的可以念佛，必得三昧，一定可以得到正定。那么易得三昧只要念佛所以只要念佛就一定可以进入正定。那大势至菩萨这念佛呢是多摄6根净念相聚就是刚才都有讲的。那么意思念自性佛不必呢这个参这个念佛是谁，就是不要去管说这个念佛的是谁这个讲大势至菩萨的就到这个地方。那底下呢，或许写的是在《大藏经》里面那个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弟子舍利弗讲那个念佛要怎么念那个法门是不在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里面。那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讲说如何念佛，要怎么样来念佛如今当念念佛是念空念。所以而且这个看了以后很想我们在修持万年放下。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讲的内容很像在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万年放下。所以各位，假如说要怎么样做万年放下，就这一段努力看，就是在跟我们讲怎么样万年放下。所以就开始了当念佛是空念什么都没有，空的啦，念都空了我们万年放下，念都空了，没有念了。那么所言处是不应念。所言我们呢再翻成所言，所言听得懂吗？能言就是我们这个意，我们的意能言。然后所言呢就是外面的尘外面的尘是我们所言。那所言次是不应念，不应该念所言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当我们做万年的时候就所有外界的一切都不能念所言处是不应念。这样了解吗？会懂吗？我们佛老师说要贴个1个小时
心理心法要做1个小时，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哎呦，安尼伤久啦，都拢无够时间通用啊。我们努力，各位先生听1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间就在做1个小时的功夫啦。这样了解吗？你做1个小时你不要一面听一面做别事啦，就专心的听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1个小时的功夫了。你做1点钟就定了2点钟的效果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所有的念佛是怎么念，就是空念，没有念的，没有念就是念佛啦，没有念的就是念佛啦。所言就是外面所有的外相都不应该去攀缘，都不要念，如所念空我们所念的念空，所念的都空。那么空亦念复亦空，所念的空念的空，全部都是空，是无性空能断色想，就是已经空到什么都没有了，就可以断我们的色想、形象，色就是形象。形象的念头就断掉了，已经没有了。那么能断取想，我们都会有那个取，我在想啥还有这取啦。我们想事情的时候那个叫做取向。所以在万年放下就不能想事情，有想事情就已经取向了。所以我们这个开始努力的念佛就是空，全部都放下，全部都空了，没有了。世人尔时这个时候不得无想，何况一念。这个时候我们做到这个状态尔时已经不会得到有念的那个念头。所以全部都想都无了，无想了，那么何况念想都没有，哪会有念？因为念是从想来，对不对？所以想都没有就没有念了。那么世人尔时都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放下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万念都全部放下了，已经放得光光了，所以忘尽真才会显，我们佛性才会出来。那么极昧无性，已经到达极昧，极昧就是所有生灭都没有了，叫做极昧。有生灭呢我们了解是凡尘所有一切都是生灭。到达极昧极昧现前的时候那就已经成就了，已经到佛的那个果位，所以极昧然后无性，不会有在起所有一些微细的这一些事情上来。那么不及诸想，不想这个收集所有的这个想念头都不会有。不管要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一定要放下，都要空。灭一切法，所有的法呢，都把它灭，不要有。我们念头来了，那个也叫法，没有了，就叫空，全部都没有，给把它灭了。是则名为修习念佛，这样呢，就是真正的你在修道学习真正的在念佛。各位浅显听懂意思了吗？会不会跟上个礼拜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真的我们真的进入念佛，念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就是佛所以我们从最根源的地方然后进入
最就近的啦，这就是最就近的。这个不是在劝善，是要我们成佛。了解吗？所以一定要努力啊，自己做功夫，可以达到的，可以做的，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用一点心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达到。那么念佛名为啊，破散不散一切觉观。我们在念佛，我们在做万缘放下，就叫做呢破散，把那个散啊破除掉，不散也破除掉，散不散全部破除掉。我们有觉有观也把它破除掉，殊不殊胜？很殊胜所以啊，我们就很难听到这个外界有教我们这样修的啦，没有所以要知道说这个很殊胜的一个修持法门，很殊胜的，不管是善，不管是不善，都把它破，所以啊，破除了以后就叫做念佛。会念了吗？不能嘴巴念啊，心里面没有念那不行无觉无观，寂然无想，名为念佛。已经无觉无观，所以啊，各位都在这个问说万缘放下怎么做，就是要做到无觉无观。然后寂然无想，这样就叫做万缘已经放下了，就叫念佛。融通了没有？通了所以啊，有觉有观那个都还很粗浅呐，无觉无观就进入了真的进入了我们修的轨道这个才叫做真的念佛。何以故？不应以觉观意念之佛不应该呢用有觉有观来意念之佛。无觉无观，名为清净念佛。很肯定无觉无观名为清净念佛。已经都没有了，无觉然后无观，所以就跟我们讲万缘放下的里面内容，怎么做就是这样做了，做到无觉无观，寂静安然，都没有一点点想，一点点念都没有，这样就叫万缘放下，就叫做念佛。通了没？那么以此念中乃至无有微细心在我们这个念中乃至呢无有微细的心心念业放呢身口业那个心就是意身口三业身口意都没有，几乎都没有又念佛者离诸想，离开所有的想，所以很重要了。我们修道的过程这个想很重要一定呢要知道说，因为我们有想才落入凡尘，一念妄动就是想有念头才落入凡尘。那我们要回归到本来就是要回复到没有想。没有念头的才可以恢复来所以在我们有形有相的这个身体做功夫那个都错用心六祖也讲，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对不对？一定要在心做功夫。诸想不在心，
无分别、无明字、无障碍。所以知想呢都不在我们的心。这个知想呢都没有分别，也没有明字，也没有障碍。无欲无得，不取结观。无欲没有欲望，然后无得没有得失的心，也不取结观，有结有观呢都不起。这样才真正的到达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到达了。还有看到盖不？有没有？对我们佛性的整个轮廓有没有比较详细了解？有何以故？随所念其一切讲皆是邪见。我们随我们的念头随手念然后其一切的诸想念头不想起来了，皆是邪见，都是不正确的啦。那个生灭的邪见。所以佛虽无所有，无觉无观，无生无灭，通达四德名为念佛。所以佛很肯定的跟舍利弗讲说，虽无所有都没有，不依赖都没有了，也无觉也无观无生无灭，能够通达这样的就叫做念佛。如是念中无贪无着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没有贪不能有贪这样很好，那变贪了也不行所以无贪，然后无着，不着于这么殊胜的状态之中，这样了解吗？很奥妙讲这足好的啦，安尼你就着相是讲这足好，安尼嘛袂使，懂这个意思吗？不能着啦，不能着这个很舒适的这个法中。无逆无顺，无明无想所以我都一直详细解说说没有横逆，也没有顺全部都离开所有一切。无明无想，舍利弗无想无语乃名念佛没有想也没有语言，才真正的念佛。是中乃无微细小念，连很微细的小念都没有，何况呢粗的身口意业小念都没有了身口意业也没有无身口意业处无取无舍无增无送，无念无分别空寂无性灭诸结观。所以我们有觉有观呢，那程度都还没有到达究竟，所以要到达无觉无观，也真的无觉无观了，他已经进入佛性本体了，可以进入了。我们3年没有白学的啦，对不对？念性尚无何况念处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念性都没有了，那那个地方所在哪会有？是故如来说明念处，没有地方所在，如来说那个就叫念处。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文字它已经超越文字了，借着文字来说它已经超越文字。所以佛都讲说无言之法，我们到达这个状态，已经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
叫做无言之法，已经没有语言哦可以讲无言之法哦。然后啊，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来把它说，因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语言我们可以进入，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文字，不是哦，就是已经那一个我们要进去的哦那个关键点已经可以了，那就对了。这样了解吗？舍利弗，知法若决定体现，如须毛发100%者，是则知佛不出一事。所以这个知法假如是决定有体有性，像你分析我们的头发1%有1%是有的话。那知佛就不出在凡尘，不会出来度化众生了。为什么？因为诸法都是空，没有一点点实在，你的意思吗？万法都是空，是假的。所以佛才会出现在凡尘来度化众生。知法假如说实在是有，那佛都不会出现在凡尘。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再详细也说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假如它是实在的话，那佛他不来度众生啦。就是因为万象万事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我们众生不知道被假象迷昧所以佛就来告诉我们说，这一些是假的，不要迷昧只要知道它是假的，我们并不是要把它破坏掉，知道假的就好了你就不住在相。不住在相你就回到你的本体回来，这样佛才出现在凡尘。这样了解意思了吗？要听懂了，不懂要问这个很重要了所以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假的，我们呢不要自相不要固执。我们都会很固执各位不会固执？这个很直，难怪佛在成道的时候就说奇哉奇哉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众生皆具备了如来智慧德相，皆因为妄想跟执着而不正得。两个，一个妄想，一个执着两个去掉就好了，不要有妄想，想都不要有也不要固执这样就可以成就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边呢释迦牟尼佛就讲说呢，这个万法假如说有一点点实在的体现的话，那佛都不出现在凡尘因为它不实在，佛才出现告诉我们众生都是假的，不要住相不要被这一些骗了被假象都骗了所以呢才会这个出现在凡度化众生。那么义中呢不说知法性空因为假如说是实在的话万法都是实在有的话那就不会讲说知法性空。舍利弗，知法实空，知法实在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无性一相，所谓的无相万象这么多嘛，佛把它归纳说只有一相，什么相？无相。完成的万象叫做无
相，都没有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相都是假象、虚相、幻相。实在的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如来悉见就是真正的见到所有的万象都是无相，所以如来呢悉见。如来也是说有念处，就是因为这样来讲有念处。那念什么？就是万象皆空全部都是空。舍利弗，念处名为无处、无非处、无念、无念业、无想、无分别、无义无义业、无思无思业、无法相，皆无和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他已经进入到最殊胜的中道。你看无处，然后无非处，无非处就是有处，然后无处就是没有处，然后无念无念业，都把那个所有的两边都把它去除掉了，破除掉了。是故这个贤圣名为无分别者。贤圣就叫做无分别者。所以我们呢只要进入无分别就可以进入这个圣贤的行列。那么是名念处，就是以这样想，就叫做念处。如来呢也是说有念处，说有念处呢，就是要度众生，随顺无所有。随顺无所有，名为念处。这样了解意思了吗？因为前面呢跟我们先讲真理，后面跟我们讲说这一些文字要怎么处理，怎么用，这样了解吗？随顺念佛，名为念处，随顺的。舍利弗，云何名为念佛？怎么样呢？就叫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我们见到无所有，只要看到有，那就不是了啦。见到无所有，全部什么都没有，就叫念佛。奥不奥妙？你只要见到有一点点相，那不是念佛了，一定全部都无所有，那就念佛。各位姐姐，不是把万象破坏掉都没有，不是都有。可是我们呢，我们的见，我们的心已经都无所有，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啊？很奥妙所以无所有见无所有，已经见到所有舍利弗，知佛无量，就是质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那么以是义故见无所有，名为念佛。你见到无所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见到无所有的，就叫做念佛。跟我们凡尘在流行的念佛一不一样？真的差得太多了，对不对？差得太多。这个要真的实际已经见到无所有。各位姐姐，见到无所有就是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这样了解吗？奥妙，很奥妙因为我们平常都被所有障碍，现在无所有了，障碍都消除了，见到自己的本体了。实名无分别那个实相就叫做无分别。那么知佛无分别，以是故言
念啊无分别，即是念佛。哦，你的念没有分别，都无所有的，就是念佛。复次，见知法实相啊，名为见佛。哦，见到知法的实相，万法都是空的，那实相就是佛性本体呀。所以你见到知法的实相，就是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就叫见佛。何等名为知法实相？哦，释迦牟尼佛本身解说，哦，所谓知法毕竟空，无所有，知法都是毕竟空了，哦，究竟都是空的，无所有了。以是毕竟空，无所有这个法来念佛，意思呢都很很清楚明白的呈现，有没有？哦，不一样的，对不对？各位是被这个法门吓到了吗？怎么都转别样讲？哦，复次如是法中啊，乃至小念啊，尚可得。哦，一点念都不可得，名为念佛。哦，舍利弗，是念佛法。断语言道，这念佛的方法，就是断了语言道，就是没有话可以讲，把语言道断掉了。要讲都已经不正确了，断语言道。这个过出之念已经超过已经超出我们的知念，念都已经超出了，不可得了，不可得的念。是名念佛。舍利弗，一切知想皆寂昧相。我们呢，这个一切念皆寂昧相啊。这个已经呢，就是了解到它都一切的那个知念呢，都是寂昧，都是生不灭，没有生，没有起心动念的生，也没有灭，没有，都寂昧。那随顺是法，实则名为修道学习念佛。不可以摄念佛，何以故？念色起相贪味为事，无形无色无言无性是名念佛。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用形象来念佛。那我们凡尘呢，都是以形象在念佛。那佛跟舍利弗讲不用那个形象来念佛。为什么呢？我们念色取相，他念形象起相呢，就会贪那个味，就变成我们的事，那个事心。那本身呢，我们要进入的是无形无色无言无性，这样才是真正的是名念佛。是故呢，当知有分别，无取无舍，是真念佛。没有分别，没有取，才真的念佛。都是一切放这个光光，所以万年放下就是这个内容。往后要问说要怎么做万年放下，拿出一张去看，就会了，就会做了。若人成就如是念者一转四天下地随意能转。假如说我们可以到达这个状态，那么四天下就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四天下大不大？我们只有南赡部洲而已我们想转要不要把它转？要。沧海桑田它都一直岁月累积都在变化，都一直在转。我们假如说有那一种要转这个四天下，我们进入无所有以后，进入佛性本以后就整个在扶持这整个我们呢众生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都是已经呢成就者在那个扶持，亦能呢降伏百千亿魔因为到达这个状态所有的一些那个葛藤都可以去除掉了。葛藤了解吗？依附在那个植物上面起来的那个葛藤况必无明从虚狂缘起无决定性，何况呢那个蒙蔽无明，我们就是了解我们的无明才会起心造业，起心动念都是无明，蒙蔽无明无明呢是从虚狂缘起那个虚狂的因缘然后起来的，它没有决定相是法如是呢无想无记论，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念佛的这个法它很殊胜很高超没有这个想，没有念头，没有细论，无生无昧不可说就是讲呢都不能讲不可分别，无暗无明，魔漏魔明所不能测，魔王魔明都没有办法测到达这个状态的程度。但以自属的言说有所教化而作是也，就是因为要教化这个凡尘，所以呢用自属的语言来讲讲这一些呢这个文字材，如念佛时莫取小想莫生细论，那个细论呢我们凡尘在运用呢都是细论的那个演戏戏台上演戏在讲话那一些都细论完成的所有都是细论。莫有分别不要有分别心。何以故？是法皆空，无有呢体性，就是凡尘的这些所有一切都是空，它没有体性不可念一相，它呢没有办法得到一相，所谓的无相就是凡尘所有呢都无相了虽然现在是万象松柔，可是呢都是假假的啦，暂时呈现而已终归外面。念真实念佛这样呢就是真实的在念佛都呢无所有的。所谓无生无昧无相无为何以故？如来不明为色，不明为想，不明为念，不明分别，不逆不顺，取不舍非定非慧，非明非无明如来不可说，不可思议无相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说什么叫做如来？如来呢不明为色，不明为想，不明为念，不明分别，然后它内容呢不逆不顺，不取不舍，非定非慧，非明非无明这个如来不可说就是程度那个程度呢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来讲不可思议，它是思议不可思议无相的。如今呢莫乐取相，我们呢不要很快乐的取形象莫乐续任，不要在快乐的方面讲一些没有用的语言。那么佛于知法无执无着佛呢在法都没有执着不见有法可执不见有法可以执可以着。世人依佛犹尚不得，何况一念所以这个一点点念都没有佛也没有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要教化凡尘的时候用的。
舍利佛如是教者啊，假如说是这样教导的话，名字叫做善知识。第一义中啊，有决定。在第一义啊没有决定。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殊胜最高法门。所以啊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抄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到这个地方为止。底下呢是解说，这一段呢是佛对呢弟子舍利佛所说的念佛法门和完全流通的念佛啊有一点差别。佛所说的已经回归到真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值得啊我们追求。即所谓的理性啊念佛。念佛呢即是啊念心，心跟佛啊一如，能所不二，即而常照是无念而念，照而常即啊是念即无念。了知啊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见明，那个见啊已经泯灭了。就是没有我们那个邪见妄见了。这个能守情往，这个能跟守，这个情已经往，能守就志向，已经没有能守的，寂然不动，暂然的常住啊，这个呢就已经都回到呢我们佛性本体了，回到本际。他是菩萨，摄念佛人啊，归于净土。原名啊多摄六根，收摄六根啊，所以不是外放，是收摄回来。所以非只口念啊，不是只有嘴巴在念，非意识心在念，是以不生不灭啊，那个延展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那个根性啊真心而念。是佛对呢舍利佛说的内容，那个啊就是啊大师呢这个菩萨所要告诉我们，所要呢我们去做的这一些因地心呢非常的重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念啊不生不灭的佛，因果就一致啊，绝对啊会成就。那么在于啊净念相续为缘，那只是啊构成乃至心中啊那一念是清净之念。若有所思啊，不管是什么内容，皆是妄念。必须要离切语言、文字、形象，所有一切呢，这个事出世间，事出呢就是出世间，世间就是凡尘，所有都是要离切，都要离开。这个呢就是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一次了，这一次再讲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收获比较大？有比较能够进入了。那我们呢就接着讲那个耳根圆通这个是第24九处方法，耳根圆通第25最后一门。我们耳根圆通已经讲过2次，对不对？还记得吗？第一次讲的时候啊是完全都不同，我们没有讲到完就停了。第二次讲可能也是朦朦胧胧有听没有懂。我们刚好又讲到这个楞严经的25门修持方法，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耳根圆通，我们今天又重讲，一样的详细讲，能够听得懂为主。观世音菩萨呢修持法门耳根圆通，古观世音佛叫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现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座下之上首，这个阿弥陀佛啊，他旁边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呢，他的左边我们看右边观世音菩萨，左边呢
不是我们刚念大势至菩萨，我们刚才才念过而已啊，那个就是佛。那我们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他的座下就是文殊啊跟普贤，有没有？三佛。那为什么都每一呈现啊都是三佛？就告诉我们佛法身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是中间那一尊。然后我们看的右边啊，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我们左边看的就是我们的行为行持啦，就是去做。所以三真都一体。我们要了解那个是含义叫我们说，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有三佛啦。有那个中间的佛性本体，然后有般若妙智慧，都有我们从般若妙智慧出来的行持怎么做？佛法身，这样了解吗？所以那分那一概出来拢三珠，就是这个含义啦。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上，佛法都在我们身上。那观世音菩萨呢，到娑婆世界啊，帮助释迦牟尼佛转法轮。他弥勒佛收言呐，也一样观世音菩萨也帮助我们呐，这个度化众生，以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很深厚。那么观世音菩萨有发愿要度尽呢圆菩提的众生，说没有度尽啊，誓不成佛。那么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是正定。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把自己所修持的法门提供给我们修持。人间道路千万条，修士至高。我们完成追求的方向非常的多。我们追求凡尘赚钱到最后我们都带不走一文钱都带不走。所以那个投入赚钱能够生活了就好了，够生活就好了，不用投入太多心思一定要在修道这方面努力所以修士是最高，最不会后悔的一条唯一不后悔的选择，能够活出人生最深的价值，勤求无上正觉的佛道一劳永逸可以与十方之佛把手言翻就是跟他们一样行列然修持的法门义千万条，也是一样很多，选一条简单扼要、容易、快速、决定成就很重要说简单但依耳根一门深入说扼要入一无往，进入一个根本就可以。那么比六之根就可以一时清净。那么说容易但像我们这个耳根之中旋流缓闻就可以。说快速自入流往手一直到极昧现前或恶殊胜得真三昧就是很快速。那么底下开始呢，就是详细收集内容。那么从闻思修这个三会闻会、思会、修会，进入三摩地正定。闻是耳识及同时意识，那么思修呢是不投意识
闻思修三会啊，为进修戒会三无漏学之阶梯，以及呢转凡入圣的正途。按本法宗旨呢，在旋妄啊归真，把妄旋转过来，回归呢到真，我们的佛性。舍事用根，把那个事啊，认识的事啊，把它舍去了，用我们的根，不生不灭的。故闻会灰质耳识，乃指耳根的闻性。这个蛮重要一定要用我们的闻性。内啊不随分别的耳识，外不闻所闻的生成，但闻能闻的闻性。就是啊，谁能够闻，谁能够听到那个性。谓之啊闻会。那么记本觉理呀，起始节智，根据本觉就是佛性本体，然后起始节智啊，就是般若妙智慧，开始觉悟的智慧。那么不着空，也不着有，不着这个两边，只一味的还闻啊，闻自性，就是一直啊，闻我们自己的自性，谓之啊思慧，念念啊全忘，拖黏，因为凡尘就好像强力胶啊，很黏，我们要拖黏，内务啊，就是能够收回我们的注意力到我们的自己佛性本体回来，那么回归言真，归到我们的真性，谓之修慧。如是呢闻，如是思，如是修，日久啊功深，花本明耀，就发挥我们本性之中很光明，那个光明啊，是100千个日夜，然后解开6个结，这6个结啊，就是动、静、根、觉、空、昧，6个结，把它解开。我们之前都有讲了，可是可能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我们再稍微的解说一下。动呢，就是啊，我们的整个三河大地啊，以及我们的身体，这个都属于动。先把这个呢，我们都了解啊，先了解到这个实语现象的。虚幻不实在的，知道了住相的这个动就解开了，解开以后啊，就进入第2个静，静啊，就是跟动相对，然后静啊，了解说，它也是跟动，没有动就没有静，所以跟动相对，也把静解开。解开以后啊，就进入我们6根了。6根就知道说一性圆明，6根是佛性作用，这样呢，我们根也解开了，就回到觉。那觉啊，我们有生灭的身体方面的觉，跟那个佛性的觉，佛性的觉跟身体的觉不一样，身体的觉生灭，佛性的觉不生不灭。我之前有讲说，比按摩不痛，有没有？那个不痛就是真觉啦，痛的就是我们妄觉，就是身体的觉，所以又可以把那个觉一样的可以开了，然后接着就进入那个空，那个我们凡尘所说的空是完空。可是我们记录佛性就是没有形象，可是都有，那个就变真空了。所以又把第5个结打开，最后一个所有的生灭都没有了，一直到极灭的状态，第6个又解开了。稍微啦我们是稍微这样提一下，比较会有印象，不然只有看到文字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破五阴呐，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然后五
劫轴、见轴、烦恼轴、众生轴跟命轴，然后正圆通、正往圆通，入三昧进入正定。那么始觉智契本觉已经呢开始觉悟的智慧契合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觉理谓之如幻稳心稳修金刚三昧所以这样呢就是如幻虽然修了这么亮，可是我们很怕住相，加2个如幻就可以把那个住相去掉都是假的很努力是假的啦。观世音菩萨呢自己细数次第解决修正那个过程经文就是出于文中，入流往手，手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手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局也，空所空昧，生昧寂昧寂昧就现前所以修持的过程呢，文字只有这样。那么上禀受呢，法门是教，那么此即依教手起之修吃于文中就是最初呢由耳根闻性之中下手起修以耳根中的闻性是本觉理那个闻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本觉理。然后起如幻呢，是始觉智那个般若妙智慧有这个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为能观是观智有能观因为在修过程要不是能手去掉了，去掉就没有办法进入所以能观是观智极妙观察智。我们呢那个5、8、6、7口音那个第一个把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就是观察凡尘的万象以能闻音声的闻性为首观境就是我们能够闻音声那个闻性能够听到声音的闻性就是我们所观的境，能够听到声音的闻性，不是我们去听声音的那个境，这样知道吗？我们现在讲有比较细有详细了不像以前讲听外面的声音，好像这样就对了，现在不是了现在讲是听声音的闻性。听到声音的那个闻性，一不一样？不一样了所以闻性是已经我们的佛性的功能作用呈现到很明显的状态就是要这样。内不依妄事分别就是我们内心不要按照妄事来分别，那外不随生尘流转就是我们外面那个声音它的流转来了去了来了去流转，我们都不随我们内心不依妄事就是要回到我们的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因为这个都差别很小，所以要详细说了四神跟元神各位可以分别得出来吗？四神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元神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本来的可以分别吗？有研究以后对方面一定要了解，我们修就是要进入元神，不能在四神用功夫了。四神用功夫我们要了解到没有办法达到究竟，不成道不成佛，不会成。而且以前在后天庙那个成就全部都是四神，
所以啊，或许那时候被老前人这样一骂了以后哦，就全部把它忘掉，哦，不然我也没有说今天会讲哦，这个血气法到深入的状态，哦，因为已经去了解到它的差别点，哦，原来就是这样，哦，那个差别点啊，能够透彻的，还能够我们抓到根源，摸到根成仙做佛嘛，你摸不到根就下修行，所以一定的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根源。从根中本觉妙理，起如幻始结妙智，以智来照理，稳心稳修，就是这样。这个都很微细的这个修持方法了。从我们根中耳根真中的那个佛性本体，现在是用佛性本体不是用世心不是用生灭的世心是用佛性本体，然后起如幻的始结妙智，因为它如幻怕我们住相。所以有那个智慧那个始结开始觉悟了那个妙智用这个智来照照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呢稳心稳修是要时间稳心稳修不可错用因心因地心一定不能错因地心错了果地觉就错了。说因心一定要对，日常生活之中惯用的是世心，而世心是修道最大的障碍。那么用生灭之心修道，决定不成就，一定也不会成就，所以必须要舍世用根，把那个世心舍掉，用我们佛性本体。才可以。那么根中所具备的那个本觉，才是成佛的正因。我们呢那个耳根之中有具备，它本来就有那个本觉就是佛性本体，那个才是成佛的正因。依之为本来修，自可严成果地修正。这样意思吗？懂不懂？重点就是在那个不用世心我们呢在修的时候开始大部分呢都会用世心所以那个已经错于心了，要用呢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呢？不然呢，我们之前想做做耳根圆通想做，都没有很正确的那个方法，没有正确的做，所以我们这边呢就详细说。那么入流往损，那么入流是对呢那个出流来讲，耳根呢随闻出流就追逐声音，我们的耳朵随着性出流就追逐声音，就是劫福之眼。我们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就是这样，耳根随着我们的闻性然后呢追求外面的所有一切，这个呢就是劫福之缘。那么寻声故流转。我们就追寻的声音，一直在流转，声音呢引我们去这个起心动念，然后呢身体去造作呢那个枝叶，然后就受苦了，也是我们呢无始以来的习性，精神呢外放，
所以啊就起后啊造业，因业呢就受苦。那假如说呢能够返魂入流呢造性，即是啊解脱之本。出流呢就远尘跟凡尘攀岩，入流呢就照见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就入流。出流就是精神外放了，入流就是精神收回来。所以精神外放的就当众生了，收回来可以当圣贤。所以要解脱啊，就是要精神收回来，入流造性。即所谓的回头是岸，回头了就是精神都收回来，精神一回头，立刻到达清净的彼岸，当下即是，佛性啊，全体都记住，不缺分毫。所以只要我们精神一回头，回光返照，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当下都已经是了，佛性啊，都全体啊，已经都记住了，眼也不缺，跟佛都一样，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意，与佛呢无异啊，跟佛就一样，没有两样。故知佛亦有同一呢，对阿难讲，实如轮转。生死结根呢，唯汝六根，更非他物。令汝这个速证安乐解脱，极境啊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那么众生呢，迷本文啊，寻生呢，故流转，迷灭了我们的根本，稳性啊，都听到外面的声音，追声音，寻的声音呢，所以流转六道。那入啊，即这个旋转稳居呀，就是把我们那个注意力呀，把它旋转过来，不出流衍生，但入流呢造性，不跟凡尘的声音攀岩，就照见我们的本性。那么一切时一切次智光内照，我们的那个始觉智智慧的光芒内照，不以所闻分别难尽。那你能闻好个消息，那个能闻就是我们本觉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能闻。那么入流即是合觉，往所即是背尘，所以我们要背尘合觉，入流往所，把凡尘呢放到背后，把良知良能呈现在眼前，即是正确的那个修道轨道。那么入流呢，是这个修正圆通的那个总诀，总窍妙。一直到成佛都是要做的功夫啦，都要入流，精神收回来。那么往所是的吃度的效业，以六劫之中呢，先劫生成是动劫，有生为动，那么此之往所并未这个生成消灭，为定功的得力定能发挥。而得呢离尘的功夫，则生成不其往而自往，生成有存在，可是不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是吃度的这个功夫而得相应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前面的佛有讲，生于稳中自有生灭，非为稳性有生有灭。声音有生灭，本性没有生灭。但你专取返闻，回光呢返照，内心光内住，所有的动尘一一就往没有了，本性不灭。然动尘已灭净尘光现，净子才会呈现。
那么中路啊，为稳静沉之静，当知啊，静沉啊，亦是解易于解除乃救呢不舍失修恶慧，不言所闻的静沉，参究啊，能稳静者静沉者是谁？静沉是静，稳性啊是心。若稳静沉啊，还是呢出流？凡稳能稳是谁？方是呢弦稳啊以声脱，旋转我们的稳性啊，跟声音脱离了群流呢或无妄，我们能够旋转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呢无妄真。手入啊积极动静二样了然不生那么上王手是解动觉，那么这三句啊就要解静觉，动性呢不够呢并源而已手即王手，入即乃就入流为所有的动尘虽往，乃是缓文入流，不舍本修，不住很静的那个环境，使静静很静的环境已经五蕴之中的色蕴区域就是形象色，如明目人处大暗室虽然有眼睛只是在大暗室里面一样看不到景象。那么寂极之极非是静极之极，乃是动静二成到此具体之境。手入寂极动结以静结全部都解开了生成都已经泯灭了，故意动静二相就了然不生了然是很透彻知道了，不生就是在心中都不影响不生即了不可得。到此的功夫色音已经破了如是见真闻所闻尽这个色音破已经很理想，可是我们不能住在这个很理想的状态，还要见真见真以后闻所闻尽这个就是解第三个根的结之上反闻离尘思修而会，尘中那个二结动静已经解开，根结还呈现。那么此根乃即闻于耳，结字为根也都主开的义父是结一样的，都是结要解开然就如是本修之法，渐次更进加工用行，定力转身手稳动静二成既了然不生，能稳之根亦随手稳以寂静。那么成寂已经都不允了根就没有对象根无所到此则根结已经解开了无有能受所受，则受因破矣色受受因就破了。根既消，事性事无从生，没有办法生出这个事来，则想因亦破这个想也破尘亡根尽事明这个三个结都已经解开，则尘不复发，见不复劳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蛮理想的状态修到这个状态都已经很快很努力才达。那么静闻不住一样是很好的状态，要再继续进行，不能停住，所以静闻不住，然后再接下来就觉能觉跟所觉空这就是解第四个结解静闻是能闻以所闻寂静，根尘酸泯根尘已经都泯灭了六用就是六根
它的作用已经都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利用已经不行，唯余一觉，就剩下一个觉若住此境呢，但得我空未得法空那不自则乃复呢加工用行，机关呢稳性进闻之后根尘窘脱，根呢跟尘，我们的根跟尘已经脱离了暂依无边境那个已经很殊胜的境已经现前故言觉局照呢此境之智，所觉即此暂依之境近闻若住则境跟智恒对，所呢乃成终为那个圣境之障。我们呢刚好是讲一半一张翻过来刚好讲一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蛮深入的一些修持法门，所以呢要留呢比较多的时间给各位提问，不过也才25分而已有25分呢给各位提问，好不好？较骨难问的啦，唔只会进步。好，请说。刘老师好。好，请问一下就说我们都说一念不生那平常我们所生出来的一些像是善念它是属于几天妄想。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要我们呈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你假如说我要生善念，那我要生善念那个佛性本体它就退隐就隐藏，它不会呈现。我们是要追佛性本体重要呢，还是要追善念重要？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了解。我们在这个劝善的宗教一定是要起心动要善，要去行善重要。他不会说来讲说你要追求佛性本体，可是只要你漏善，那就是两边有恶，那你落入两边是对待，对待就是生灭，生灭就是凡尘的事那我们要先追求出凡尘，不能在这个苦海里面沉溺，所以要先知道说我佛性本体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要先把它很熟悉的那个轮廓都呈现，而且培养它茁壮长大。那以后你来行那个善就无尽了啦，你要行多善都可以对不对？我们不能说现在我就起心动念都是善那糟糕，自己障碍自己的道路所以一定要先万念放下，一个念都不生。我们万念放下，一个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的佛性本体才会呈现你只要说我是善念，一样就是念，不管是善念恶念都是念，只要有念，佛性就退不见所以我一定要了解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整个全部都放下，都空了。我们不做了，我们是要做得更长远更有功效。你已经成就了，你成佛成道了，你不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吗？那你一点点善要算什么你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不会说我这一生够了，我度了到死了一口气不了我都不度了。成道成佛不会他一直绵延不绝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修时候
要认识真理，努力一点修，一定可以成就。这么殊胜法门，是很少人提倡啊。我们就是要把它推广，我们知道我们要告诉人，这样才能够改变整个我们整个世界都改变。你看我们一直努力修所有本来要到台湾来台风都转到日本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善念一直扩充啊，我们一直在欠我们自己也是欠自己，也欠别人，然后大家一直行善，这个这个灾难啊，它都消弭了，消失了，不在这里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把那个锐气啊，就冲天，是这样啊。所以一定要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然后呢，透彻知道真理，了解然后实际去做。好，请说。对不起，有了。对不起，因为过去很少过来了所以今天是来了第3次了。那么个人的一点浅见，我们整个修行应该离不开要修到半大的两个是不应该去区隔的，它跟我们整个半道是一体的。那我们提到这个念，这个心念，我们或许是潜意识中刚开始的话，我们是要导入一个正念，一个善念，就是人本来就有念头啦，1秒钟动多少念头，所以人都会起心动念的，所以我们是先导入一个正念，一个善念，那么重点就是不要去执着无为嘛，为之心。最后一种比较浅见、比较浅白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心念全部都是一个善念，都是一个正念，这样才会善气冲天嘛。但是我们不去执着这个念，回归到我们的本心，也是觉得这样的话，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又有一个浅白的一个讲法，所以的一个体现。谢谢。这个实语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先了解真理呀，然后我们怎么做可以慢慢的去调试。那我们现在上界大开普度，重点当然是来度化众生。先呢这个得到然后再修，不像以往说这个已经这个修圆满了才得到。那我们一定的要了解到，要兼顾了你这个度化众生跟修道不能分开。你假如说把这个全部都重点放在这个办道，然后不谈修，那来求道的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修，这样都不算是度化众生那个只是一个沾了名而已真正的要度化众生，要使众生成道，要使众生成佛，那才可以。那要使众生成道，我们自己本身不知道怎么成道，怎么成佛，那你要怎么度化众生成道成佛？所以这个是相关联我一定现在重点要放在办道不放在我们这个这个修这个身心，应该是一体，不是说都分开。那我们要了解到办道重要，你没有度化众生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发挥说这个大开普度那个上天的那个慈悲一定要度化众生，可是我们太着重在名相要度很多人，然后呢很多
形象呈现说办得很宏展，实际没有内容，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要怎么成道，怎么成佛，那就空开花呢，没有结果。我现在都时常讲我们修道不是这样，一定呢要有结果，不能只有空开花了。你很漂亮，什么用？你办得很宏展，很大，几千万人，可是没有一个成道，那有什么用？今天都一直强调，一定呢一步一脚印，不要贪贪功那个没有用，一步一脚印，自己要知道怎么修，怎么成道，怎么成佛。我们度人要告诉他，你怎么做，你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这样才正确所以并没有说要先怎么样，先怎么样，那个导师没有固定要先怎么样，法都无定法，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呢，就对了。还有吗？还有15钟，请收。你用一样的啦，我想请收。好。念佛圆通里面的第17行的无觉无观名为心境念佛，它的觉跟我们万缘放下，然后呈现的那个觉，就是了分的那个觉有什么不一样？好，你问得很好，就是很进入状态。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的觉那个是佛性轮廓的呈现。那我们有觉有观觉观那个是我们的意，我们意呈现有能觉有所觉，跟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佛性本体所具备的那个觉是不一样的。好，你能够问，不然以后真正的做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不对结果把错当对，把对当错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觉假如是落入有能所，那就忘。落入它是个佛性本体出来的，没有能所，那个就是真的。这样了解了吗？好，请问。非常之好，他这里有讲不远往走到极乐界去会获两殊胜，那这2殊胜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上合之佛，下合众生，就是跟佛能够合，跟众生能够合，这2个殊胜我们一般都是会就是只有看上我已经得到了解脱圆满了，可是没有下合众生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的2殊胜一个就是上合这个十方之佛，一个就是下合六道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啦。那个导师我们往后还会讲，那个楞严经里面有交代。这边只是稍微提重点在我们修耳根圆通的内容。那第2件就是说刘讲师刚刚有讲，当初刘讲师在后面的时候就学到的东西。那老前人骂你，那老前人他是怎么骂才能让你从做一个很大转折这样子？好，这个导师可以说是心的问题了。因为或许在后天庙或许是从13岁就打坐，就学因为学的这个先天不足，后天欠条，人长得很娇小所以内心的那种正义感很强，他看到了很不合理的都没有办法这个发挥了，所以就异想天开，
或许就想说要当神仙了，我一定要当神仙，所以就去后天庙去打坐，去学，是从那个道教入手，从参禅足迹入手打坐，就学，学真的啦，真的是有功夫，因为或许又是年岁轻没有感染社会成功，所以很快就他心通，就是只要你到后学前面来，不要讲话，你想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心通，因为只有后学在照顾个庙，慈惠堂北投慈惠堂，或者一个人照顾因为他们的那个庙是那个前面是楼梯直就上到佛殿那个佛殿底下就是厢房，厢房有办法我们把它收起来，可是那个佛殿就没有办法，都是公开式的，你要入去就会当入去你要它搬了嘛，让你搬就是没有人去阻挡然后或者就睡在那个那个厢房底下那个厢房，可是或许会出来我灵魂出来过庙，所以我们那个庙倒是没有被偷了，我们那个边种花田，拢种那个薑兰，那个很漂亮那个，那个我们都喜欢买来插嘛它开的都很漂亮，玫瑰咱的田是拢在种切也在种花规个田拢在种花有时候那个遇到初一十五或是有什么那个节庆的时候那个花的价格很高就有人会去偷捡去偷捡那个花，或者在那个那庙的顶头我顾庙我庙较要紧我无咧顾花田但是我都看花田人咧偷交花咧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已经到浑身变化，整个人那个胖是没有像我们佛殿这么大了，差不多这个佛殿的1/3这么大，可是高呢，他们都有4层楼高，都已经这么高大。那个时候因为或许学什么都没有人问没办法问，没人有法度给他回答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是有蛮挫折的一些现象，就是这个讲下来有时候又是落入比较失于是非，因为后天庙不像我们先天说3炷香5颗手先我就来，那个后天庙有时候你怎么请他都不来他都来我们那个主持他就讲你给他解决就好就是说我能够知道他的那个心念就我解决就好，那我就卡在这边说我不当神棍，我就不愿意所以那个时候很失落，我就偷跑了，我在后天庙是用偷跑的逃灶，然后我就到全省各地去看看哪里有比较真的救人救世的天下的乌鸦都一般黑都是外表讲好听了，实际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很失落就回到这家里，然后我妹妹说叫我求道，我说求什么道她跟我讲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可以说或者求道是在一种很失落的状态之下，也不抱什么希望真正的求道的时候是民国63年元旦去求道，然后或许是一些点是讲师
拢无领薪水啊，拢安尼好玩才拍拼吼，是受到这个感动。所以也才很努力我说那好，既然到这么殊胜，我就可以来问问题了，就可以问问题啊。结果或许想问的问题啊，都是那个大学生的讲师啦，那或许就很高兴就问了，他们就聚在一起开会，讲一讲以后派一个代表来跟我讲，对不起，你问的问题我们都不会。我就很失望啊，然后我那个保师就跟我讲，我带你见老千人。我说好，这一下子好了。然后就在那个台北那个时候在哪个地方？好像是锦州街。就见老千，那个是民国63年的大概年初而已然后后者就前5万蛮好啦，想起都感到这懵啊懵。就问啊，说我见到浑身变化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啦因为那个变化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请老千指示啊老千听了以后然后他5秒钟了，不赶快去蹲，还在打坐，就这样了，安尼了。不赶快去渡人，还在打坐，安尼。这样那个就是真的是体会了，大德者那个一讲话了以后，就接受老天大德，才真的把那个全部放掉。不然我们假如说有人想去渡那个当机鸡头嘛，哪有那么容易？他已经都可以到那个很不一样状态了，哪容易？对不对？所以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放掉把那个是属于四神四神，可是我们所求的这个是我们的本体，佛性本体是讲元神，不一样所以因为有经过我才了解我都把那个放掉，不要了什么功夫我都不要了，我就要追究了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而我都在想，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累积下来真的很不甘愿就埋到那个土堆里面了，所以无讲人听我唔甘愿。所以一定要紧讲啦，无我安尼研究这久无爱，对不对？真的那个不知道不了解就是不知道不了解，再怎么追就是不了解，等到你呢了解那叫欠，这么简单，这样了。我们这个佛性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了解就是不了解，听不懂。可是你一旦懂了，一窍通就窍通，就全部通了。各位也都是很难得啦。安尼骨都听无，安尼坐2点钟，这功夫真好嘞。可以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你看你能够这样熏习下来，是不是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没有经过熏习，你就是新的来听的话，我在讲这个你听懂吗？绝对不懂你要懂，你就是一段时间一直熏习熏习。为什么老师叫我们一天每天要听1个小时，就这样熏习。你熏习到久了，原来我的佛性就是这样你的理论出来对不对？自己都出来了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或者只是把它点明而已
点一下而已，都是我们自己的。还有3分钟，还有人要问吗？好，请说。老师，我们那个万年放下的万年跟那个妄想的那个万年，要怎样去？因为那个万年放下的万是很多的凡尘事，它那个妄真妄的妄，它是比较是实以不实在的这方面不实在。那个万年放下的万是不管它实在，不管它不实在，什么都在里面，差别在里面。还有1分钟。就这边有一些在问。好。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什么意思？那个言语道断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讲，语言道要讲的那个方面已经没有了，不能了，不能有了，就是无法度讲，叫做言语道断。那心行处灭就是你心的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个念都没有了，那个地方所在，你心行的地方所在都没了，这样了解吗？下课。各位点完师，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天贤，大家佛学占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讲。我们讲这个耳根圆通刚好讲一半，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念佛圆通讲完了以后就马上讲这个耳根圆通。那可能各位都有一点把2个就混在一起不太容易能够分辨得出来。然后我们了解说那个念佛圆通找不到吗？有没有？没有的话，后面还有。大势至那个法王子他修的那个念佛圆通就是要收摄我们6根收摄回来，然后做功夫。可是耳根圆通它只有用耳根一门，一不一样？不一样可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归元无二路，就是你到达目的地的不一样，可是中间那个修持的过程不同不一样。那我们看看自己的那个意向，喜欢的哪一个法门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法门深入，一门深入。那因为我们那个念佛圆通里面很类似就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有没有体会？因为修持的法门84000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是要找自己最适合的，然后修得会很快那一般以往的这个修道者都推崇耳根圆通就是从耳根来修的话会很快。可是我们这3年一上课下来，各位感觉到就是万年放下会比耳根圆通来得走得顺，会不会？
那我们呢，这个耳根圆通啊，这一次已经第3次讲了，对不对？可是呢，感觉上啊，还很陌生。对耳根圆通虽然已经讲了3次，可是呢，还不很熟悉呀。可是我们讲念佛圆通啊，那个内容，中间那个内容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讲的那一段，那个就实语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种内容一样。他说，只要呢，我们能够秉着以往有空啊做万年放下，可以效果很快呈现，就呢做熟悉的那一个法门。可是呢，我们也要了解到说，为什么以往的这一些修道者呢，他都一直在这个推广啊耳根圆通，甚至连文殊菩萨他也一直推广，他说他也从耳根啊修成，不只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也是从耳根修成。那我们上个礼拜啊，已经讲一面的，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的，我们下个礼拜再重新讲。这个礼拜讲完以后我们下个礼拜啊，假如说不懂的话，我们就不讲了；不懂，我们再重新讲，好不好？好。所以已经呢讲那个能所，他说还存在的话，那么中为啊圣境啊之障，就是我们要往前进步的话，那个障碍，所言呢这个空啊，就是能觉之智，我们能够觉悟的智慧啊，以所觉之境，有能觉，有所觉，能觉啊就是我相，所觉啊就是法相，这样的懂吗？那能觉之智啊，以所觉之境，二气啊空寂，这两个能觉跟所觉啊，这两个啊，全部呢都是空寂，明啊无互对待，就是啊，已经泯灭了，没有了，已经没有对待，没有能觉，没有所觉，已经没有，那么觉啊，自分乃实于般若，那假如说我们很吝惜呀，这个智慧不肯放舍，即是呢微细的法执，好像我们讲说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那百尺竿头就是我们能够依赖那个最后的那个关键点，一放了以后啊，我们就会这个浑身呢都不存在，已经浑身碎骨了，所以我们都不敢放。可是呢百尺竿头呢要更进一步啊，我们有讲过吗？更进一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凡尘啊都非常重视我们身体所以都不敢放手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做不到就没有办法成就了所以就是要放手，就是依赖全部都去掉，没有依赖，连那个百尺竿头最后的依赖也要弃掉。一弃掉以后我们这有形有相就已经衰死了，它已经进入刹那全身我们整个法性的全体都呈现，所以刹那见全身，听懂意思吗？没有依赖了以后那个时候那个成就就已经进入
我们的佛性，所以在法性里面的所以不能呢就是那个百尺竿头去抓得紧紧的，一定得要更进一步所以这边虽然说那个觉我们能够觉的是属于般若已经呈现。只要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般若都会呈现，一定会呈现你会感觉到那个欢喜充满很多事情你都会了了无明会欢喜充满。可是呢一定一段时间以后也一样要放掉我们很难得修到这个状态舍不舍得放掉？不舍得了唔汤就会保守这个般若的那个智慧。可是呢这样子的话就是有微细的那个法执，不但有法执也有我执。因为我们呢觉就是般若能觉了是不是有我相？能觉所觉有没有我相？能觉就是我执，所觉就是法执我执跟法执两个都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我们两个呢都要去掉没有了没有能执，没有所执就是连那个很殊胜的般若那个妙智慧也一样舍掉了这一些呢也都是觉踏感我们要把这个觉打开打开以后觉都没有了就解脱了。那么圆觉经呢有记载这个幻尘昧我们这个所住的这个现象它都是幻尘都是变幻无常，一直在变化。那么幻昧幻心亦昧尘昧了心也昧。那幻心昧幻智也昧。幻智昧呢幻昧也昧。幻昧昧非幻不昧所以到最后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非幻它就不昧永远都长存长存不迁的非幻不昧。那么圆觉经呢这一段的经文前同我们这个耳根圆通的解决功夫要打开呢这个觉的功夫幻人就是动静两个觉，幻心呢就是我们六根的觉。那么幻智就是我们那个妄觉跟真觉的觉。那么幻昧就是空跟昧两个觉。那么非幻呢就是我们淡然常寂那个佛性本不生不灭所以觉已经呢打开了，即妄不相续。那么空跟觉即言，空所空呢就昧这个呢就是觉那个空觉。空就是所觉这个即这个空即觉所觉空是空觉即能觉之以所觉能觉跟所觉。那么有此空呢，空比能所二觉能觉跟所觉两个都把它空掉了。然空呢本身也是觉也要解除掉以能空所空这两个能所就有生灭，两个都在。那么空性还没有圆满还要呢入流造性就是把我们整个呢那个注意力都收回来加工用心努力做功夫。那么参就呢空和所依这个空它是依赖什么研究到极点就而极之以求圆满的空性能够达到圆满空性。能空之空昧所空之自净亦昧全部都灭了。能空所空灭了，全部没了。好像呢以木来转佛，那么佛已经出来了就烧
哦，那烧了以后啊，哦，二机灭，火也灭了，木也灭了，哦，都没有了，哦，全部啊成就。那么空觉哦已经觉，则行因啊就已经破了，哦，那个五蕴的哈那个行，哦，受想行那个行因啊就已经破，哦，一即火眼空性啊圆明成解脱，哦，已经呢到解脱的这个阶段。那么疑得啊已经得到了哦具空啊之境，哦，全部都是空，哦，那个境啊已经得到。所以所有的生灭啊，哦，既然都已经灭了，即灭就现前，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啊，生灭是很粗的，哦，容易了解。可是修到很高的时候啊，哦，那个微细的生灭啊，就是要自己本身体会了，哦，都很微细，也要全部去掉，哦，所有的生灭都没有，即灭呢才会现现。即灭呢，哦，就是已经呢到达哦那佛的阶段。那么此觉灭觉，哦，我们第一个哦这个一念无明啊，哦生三息的一个哦把那个哦即灭变生灭，哦，所以这个灭的觉啊，哦也要把它打开，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觉啊都是生灭。那么种子知觉而言。动灭啊，从开始啊，动灭就净生，净灭就根生，根灭就觉生，觉灭就空生，空灭啊，就灭生。那么六觉啊，皆生灭法，全部呢都是生灭法，故啊灭觉啊，亦当除。我们到凡尘来的话，是从第一个灭啊，开始打结，然后第二个空，第三个觉，第四个根，第五个净，第六个动。那我们要回去啊，就反过来，先把动灭掉，然后净生，净也灭掉，然后我们六根生，六根也灭掉，然后我们的妄觉生，妄觉灭掉以后啊，那个空生，空灭掉以后啊，所有的一些那微细的。那个生灭啊，全部灭掉，即灭呢就现前，六个觉啊，都打开了，那么假如说最后一个不讲的话，恒住寂空之境，就是在那个很殊胜的那个境况里面啊，有为圆通的虚障，圆通啊很微细的障碍。那么即同呢那个长沙和尚说的句语啊。百尺竿头做的人啊，虽然得法未为真，百尺竿头啊，从进步，就是要更进一步放掉呢我们所有的那个执，所有的依赖全部放掉，然后十方刹土现金身，那个前身呢就是我们今生，就是法身。那么唯是此劫啊最难解除，那个灭劫啊最难，那很微细的生灭。那么禅门修这个禅门呢他说啊幕后牢关，到此境界啊不肯进步啊，就是住在很殊胜的那个境界里面不肯进步。那么又谓之啊贴落的那个布衫很难脱了。那么此劫一开了，则可亲见本来面目，就是我们可以亲自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从开始那个观世音菩萨说入流，入流呢就是守以真常，然后往守就弃之生灭，所以入流往守。然后静闻就是根尘世心应念消落，觉所觉空，以空所空昧，即想象为尘，事情为垢，二俱远离。所以我们之前都一直呢在讲说我们这个从无始以来都是追求这个生灭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进入修道的轨道，
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啊，祥跟相为事跟情啊为垢，这两个一远离呀，极昧啊，就会现前，就华严清明，见道之眼啊都已经清明了，就忽然呢超越呀，世出世间呐，十方严明，过恶殊胜，所以我们了解说，世出呢就是出世间，那么世间就是凡尘。不管是出世间或是凡尘，都已经呢十方严明。或呢恶殊胜，这个呢恶殊胜呢，我们在讲那个的时候呢，就会详细的说明。那么即从闻思修最后一刹那，正圆通体。那么花呢自在用，可以花我们的佛性的自在用，超越呢来解脱无碍之意，极昧真体，本质严明。极昧真体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本质严明，本来就严明。那么六环，我们六道众生呢，为我执所障碍，不能超越世间。那么三圣呢，为法执所障碍，那个三圣就是那个修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修12因缘，那个必知佛，然后呢修那个6万行菩萨，那个三圣呢都被法执所障碍，不能超越出世间，所以我们凡夫呢不能超越世间，那修道的呢不能超越出世间。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修的那个中途中间的过程呢，有很多的障碍。那么菩萨呢，入三摩地我法双空，我为空的，法为空，没有我执，没有法执。那么具空亦复不生，连那个能空所空也都没有，故得超越这个世出世间，超出呢这个修道人的出世间法，以我们凡尘那个道众生的世间法，就可以十方严明，或恶胜。一则呢，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呢同一慈力，就是跟呢这个佛如来同样有那个慈悲的力量，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给众生快乐叫慈。那么二则呢，下合十方以及六道众生，所以上合呢十方之佛，下合呢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呢同一悲仰，悲呢就是拔苦，慈就是以乐，那个佛一样，跟呢众生一样，都呢融入其中。那么众生呢，生苦难，哀求拔苦，希望以乐。菩萨呢同其用，故施呢无为力。到这边呢就是把那个耳根圆通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所讲的就到这里。那么佛要呢文殊菩萨从25门的修持方法，25门就是6根、6事以及7大。6根6尘6事3六118，七大所有风土空见识，25门这个修持法门之中，拣选一门，适合呢阿难及末世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那文殊菩萨呢显示呢耳根圆通，那么底下呢就是文殊菩萨他所说的。这个觉海性成圆，圆觉圆成圆妙，圆明呢生熟，首立照性王，所以或许在后来，我们之前上的那一本里面就有特别这个记载，说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呢很少会看到。那文殊菩萨呢，详细的把它呢这个说明，这个觉海不做呢法喻法的比喻来解，乃直称觉性为海，
就是我们的觉性啊非常宽广，哦，好像呢这个海，以觉海周遍啊这个法界，哦，我们那个觉性啊，哦，遍满整个虚空，哦，整个法界，恒无边涯，事无底蕴呐，哦，都没有遇到呢这个障碍阻碍都没有，哦，不是像呢我们成的海。我们凡尘的那个水海啊，它有边都有底呀，所以啊，不像我们那个觉性啊，都这个恒无边涯，事无底蕴。他们性呢，即指这个体呀大，那么等缘成它指相形象大，那圆妙圆明啊用大，所以体大。然后相大，然后用大，有体有相有用，成缘为呢觉海承赞不动，严罕万有，我们那个佛性啊，是啊，这个成缘，这个承赞呢不动，严罕有。所有的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啊，都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是实也不变之体，如如不动。亦即如来常性。这个如来常，如来含藏所有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即本有真心。我们呢本来就有的真心呐，就已经就是非常的宽广。我们不研究的话呢，没有办法了解说佛性有这么奥妙，这么宽广。因为我们的生活之中啊，所接触的、知道的，都是只有一个角落，没有办法呢到达整个宇宙虚空，甚至超出我们太阳系整个全部呢都有我们佛性。那么离有为离无为，可是呢可以给有为无为做依赖。我们那个如来常可以给有为无为作依，即是不变常随缘，不变之体呢可以随缘之用，即而造，即也就是不变之体，造就是随缘之用。那么严成为觉海，虽严罕万有，就呢承赞不动，即是呢随缘常不变。可以随缘，可是本体它都呢不变，就造而己，那个造就是随缘之用，己呢就是不变之体。那么言妙，本来自妙，不假造作，不用我们造作呢，它自然妙。那么言明本自明，不假功用，不用我们呢再加名上去，不用，它本来就很光明，既然言妙言明，则一念不生，华而具足。我们一念不生，这个华而就是它本来的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华，就已经就具足，全部都包含，完成的所有一切全部包含在我们佛性当体之中。那么此中言妙两个字即含有言明之意，那么对上面那个成缘，即言妙的义理。那么缘呢就是言明，那么底下讲说言明造生熟，熟力就造见网，这个呢就是落入我们有为，有所作为结果我们本体就已经不见了。那么此两句呢，即是最初的根本不觉，从我们最初开始的根本不觉，就是独头生相无明，一切的妄法皆依它而生，我们就是一念妄动，就是这样，独头生相无明，都是这样来。言明不妄生造用则是本名，毫无一物那么今于言明性上妄生造用，在我们本来就很光明的佛性上面我们要加
这个照用，就是要加上光。那么此照，就是以是妄照，就生熟，熟一生啊，就有能有熟啊，就是生灭，就是对待，熟立了，这个熟已经建立了我们的照性啊，就往我们呢本来佛性本体的照性啊，也就已经往了。那么照性呢，即本体所发。我们本来佛性本体啊，它会发出照性，很光明，以所照之妄境啊，既然已经建立，那么真照之境啊，遂亡，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啊加名进去，糟糕了，这一加真就不见了，所以不能加，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持啊，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无形无相。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只要你透彻了解，那个染污即不得啊！你要把佛性染污啊，染不得，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着色了，所以染不得，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性本体啊，一点点都不能呢，加以有为啊，去修。那我们所谓的修道啊，就是我们累世啊所造的那一些啊业障，我们了解佛性它没有就是这个我们呢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是啊我们的六道轮回啊造了很多的那一些过种，那么这些就在我们的那个习性上面。所以我们修呢，就是修我们的习性。佛性本来没有东西啊，我们习性有，那习性有啊，要去掉，才恢复啊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啊，这个所造的妄境啊，已经建立啊，真造的佛性啊就亡了，消失了，不见了，退了。即所谓的有相啊，当前有形有相呢，它当家做主了。那么无相啊，即隐，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啊，它就隐了，退隐，如迷云起啊，一障蔽以慧日，迷云，我们众生迷昧了，就好像取隐了，障呢，蒙蔽啊，我们智慧的太阳。就没有智慧了，障蔽啊慧日，将本有的如来藏转成无名的那个常识，就是我们我们在用的那个八识，那个都叫常识。那么迷妄啊，有虚空，因为我们迷了，忘了才有虚空。那有虚空呢，就建立世界。那想成啊成国土，这个想成国土这个就已经有三河大地，然后知觉啊乃众生，有三河大地以后啊就有众生，所以啊这个就是从真呢取妄，从我们呢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起妄，才有整个三河大地世界。妄成世界了，有世界啊，就有众生，有众生呢，就造了业啊，有业果。那三种呢，就相续，世界、众生、业果，这样绵绵不绝，三种相续之相。那么空生呢，大觉中，这个虚空啊，它是产生呢，在我们大觉性之中，大觉性之中呢，产生呢那个虚空才产生我们整个地球整个现象，所以这个都虚幻，整个相都虚幻不实在，好像呢这个海，一欧花，欧呢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就是呢海水啊一欧花，有漏啊为成果，有漏呢就是有烦恼，为成果一粒为成一个国度一个国家。就是非常多的国家，那么皆依空啊所生，都是按照呢这个空呢它所产生。那阿昧啊空本无啊，
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叫涡，那涡灭了空本无啊，没有空，没有虚空，所以啊，没有虚空就没有三有大地，没有这一些现象，况复啊知三有，三有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叫三有。那么虚空呢？生于大觉的心中，仅如海之一涡发现而已。以觉心呐，喻之如海。那么虚空呢？比喻啊，好像那个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涡灭空本无。那个涡灭的话，虚空本来就没有。那虚空没有，就没有三河大地。没有三河大地，就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呢，就没有业果。所以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呢，都在妄中呢，然后加妄。所以虚空呢，本无所有。况复空中呢，知三有世间，就是三眼，这个世间。然后归元呢，性啊无二，方便啊有多门，圣性呢无不通，正逆啊，皆方便。可是我们呢，痴心呐，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我们痴心呢，要去三昧啊，那个持速啊不同轮，这个很慢持，很速快，不同，那个类，用对的方法，只要修一天呢，可以啊胜过很多劫，那个一个劫刹就很久，修对了一天啊，可以当很多久的那个劫刹。那么用不对方法，虽然修了非常久，不只有一生，已经修了百千生了，不及啊一天，所以我们了解说，用对方法修得很快，不对方法你修了很久，还不如一天。所以文殊菩萨说：“我今啊白世尊，佛出啊娑婆界，那么此方呢真教体呀，清净呢在问。”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呢在娑婆世界，那么娑婆世界的真教体，就是能够度化众生，教导众生成佛，那个真教体呀，就是清净啊在因闻，就是从我们因身呐，来进入我们用闻性来闻因身，那么欲取三摩体，就是要正定。三摩体啊，就是正定，实以闻中入，就是呢从闻之中呢进入，离苦啊得解脱。我们呢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离苦，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啊，很称赞呢良哉观世音，观世音的耳根圆通啊，对众生帮助很大。那么以恒沙劫中呢，入微尘佛国。就是恒沙劫，非常久的时间呢，都呢不放弃啊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入微尘的佛国，立微尘一个国度，就是进入非常多的那个国度，得大自在力呀，无畏施众生，已经得到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大自在力。然后无畏无所谓的来度众生，施以众生。那么妙音，就是说法都不会阻碍。观世音寻声救苦，幻音晕甚呢无着，就是呢不着一相。海潮音就是夜不失时，就时间都刚好。那么救世须安宁。就是都可以得到安宁，出世呢获常住，可以离这个苦海，得到常住不迁，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文殊菩萨讲：我今呢起如来，如观世音所说，如观音说，譬如人静居，就好像呢人静居，十方呢聚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同时呢在击鼓，那个十次十个地方击鼓这个十次的声音同时一时闻，同时能够呢
这个听到。那么此则圆圆真实，能够圆那么目非观障外，我们的眼睛有障碍呢外面就看不到了。那么口鼻亦复然，我们的嘴巴鼻子也是一样，一点障碍就不通了。那么身以和方知身体呢要有和才有自觉才知道。那心念意念来修的话，分无序无序。那么隔远听音响，我们隔了那个墙壁来听这个音响，遐迩俱可闻不管是远，不管是近全部都可以听到。五根呢所不起四则通真实上面圆这个通圆通那么音声性动静动呢就是有声音，静就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也属于音声里面静悄悄。那么闻通呢唯有无我们呢这个闻听到有声音的时候就有，没有声音就无其实闻性一样都听到静悄悄啦。可是我们的习惯用法没有声音说无声无听呀那么无声好无闻或是闻无性咱讲没有声音的时候说无那个不是无闻不是闻性没有了，闻性还在，听呢是听到静悄悄所以我们了解声无即无昧声音没有的时候静悄悄，我们闻性没有昧。声有亦非声，有声音的时候我们闻性也不是生出来声昧二原理我们的闻性生也原理，昧也原理常住不迁的，没有生昧所以它都在。四则常真实，所以圆通常就是呢我们要追求的要追求圆，追求通，追求常圆通常。那么众令在梦想不为不失无纵然呢我们在梦想的时候那个不为不失无不是呢没有那个闻性在。那么觉观呢出思维觉是闻性本体，就是闻性的造用出思维超出我们思维之外身心呢不能己。所以呢或许实际上讲到这边呢就会讲说我们晚上呢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有朋友来找，那家人呢叫我们起床，说有朋友来，他没有碰到我们的身体就直接叫我们说有朋友来了，你要起来。然后我们呢竟然就会起来。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个叫做觉观出思维啦，超出我们思维。我们在睡觉一定不会想说有人要来找我，要准备起来，一定不会啦，对不对？都他困到路边啦都睡了一呢就睡了。可是呢为什么家人这个呼唤的时候我们会起床？所以我们之前有讲那个如是我闻，有没有？脱根脱尘，离身离境，有没有？有啊。无太讲遮济人，无一个要甲我引所以呢，身心不能己，我们那个闻性身心都到不了。那么今此娑婆果就是我们呢娑婆世界这个红尘我们现在呢说这个叫红尘娑婆世界。生论得鲜明就是从生论可以发扬，可以整个都让众生都明了众生呢迷本文我们众生呢迷昧了我们本性中的本性已经循声故流转，我们循着声音不会呢循着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循声音，
因为循声音，所以才流转六道。那要说我们循着我们稳性，就可以呀，解脱了，所以差一点点，那么阿难呢，从强记呀，不免落邪识，阿难的稳性呢，他的那个记性很好，只要他听过一次再难的那一个句语呀，或是呢那个咒语呀，他都会记得，那个我们呢凡人很少有那一种殊胜的状态。可是呢，文殊菩萨就讲说，纵能够呢强记不免落邪识，还是会落入那个邪识。那么起灰随手这样呢，就呢跟呢沦落呢苦海在六道轮回。旋流后无望。假如说我们能够旋转不要出流，但是呢要入流旋流，就可以后无望，可以得到真啦。无望就可以就是真的意思所以要旋流。可是我们在凡尘生活那个出是很正常很习惯，要入流就会很不自在。各位在生活的时候出流多还是入流多？不但这个入流没有了对不对？不要说多少，没有了，没有入流，都是出流。注意外面的形象、外面的声音、外面的气味我们身体的接触，所有都是精神外放。那精神外放呢，就要六道轮回了。入流都是精神收回来，收回来照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呢就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各位就记得，精神外放当众生，精神收回来成仙做佛。各位怎么选择？放出去好还是收回来好？我们坐在这边是会回答收回来好。真正的一踏出我们同一宫以后这个都全部忘了，放出去好已经一看就忘了，耳朵一听精神外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个怎么样太期待自己太高了。慢慢来一步一步这个一点点一点点记得的时候就赶快收回来入流。记得入流造性，不要出流眼尘跟凡尘攀缘所以容不容易记精神外放，出流眼尘，当众生，当凡夫，入流造性成仙做佛。会吗？所以要告诉自己要入流造性，入流造性。只要我们肯做不要嫌慢，肯做就有成功的一天。那我们不肯做你再怎么久还是一精神外放，都是出流跟凡尘攀缘，凡尘都是尘垢了。都是生命无常所以不要投入了。你越投入等到一口气不来，一定越后悔那我们修道纵然还没有成佛也没关系性分之中佛音都在都有，所以不用怕说我没性分不紧只要你种佛因就一定会成就。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可以旋流就后无望。那么阿难汝谛听，文殊菩萨跟阿难讲，我成佛威也就是成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威力，先说呢金刚王那个金刚王就是我们的本性如幻不思议不可思议非常的殊胜。那么佛母真三昧
那个会生出佛的佛母真三昧，就是真正的正定。那么如闻为人佛啊，一切密闻就是阿难呢，他都呢听呢所有的佛，很多的佛为成佛，一切的秘密修持法门，欲漏啊不先持我们的欲我们欲望呢很多啊漏烦恼很多啊，一定要先呢除掉。各位有没有烦恼啊？从哪里来啊？烦恼从哪里来？我们的烦恼啊，从佛性来。所以啊，烦恼即是菩提，因为从佛性来啊。我们既然能够生出烦恼，可不可生出菩提？对了，所以啊，这个烦恼即是菩提。不要以后呢，记得烦恼的时候我怎么生烦恼来烦恼？够笨的聪明一点，要生出菩提，这样会不会？续闻呢成过物，那个阿难呢，一直在持续他那个闻就是听到呢所有的佛那个秘密的修持方法续闻，然后就成过物过错误。那么将闻持佛何不自闻闻？将闻就是呢我们的悟性来持佛所说的佛法，将闻持佛假如说这个不详细解说，只有看文字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或许都有把它小化将闻就是闻性，持佛就是佛所说佛的佛法将闻持佛何不呢自闻闻？为什么不自己用闻根闻自己的闻性？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两句都很好了。将闻持佛何不呢自闻闻？自己反闻自己的本性。闻非自然生。这个闻它不是自然生，所以我们的佛性不是因缘，不是自然。闻性呢不是自然，不是因缘。然后音声有名字，因为声音，然后有名字，就是始于因缘，有声音有名字，因缘全部都是妄。那旋闻以生脱，我们旋转我们闻性，然后跟声音脱离，就是呢不听外面的声音，外面你都爱想讲拢咧搞我骂啦。跟他脱离我就是不爱听，这样会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都耳孔硬来咧讲啥，听人讲啥，听再来气对不？对不对？你巧不？所以要自己就了解到我们这个要弦闻跟声音脱旋转我们的悟性不进入那个生尘我们跟声音脱离的。那么能脱易水眠，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生尘的，那这个时候要叫什么名字呢？就是真正的修正，就是真，就是无名易水眠无名，没有名称都没有。那一根即还原我从耳根还原，还到佛性本体了本来，然后六根成解脱，全部六根都解脱了都已经呢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那么见闻如幻意我们眼跟见都闻我们现在这个闻不讲闻性，就是我们那个闻生以后加入新意识的闻，如幻意就是假的幻灯片，然后呢意就是眼睛这个先把尖眼睛有毛病了
三界啊，落空法。这个三界全部都是空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拢空的，拢无实在。所以不要投入。那么稳复啊，因此，我们稳性呢，恢复到佛性本的时候啊，那个意根，眼睛有毛病的那个已经呢除掉了。尘消凡尘啊都已经消除了。觉圆净，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觉呀圆满清净。这个尘消觉圆净，净极呀光通达。净极到极点啊，光通达，佛性本体发挥的光明啊，整个都通达，大用啊就现前。极照啊含虚空。这个极照啊，极就是不变之体，照呢就是随缘之用。不变之体，随缘之用啊，含着整个虚空。那虚空里面有三河大地，整个万象。这个时候切来观世间，我们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啊。完成的所有一切，都好像我们在做梦里面的事情。晚上睡觉啊，都有做梦。然后梦中的事情，那么摩登伽在梦啊，谁能流汝形？这个时候啊，因为阿难被摩登伽啊用那个咒语啊，把它摄受到他的那个房间的所以啊，这时候啊，我们到这个程度以后啊，那个摩登伽啊，在梦中已经不是实现有能力的底下梦内底出现呢。现实里面没有，那么谁能留形？你的形态呢？谁能够留得住你呀？如是呢，巧幻师幻作诸男女，就好像那个魔术师啊，变很多的那一些呀障眼法出来，巧幻师，然后呢，很多的男女都被这一些魔术师变化出来。那么虽见知根动。我们六根呢都在动，知根呢都在动，要以一击抽啊，就是要有那条绳子在拉，一击抽，一击呢，假如说不抽的话，习机啊就归机了，全部都不动了。那么知幻啊成无性，所有幻呢，都没有它的本性。那么六根呢亦如是，我们的六根也是这样，一啊一精明。就是一呀，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精明，所以到最后呢，就旋如导武机呀，稳自性，就旋转，颠倒过来，我们那个稳性啊，不要去稳外面的生成，稳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这样呢就可以成就。刚好要1个小时。懂了没？懂了没？下个礼拜还要不要再讲？我们呢，这个开这个楞严147，143。